大虚祖训：天黑别出门。黑暗里怎么会有活人？他能活下来，不会是个魔怪吧？这玉佩和村里的石像一样，能抵挡黑暗，可能是玉佩帮他活下来的。闭嘴！再闹就把你扔出去！我们这些废人被逼到大墟里，连自己都很难养活，怎么养孩子？送人得了。不如毒哑他，等不哭了再给他解毒。老娘捡到的小孩，谁敢动？老娘有牛，能用牛奶喂的，用不着你们养活。村长，您怎么看？咱们残老村终于有个健全的人了。既然村长也同意养他，就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就让他姓秦吧，名字就叫做木，秦木。长大了便叫他去放牧。
让你去采药，居然在外面睡到将近天黑，再有下次，连婆婆也救不了你。村长爷爷，你们总说天黑以后有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活动，会吃人。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呀？是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有石像在，那些东西就不敢闯进村子。村里的石像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能抵挡黑暗呢？木儿，大虚的秘密太多了，少点好奇心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哦，知道了。村长爷爷，那我去放牛了。木儿，记得在天黑前回来啊！知道了。这些年，木儿完全没有觉醒的迹象。要是万一木儿是无法修炼的普通人怎么办？普通人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，大虚又这么危险，他要如何活下去？若能觅得4灵之血，或可助木儿觉醒。黑暗里到底有什么呢？你要去哪儿？牛，快回村！天要黑了！救我！是你在说话。木儿，你是用牛奶喂养大的，我算你半个娘，你要救我出来。救你？怎么救？取出我颅顶的银针，我花了整整11年，才从体内逼出这一根银针。好像是婆婆的绣花针。木儿，你不打算报答我这些年的不育之恩吗？怎么回事？牛，你怎么了？牛，你起来啊！整11年，我终于从该死的皮囊里出来了！这次就先杀了你，再血洗残老村的恶人！
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变成牛？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。要不是那妖妇作恶，趁我产子之际暗算，将我变成一头牛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此仇此恨，定会复还！婆婆救命啊！臭小子，耍我！全爷爷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全爷爷居然这么厉害啊！城主夫人，11年前你就该死了。如果不是木耳，你以为还能活到现在？妖魔！你的手段用错了地方。当年不去惩戒你好色的丈夫，反倒记恨那些无辜女子，将她们活活打死。如今又对小儿痛下杀手，真是不知悔改。他死了？你小子，江湖经验还是不够啊！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这就是大虚。走，回去。今天可是木儿觉醒的大日子。我觉醒？嗯。魔怪遍野，白骨满道，神奇之地大虚，实在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这具尸骨衣着华贵，似乎是来自大虚最富庶的香龙城，想必还是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尸骨上的针孔是天魔教的法术所致。魔教余孽在延康国销声匿迹，原来是躲进了大虚里。诸位，随我去大虚除魔卫道。要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灵的血脉找齐了吗？4灵血虽然无法弄到，不过用他们的后羿、青蛟蛇、铁骨虎、雷鸟和金龟代替，也可以练出一点灵血来。墨儿，没事吧？墨儿，别怕。爷爷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在帮你觉醒。
听好了，接下来是你觉醒的第一课。人体内有7大神藏：灵胎、五曜、六合、七星、天人、生死、神桥。他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药师爷爷令灵血是想帮我觉醒，打开神藏吗？不错，壁破不开，便觉醒不了灵胎，无法打开神藏修炼。有的人受上天眷顾，一出生便破了灵胎壁，觉醒灵胎。就像我们9个，天分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凡几，生来是修炼的苗子。这种体质就是灵体。那我呢？要助木儿的灵胎觉醒，还需要服下4灵血。这就是青龙灵体，主掌青龙元气。看老子的朱雀灵体，玄武灵体。这就是灵胎的元气属性。司老太婆是白虎灵体，白虎元气。别再叫我死老太婆。灵胎对应着4灵，有4种元气属性，因此灵体也有4种。毕竟不是正统的4灵血脉，只能练出这点灵血。喝下灵血，便会激发元气的属性，让灵胎觉醒。是不是青龙灵体？说不定是白虎灵体。一定是朱雀灵体。是朱雀灵体吗？不是，玄武灵体，一定是玄武灵体。疼，好疼！都不是。这么说来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凡体。我们都老了，如果死了，他在大虚1天都活不下去。或许应该把木儿送出大虚。送他出去，我们会被仇家发现，都会死。他被我们连累，也会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都是好人，我不会让你们死。别打了，放开我！我要和他单挑。好。好什么？我说，木儿是个好苗子，他是结合4灵体之长，万古无一的霸体。霸体，霸体。我也没听说过，但村长见多识广。普通灵血很难激发霸体的灵胎，必须集齐真正的4灵血。你们继续捕捉4灵的血脉后裔，练出灵血，喝得多了，自然能让霸体觉醒。好，明早咱们就去打猎。好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对了，还得盯着木儿训练，消化吸收灵血，别让他喝成个大胖娃娃。从来没有过霸体，我们都会老死，只剩下木儿。你瞒不了一辈子。所以我们要木儿相信，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霸体。你会害死他的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我想看看，一个普通人在无以伦比的信念下，会不会超凡脱俗，做出我们这些灵体也做不出的事情。或许将来他真的能够走出一条凡体及霸体的道路。凡体会成霸体？只要有信念，凡体即霸体。那天起，所有人都亢奋起来，就连最冷静的药师爷爷也变成狂热的炼药怪人，整天在我这个大活人身上施药。一定要喝这么多4灵血吗？
霸体就需要这么多。一次灌太多灵血，会把木耳撑死的。跟老子练刀去，消化消化。另一个狂热分子就是他，最张扬的刀客屠夫爷爷。别看他喊打喊杀的，下手却很小心，从不会伤到我。当然，这得是他还没发疯的时候。木耳，来。太慢了，你是霸体，你的杀猪刀还可以更快。夜战连城风雨就是要快。快的像是黑夜中的风雨一样，洒遍全城。刀越快，注入刀内的元气就会越强，刀气就会燃烧。给我再快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。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通。老子早晚要劈开这天，杀回去。老子被斩断的是腰，丢掉的是双腿，但不是脑袋。老子要杀！这就是刀法的极致，神通。屠夫又疯了。走，练拳。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，但我知道，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。只是训练时，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，重拳出击。屠夫的刀法，切出火焰才是神通，而我的拳法，打出雷音才是神通。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，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、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，这才是霸体的修炼。一只手也可以练拳，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，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——千手禅尊。来，攻击我！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，突破空气的束缚，并可以掌控雷霆。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，让他万劫不复。傻木耳，打不过怎么办？跑啊！嘿，生活不只有远方，还有苟且。这个每天笑嘻嘻的，是我最好的朋友瘸子爷爷。以前我以为他笑是因为开心，可见过他笑着杀人后，我也分不清他的笑是真还是假了。瘸爷爷，啊，你有神通吗？当然，我的神通就是腿。腿是风，是大地，是力量之根。你试试，只要跑得够快啊，一切都是平地。
你可以在墙上飞奔，水上飞奔，甚至在天空飞奔。当声音追不上你的耳朵，就算初步修成偷天神腿的神童啦！瘸爷爷的腿这么快，是谁砍断了他的腿？马爷爷的拳这么厉害，又是谁砍断了他的右臂？还有童爷爷的刀，谁能将他拦腰砍断？他们的仇家吗？我是霸体，我得变强。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，但必须付出100倍的努力去保护他们。木儿，别逞强。你的元气快耗尽了，先来调息一下。这是我们残老村的老大，最博学的村长爷爷，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从小练的这门导引功，就是专门训练霸体运转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三丹功。霸体三丹功听起来好厉害。只要觉醒灵胎，凭借霸体和霸体三丹功，你定会成为万古无一的强者。教我修炼的还有最爱折腾人的铁匠哑巴爷爷，最骄傲的画师聋子爷爷，最喜欢耍帅的相术师瞎子爷爷。爷爷们都这么拼了，作为霸体，我也不能落下。霸体三丹功，村长，你教他的好像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导引功吧？木儿的元气没有属性，只能修炼最简单、最初级的功法。这种小孩子打根基的低级功法，很难有什么成就。我原本也这么想，但木儿自幼练导引功，再加上每日服用四灵血，现在他的元气已经强得吓人，只是没有属性，发挥不出威力。有多强？几乎有你灵胎深藏的5成功力。什么？5成？等他觉醒灵胎，元气岂不超过我数倍？这还是导引功吗？你觉得他往后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？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木儿可以成为第一个将导引功推到极致的人。经过爷爷们的疯狂训练，我能明显感到身体比以往更强，元气也更充足。只是究竟要修炼到什么程度，我的霸体才会觉醒呢？木儿，木儿，这位就是最疼我的司婆婆了，也是村里最多变的人。她有时是裁缝，有时是接生婆，有时又变成了商贩。这可是上等的。我总觉得婆婆还藏着更神秘的一面。木儿，和婆婆去村外，我教你一个裁缝真正拿手的东西。裁缝拿手的不就是做衣裳吗？
今天做的是一件很特别的衣裳。每个生灵都有2件衣裳，一件是靠魂魄气血维持的躯体外形，另一件则是依附躯体而生的影子。外形，影子。婆婆这就做件衣裳给你瞧瞧。嘘。第1步，定魂魄。不动了。我刚才弹出的元气，就是定住了他的天魂。婆婆，为什么你只定住了小鹿的倒影，小鹿就不动了呢？真正厉害的法术，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。这2道元气定住的是地魂和生魂，3魂主掌精气神，而7魄主掌体内气血运转。定住3魂7魄，就能锁住这个生灵。木儿，记住了吗？记下了，记下了。接下来就是做衣裳的关键，我们要将躯体的形与影分离。用它的影子做衣裳，需要用到一些针法。太神奇了，这就是婆婆的神通吗？这才是我们裁缝应该做的衣裳。那小鹿怎么办？它没有影子，会不会有事啊？我们只是借用一下影子，等婆婆拔出针，影子就会自己去找主人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影法自在，魔影幻魔功。果然是魔道法术。那些人是谁？隔这么远，怎么把声音传过来的？大旭蛮荒诡异，天魔教余孽在外面活不下去，竟然躲进了这里。什么天魔教？这些人说话真奇怪，穿的也奇怪。老身不过是江边的普通人，普通人可没有定魂魄的本事。这次你还只是剥离录影之一，下次你是不是就要剥人皮？剥人皮？造化天魔功就是锁魂剥皮的邪术。我派许多前辈被你们这些魔头变成牛羊，一辈子耕地吃草，甚至拉到集市上宰杀贩卖。你的手法，我漓江五老断不会认错。木儿，别怕，这世上披着人皮的禽兽太多，我们学着法术，就是将他们打回畜生样貌，让他们不能再骗人害人。原来是漓江派的5个老鬼，自从漓江派做了延康国的走狗，真是越发狗仗人势了。如今还敢跑到大虚来乱吠。延康国是奉神谕建立的国家，我们漓江派身为南疆第1剑派，辅佐延康乃是顺应神意的正道。神谕早已言明，
大墟是神器之地，凡遇大墟中的神之器皿，格杀勿论。你这魔头，不仅违背神谕，还将邪术传授器皿，简直罪孽深重。不诛杀你，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葬送你手。他们要杀婆婆。木儿，这几个老杂毛奈何不得婆婆，但你在身边，婆婆便会分心。快跑！漓江五子，不得叫那魔崽子为祸苍生，将他斩了，提头来见。儿遵命。他们都是灵体，灵胎神藏的造诣不弱，木儿肯定会被追上。魔头，在我们面前你也敢嚣张？老身好久不曾活动筋骨了，你们5个老鬼，莫非也想被我做成衣裳？好快！他们居然能像全爷爷一样在水上飞奔，沿着江边跑，一定会被堵住。这魔头果然有些本事，居然那么久都拿不下他。魔头，受死！婆婆会不会有事啊？不行，我得让爷爷们来帮婆婆。桃林这2个速度稍慢，只能从他们这边突围。别想逃！好，那魔崽子混入了鹿群，把这些鹿通通杀了。鹿也是一条生命，你们这样滥杀生灵，到底谁才是魔？在那里，藏不住了。他居然用凭空操纵剑！难道他是用这道细丝操控剑的？
小路虽快，毕竟不如自己的身体灵活。我要逃出去，只有……什么？我空间的元气还不够强。那丝线竟是元气，元气化丝。弓箭术异常高深，今天师弟师妹不妨就拿这魔崽子练手，怎么样？正合我意。他竟能同时操控那么多把剑，好厉害！不能让他们更去伤害村里人，我要带他们去那个可怕的地方。你身上藏着铁锭，瘸爷爷教我腿功，必须穿铁鞋绑铁锭，负重了50斤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雅爷爷的锻造手艺。什么铁器如此坚固？身体突然轻了好多。不好！不要去想你踩的地方是否能承载你的重量，只要你跑得够快，水就是平地，草就是平地，空气就是平地，到处都是一片坦途。偷天神腿，踏破须弥山。这家伙跑得好快！这小子元气虽然深厚，却毫无属性威力，可见他没有觉醒灵胎。曲师兄已是灵胎境巅峰，他死定了！小魔崽子，哪里逃？这里甚是诡异，定有强大魔物。
就是此地的主人。受不了！狂死！口吐人言，说明已开灵智，元气浑厚强劲，远胜于我，至少堪比武庙境界。我们不是对手，难道就这么放过小魔崽子？连屈师兄都被魔猿重伤，小魔崽子肯定死了。受不了！死！他分明是在装死。不行，该死！快走！怎么偏偏杀了这山谷里的鹿？小魔崽子一定是故意的。他对小鹿们的感情，就像爷爷和婆婆他们对我一样。不知道婆婆怎么样了？不知道木儿怎么样了？是。师弟们，随我借五行炼魔阵，肃清魔头，守卫正道。是。许久未出大虚，外界的剑术真是进步神速。老身好久不曾用人炼衣裳了，不知道手艺有没有生疏。漓江派的精妙剑术，我们漓江父老已继承大半，又岂是你能轻易破解的？你就等着和那小魔崽子下去团聚吧！总算逃出来了，幸好这魔猿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。追究了小魔崽子，怎么向师傅们交代？放心，他跑不掉。只要敛去元气司的攻击性，他根本察觉不了。
我都能甩开这些外面来的人，我不应该也不会有事的。他们可真讨厌，张口闭口魔头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还杀了那么多小鹿。魔渊看着凶恶，却从不杀生，正好给他们一点教训，看他们还敢不敢随便欺负人。糟糕，和他们纠缠太久，恐怕来不及在天黑之前回村了。木耳，如果无法在天黑前返回村子，往大虚的遗迹里躲，说不定还能活命。那要怎么找到合适的遗迹啊？要看2点：一，是否有与村子里的石像类似的石像；二，是否有大量的异兽。异兽通灵，知道哪里可以躲避黑暗。都记住了吗？姑婆放心，我记住了。跟着这些异兽跑，我就能找到合适的遗迹。不仅可以增进元气，还能以元气来滋润身体，应该能缓解伤势。原先都是静坐调息，想不到在急速奔跑时，八体三丹功运气速度更快，滋润身体的速度也大幅提升。这是我的元气。我的元气每次运行到眉心处都会被挡下，难道这就是灵胎壁？人体内有7大深藏，它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破壁成功，给爷爷和婆婆他们一个惊喜。哪里来的声音？他在说什么？怎么他一出现，我体内的元气就消失了？剑丸中藏有6842口剑，距离如此近，还是被你躲过去了。你一定不是籍籍无名之辈，天魔教中没有你这副模样的老太婆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披着别人的皮，你伤到了我的皮呢，漏气了。我听过你的嗓音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天魔教的教主父。出来吧。
死瘸子，你看了多久了？刚来，我啥都没看见。看到无所谓，只要没有听到就好。我确实听过一个故事，天魔教主厉天行一辈子英明神武，晚年时却做了一件蠢事。他看上了当时最美丽的魔教圣女，于是废妻再娶，魔教华人。就在成亲那天夜里，那位新教主夫人暗害厉天行，坏了他几百年的道行，夺走了魔兽的镇教魔典。魔教长老祖师纷纷出关追杀，还是被他逃了，至今不知所踪。我早年也听过一桩趣事：天下第一神偷，速度举世无双，一双腿已经修炼到了神的境界，从未失手，却在盗取延康国地碟时被延康国师发现，斩掉了他一条神腿。他逃出国师追杀，带着地碟消失无踪。延康国师被誉为神下第一人，却没能留下神头。他应该还留着神偷那条神腿，等待着物归原主吧。司老太婆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废人，曾经说过各自保有秘密，不问彼此来历。从现在起啊，我就是哑巴，聋子守口如瓶。你那些花花肠子，别让木耳学了去就好。是木耳通知你来接应我的。你和这5个老头打斗的动静太大，我们在村里都感应到了。村长让我出来瞧瞧。木耳呢？木耳他有没有回村？我出来时还没看到他回去啊。怎么办？天快黑了。总算追上他了。大雪飞燕危险异常，眼下我们只有紧紧跟着小魔崽子，看他去哪里躲。再往黑暗来的方向跑。峡谷里竟然有一座宫殿，比我们村子大好多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这就是婆婆说的遗迹吗？村里的石像一样，那里一定可以躲避黑暗。跟紧我才走，我们被他甩开。不好，黑暗来势好快，得赶紧躲进宫殿里。徐师兄，
秦师妹莫怕，两位师弟因逐魔未到而死，死得壮烈。魔崽子实在歹毒，故意在黑暗来临前一刻才来到这里，就是想借黑暗来害死我们。明明是你们平白无故追杀我，结果追到天黑，自己把自己害死，与我何干？徐师兄，杀了他为师兄们报仇！别动！这些异兽很多都是不死不休的天敌，而现在却相安无事，很是古怪。他们似乎定下了规矩，不得在此处厮杀。今晚不要动手，等到天亮。大虚祖训第2条，在躲避黑暗的地方，所有生灵都必须和平相处。爷爷和婆婆说的没错，若兽真的有灵，他们也会遵照大虚的规矩行事，甚至比人更安全。木儿！糟了糟了，木儿不在村子里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背着石像去找。你们不知道他的去向，现在再出去找也没有用，天已经黑了。可是，该教他的我们都已经教给他，他只要学会，就能够在大虚活下来。木儿，你一定要聪明了。条件太简陋了，只能做个简单的武器防身。这3个家伙又想做什么？曲师兄，你看，的确是旧时代神国的文字，神、女、官。看来此处就是神国的遗迹。神国是黑暗来临之前那些神建立的国家吗？他们消失后，从前住的地方就成了遗迹。难怪遗迹能抵挡黑暗。师傅们四处探寻的神机秘宝，说不定就藏在这里。仔细搜。不行，万一他们得到厉害宝物，我就麻烦了。怎么有这么多尸骨？奇怪，还都是一样的姿势，就好像所有人都在打坐的一瞬间同时死去。谁杀了他们？曲师兄，你看，他们手里都是了不得的异宝。尤其是这枚神珠，
全离间派的宝物加起来也不及他的1/1000。要是得到这些宝贝，我们甚至可以自立门户，自成一派，随便拿出一点献给延康朝廷，皇帝和国师定会给我们封个大官。上天待我们不薄。五师弟，你去将神珠取来。是。什么正道？表面上敬神畏神，打劫起宝物倒是毫不手软，比魔道更像魔道。不过，连异兽也不敢驱走的宝物，能被他们得手吗？他刚才动了一下。这些异宝都是死物，你放心。救命！救我！不好，异宝已经通灵，不是他们的主人，便会反遭其害。徐师兄，如今离江五子只剩你我2人了，这要如何向师父交代？秦师妹切记，3位师弟是为除魔而死，都是被那魔崽子害死的。明明是你们贪图宝物，还想陷害我，这2个人绝对不会让我活着离开。可恨性驱得太强，我打不过。要是能破壁觉醒就好了，我的元气有了属性攻击力，肯定会实力大增。快跑！我是来惩罚大虚了，这是真正从异来的魔族神奇。我再次受死！糟糕！好恐怖的魔音，我快要被撕裂了。归来机，弯顾天。归来机，应安经书。尸骨活过来了，他们是神女。
弃了大虚吗？为什么圣女还能在遗迹县里帮启明抵挡魔族？别胡思乱想，神国早在旧时代就已经覆灭，现灵的不过是神骨上的残魂。恐怕这遗迹里发生过极惨烈的战争，才会让残魂的战意保留至今，与无死伤。是你在用生命交战。东兵断续，无需耕耘。这声音和阻挡我破壁的声音好像。难道我的灵胎壁是被神音封印的？刚刚似乎也是因为魔音，才让灵胎壁破出裂纹。要是学会魔音，我就能破壁觉醒了。天快亮了，姓屈的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我必须在天亮前觉醒霸体。等等，最要我的是神的神力，这岂不是说我是被神封印的魔了？难不成我还真是魔崽子？不，村长爷爷都说了，我是霸体，才不会是魔。再来！魔崽子经受神音和魔音的双重冲击，这下定要魂飞魄散。我的记忆，他的元气波动很剧烈，还在不断增强。他在利用神魔之音修炼，可他连灵胎都觉醒不了，只是个普通人。这种低等体质，怎能承受神音魔音？此子实在古怪，不除掉他，往后必成大祸。灵胎壁裂了，好精纯的元气，这就是灵胎神藏的力量吗？天虽赐给为人呐，天虽赐给为人呐。什么？竟然还能愈合？我还是不够强，不能一鼓作气完全破除灵胎壁。不过，吸收灵胎神藏的元气之后，我的力量又提升了不少。要不了多久，我一定可以彻底破壁。神女姐姐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死，为何复生又消失，但是谢谢你们，在夜晚守护着大虚。小魔崽子，你这副有情有义的模样，装给谁看？天亮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听说，很久很久以前的大虚，晚上能看见许多亮晶晶的，叫做星星的东西。
那时，天上住着4个古老的神灵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玄武背着天河前行，形成璀璨星河。后来，黑暗降临，神灵和星宿就消失了，只留下刻着神灵模样的石像。人们都说，神灵抛弃了大虚这块土地。我们是被神灵忘记的一群人。我不明白，既然神灵抛弃了大虚，又为什么留下石像，帮我们躲避黑暗呢？大虚的秘密好像越来越多了。天亮了，你的死期到。遗迹里不能动武，你们想和所有异兽为敌吗？异兽天亮就会离开遗迹，他们保护不了你。我没觉醒霸体，很难同时对付他们2人。没了异兽保护，他们会立刻杀了我。我得在异兽离开峡谷前，借他们掩护逃离追杀。那魔崽子呢？他混在了兽群中。秦师妹，不要空见，我们只能小心靠近与他搏杀，切勿惊扰了兽群。他们追来了！如果我们这次再失败，没有将这魔崽子的人头带回去复命，师傅们一定会对我们失望。你先近身攻击缠住他，我跑到剑法拦截，将他打出兽群。巨兽，你放心，这次我拼命也会将他给宰了。这就是灵胎境的实力吗？爷爷说过，偷天神腿从不惧任何推法。我的腿被他踢中，立刻就被泄了锐气。推法了得，绝不能让他从我手里溜走。小魔崽子，受死！这个小区的空间，宝剑离自己远近不过30，我的武器抵挡太凶险了。我是霸体。如果我像他那样把元气注入兵器，是不是也能控武？只能灌入1尺3寸，根本无法让树枝离开双手攻击。结束了。什么？一夜之间，这魔崽子的元气居然增长那么快！我的元气增强了小木棒的坚韧度，这个长度刚好能施展杀猪刀法第1式。
夜战连城风雨。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根本看不清。破绽！大尊用这根小木棒，我会敲死我！快坚持不下去了，这小子没力气了。这是我最后的一击。木耳，不能给你的敌人留下任何机会，否则死的就是你。我只要停下来，他还有一丝元气，我会拼死杀掉我。不应该会这样。损伤太重，好痛！完了，完全没有力气了。好可爱的小姑娘，婆婆见了真是喜欢的紧。婆婆、爷爷，你们都来了。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第一次离家和陌生人在外过夜，我们当然不放心。师父。哦，你问那5个老鬼呀？我把他们5个一起变成衣裳。聒噪！直接杀了！胡爷爷，你们来多久了？
你们在兽背上大打出手时，我们便到了。看来你的训练还是少了，用了5476刀才将人砍倒。哼！你们早到了，却还让我自己打生打死，险些丢了性命。你可是超越灵体的霸体，居然被打成这副惨状。鸭爷爷，我在这里。莫尔，杀猪刀法属于战技流派，与那少年的控剑流派还有些渊源。战技需要双手掌控兵器，让元气最大程度涌入兵器，增强攻击威力，但招式单一。控剑术也曾是战技的一种，后来自成流派。它的特点是用元气丝隔空控剑，双手可同时攻击，招式灵活多变，但缺少力度。这两个流派都需要利用元气的属性力量。我发挥不出杀猪刀法的威力，也是因为没有觉醒霸体，元气没有属性吗？木耳，不要气馁，你还未觉醒，就能打死灵胎境巅峰的修炼者。等到觉醒霸体，就算是号称神下第一人的严康国师，恐怕也没你厉害。那我要早点觉醒霸体。药师爷爷，昨日的灵血我还没有喝，给你备着呢。霸体三单弓。莫尔，你……村长爷爷，我发现了一个用霸体三单弓的好办法，那就是跑着修炼。跑得越快，元气恢复的也就越快。村长爷爷，看到了吗？莫尔刚刚才耗尽了元气，几杯灵血喝下去，就元气大涨，并且已经渗入四肢百骸，开始元气淬体了。我是灵胎境巅峰时，打出第一道掌心雷，才做到全数淬体。我也是，那天我在风中奔跑，追上了狂风，踩在风尖上行走，元气如风吹百窍，欣喜之下，我从风尖上摔下来，差点摔死了。而木儿现在还未觉醒灵胎，便开始淬体了。难道霸体果然强横，是我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。好臭好臭！哎，等等我！我体内的元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。凭我现在的力量，再利用魔音，是不是就能彻底破壁？我觉醒霸体，伯伯和爷爷们一定会非常开心。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 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。上次我是借神女关的神魔之音，加强了我本身魔语的力量，才能把灵胎壁破出一丝缝隙。好强的阻力！现在光凭我自己的魔音还不够，我的元气比原来更强。要是能让元气不被冲散，一鼓作气冲进灵胎壁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运转霸体三单弓能聚集元气，那我就用它将散开的元气重新凝聚起来。神魔共鸣。
木耳笑声中，那激烈交战的神音魔音是哪里来的？恐怕和神女关遗迹有关。神谷铮铮，夜中起舞。当年昌盛一时的神国，而今灰飞烟灭，止于残阴。为何偏偏被木耳遇上？木耳长大了，可别老为操心。我陪他去江里洗洗身上的脏污，免得又来些什么怪物想抓他。让木耳洗完就训练，等到修炼好了，管他什么共鸣都不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风萧萧兮不当寒。木耳，你洗快点儿，爷爷们还要训练你。神魔共鸣，即便是灵台敬天风也难以承受，同人更是随时可能魂飞魄散。眼下木耳还能承受，但长此以往，神魔共鸣对木耳来说到底是好是坏？神魔之音在木耳体内互相杀伐，铸成噩梦，一直在耗损他的星魂。这也是锻炼木耳心境的机会。神音魔音来自大虚，或许我们应该让他接触更多大虚异象。不行，大虚潜藏了太多危险。木耳已经证明了他有实力应对。我们是时候逐步放手了。被我捡回来的小婴儿，现在真的长大了。他只是残老村养大的孩子，总有一天要离开的。外面比大虚还要危险得多。至少，在他离开前，我们要教给他足够活下去的本事。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出门历练了，太好了！不知道大虚的遗迹里还有什么秘密？会不会对我冲击灵台壁有帮助呢？
元婴八世第一世，只身东海，袭春雷。还是没能做到掌心雷。那爷爷说一拳一掌，迸发雷霆爆音，雷音要威力惊人，摄人心魂，才算达到了雷音八世的最低层次。遗迹，这里是永江下游，我不知不觉竟然跑了这么远。不是遗迹，是座庙宇。这些链条锁住了一个铜像。奇怪，大墟里多是龙王庙，这座庙里的铜像却不像龙，也不像神，反而有点像传说中普度众生的禅尊。瞎爷爷说，进庙烧香拜禅尊是规矩。我没有带香，只能在庙前歇脚。小生残老村人，家住在永江边，借宝地歇脚，惊扰了此地主人，心中不安。还有，木儿，你要是在荒郊野外落了单，千万记得说一句话。啊！夏爷爷是老江湖，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错。小生自幼体弱多病，庙里若是有神女姐姐，莫要来害我。哎，说话真是有趣。这位是神女姐姐吗？哪有什么神女姐姐？我叫仙青儿，就住在附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秦牧，就是姓秦的放牛娃的意思。哎，你的牛呢？牛变成了女人，现在没有牛了。怎么变的？你会变吗？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快进来跟我说说。带香不能进去参拜。你想知道好玩的事情，出来便是。进来嘛，你不是想找个地方歇脚吗？进来休息一下嘛。进来嘛。我自幼体弱。你进来呀。不。给我。进来！原来这些缠在铜匠身上的铁链，一端沉入永江，另一端就锁在这个怪物的身上。天杀的贼畜！你修成的禅尊捉了个剑客之妖吗？老娘就想吃饱喝足，你偏不让！你死老娘不成！贼畜！
你不是想动我吗？我饿死了，谁不记不得？谁那些凶残？送上门的肉，送上门的肉啊！那些白骨都是人骨，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庙中？虽然不知道妖怎么收成的这一尊，但这尊铜像可以镇压怪物，或许也可以助我破开灵胎壁。Kreta Maha Graha Kreta Maha Ashhata Kreta Maha Graha Kreta Maha Ashhata Kreta Maha Graha 邪魔外道，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这尊铜像竟能活过来！运送魔音，无法无天。我以禅音降你。没错，你要再见了！现在就是要我受苦受痛了！好强的禅意！魔音有效果。神音被禅意分散了，好机会！Kreta Maha Graha成功了！元气充盈全身，成功了！我真的破壁成功了，太好了！邪魔消散，本尊又有功德一件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嘿，奇怪，听爷爷们说，应该有4灵模样的灵胎才对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那是什么？一个小孩的石像。难道这个石像就是灵胎？怎么越看越觉得熟悉？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吗？谁雕了个我的像，藏在我的灵胎神藏里？好神奇啊，晶莹剔透的。还有点柔软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的意识进到了石像里，石像果然是灵胎。
我的霸体觉醒了！石像果然是灵胎，我的霸体觉醒了！奇怪，元气怎么还是没有属性？不会也被神封住了吧？回去问问爷爷们。刚刚铜像还活过来呢，这会儿怎么不动了？再用魔音引出他试试。正好一并治了你。他妈哈瓜哈，他妈哈帕什帕提。孽障，还敢放肆！那乌阿妈咪，果然是你在说魔语！最多，你是真相！都说了不是我！那乌阿妈咪。好小子，你居然敢这么对老娘！别念了，别念了，饶命，饶命！哼！魔音一停，又没动静了。说是镇压妖怪，又放任妖怪把人骗进来吃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贤青儿，你这庙里都有什么宝物啊？哪有宝物？宝物都被贼偷弄走了。嘿嘿，不过他倒是落下了挺多经书。经书？那小雷音宗，这名字和马爷爷的拳法雷音巴士好像。贼头想教老娘念经，哼！老娘找了个带毒。没别的了？没了，就这些了。Pratama。哎呀，我确实搜刮了点好东西。只有这些？你别小看了他们。喏，这柄燕翅刀就是六合神藏中才能运生的宝物，威力惊人，叫做灵冰。你这是什么刀？六合境高手用自身元气运养的灵冰，居然一碰到它就断。我们村雅爷爷练的，叫杀猪刀。这么好的炼制手法，造把杀猪刀。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不许侮辱雅爷爷！那包袱里藏的什么？没什么。你都有那么好的兵器了，肯定瞧不上我这小玩意儿吧？婆婆说了，凭本事到手的东西。一定要通通带走！谁教出来的放牛娃？老娘实录还敢打劫老娘，无法无天，真是无法无天！老娘与你们不共戴天，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，誓不罢休！你有没有在听啊？你就跟那贼秃一样，臭不要脸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杀我也！杀我也！这些都是你从古庙抢来的。木儿已经学会孝敬我们了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那舞女堪比七星境强者，镇压她的铜像也颇有来历。有次我见舞女吃人太多，打算杀了她，却被铜像阻拦，没能成功。马爷爷，铜像都镇住妖怪了，为什么还让他吃人呢？妖怪吃的人越多，罪孽越深，镇妖渡妖的功德越大，这就是铜像要赚的大功德。
领兵质量不好，不打紧，我带去香龙城卖掉。婆婆、爷爷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哑巴，你新炼制的铁耳没毛病吧？我好像听到什么霸体觉醒。沫儿，快说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村长，药师，咱们残老村万古无印的霸体终于觉醒了！木儿借神魔禅音破壁，的确觉醒了。凡人觉醒，闻所未闻。可我的元气还是没有属性，要怎么激发属性呢？这灵胎分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类，对应4灵属性。木儿的灵胎是什么？是个人。人？从未有过人形灵胎的功法。功法是人创造的，老子谁也不服，自创杀猪刀法，激发霸体属性的功法，为何我们不能创造？就算我们不成，木儿也可以自己创造。屠爷放心，我一定行。既然霸体已经觉醒，像从前那样修炼就不够了，得找个陪练，逼出他霸体元气的威力。神魔禅3阴共鸣的冲击与日俱增，即便是霸体也会损坏星魂。村长，你一定有法子，对不对？你当年乃是……我只是个老残废罢了。不过，有个人或许能帮他。从神女关回来后，你每晚都在做噩梦，梦到了什么？神和魔在打仗，到处都是死亡。我知道梦是假的，但你对神魔的畏惧却是真的，这才被压垮心境。木儿，你甘心输给自己的恐惧吗？我是霸体，我不认输。好，夏爷爷教你一门不需要元气属性的统法——直面神魔。木儿，你觉得石像为什么能抵御黑暗？因为石像会发光。石像并不都会发光，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画的人不一样。普通人的像不能发光，更无法抵御黑暗，石像也是如此。但这个是神的像，传说是神奇肉身所化，背着石像，相当于背负着一尊神，负神前行，奇重无比。石像相当于神。我教你的9重天开眼法，就是要开神眼，去见石像中的神。这两个是我的眼睛吗？你头顶的天，就是9重天开眼法第1重天，神霄天。记住天上的图案，那是神霄天的36天罡阵纹。现在，你再来看看石像，是否与从前有所不同？
继续看。神的势，神的运，神的气，神的态，神的元神。不准跪！一旦跪下，有了奴性就再难站起来。继续看。神和龟在动，是玄武。玄武神活过来了。不对，仔细看，这是旧时代玄武灵体修成的神奇。灵体，他是人修炼成的神，他还活着。他在旧时代就死了，如今只是个石像，一堆石头。你要跪他吗？你小时候还爬到石下上吃喝拉撒，为何长大了反而要跪？修炼之道重在修心。你的道心若是败给破石头，武力再强也干不成大事。延康国当朝国师，那位神下第一人，他曾说过一句看似大逆不道的话：破庙中神易，破心中神难。心里的神，压在你心上的都是伪神，假神必须突破。任何让你跪下做奴隶的，哪怕是真神，也绝不能跪。绝不能跪。反而要尿他。尿他？可神不是保护我们的吗？错，神的石像只是死物，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人。是从千里外把石像一个个背到村子的村长、哑巴、马爷，是他们让神为人所用。与其跪神乞怜，不如站着做自己的神。自己的神？怎么？小时候敢尿，现在不敢了？当然敢！嘿，这世上谁也不比谁高贵。去他的神！去他的神！又是你这个大个子！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脚步掉。你没有武器，那我也不用武器，咱们用拳头打。打拳。不打了，休息，休息。
知道。神魔禅3阴剑指，心境一变，木儿的噩梦也可以解除了。瞎子真是个骚情的怪才，居然想到尿石像，既破了木儿心中神，也破了他心中挖掉他一双神眼的伪神。那个意气风发的枪中之神回来了。枪神最强大的地方，并非是枪，而是他那双能够看穿一切招式破绽的神眼。当年的双目尽毁后，道心崩溃，多亏有了木儿，他才重新振作。这次为了传授木儿神眼，他竟以自己的心代替眼睛，开辟出了新神眼。新神眼将超过曾经的神眼，枪神也将超过从前的那个枪神。瞎子，你走出大虚时，你的敌人将会颤抖。木儿作为你的传人，必将有所成就。神霄天眼，看，这道圆环就是神霄天天罡阵纹变成的吗？我刚学到9重天开眼法的第1重，等修成9重，眼里应该会有9道环环相套的圆环了吧？像10个重叠的眼瞳一样。夏爷爷的眼法好厉害，第1重就能看到万物体内元气的走势，嘿，太好了！大个子，我学了个新招式，咱们来打架吧！消不掉！8式第3式9龙御风雷，我只是展过1次，就被他学会了。神霄天眼，开！你学会了招式外在的力量，但没有学会内在元气的运转，破绽太多。雷音8式第2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我哥，你弟，我更壮。神霄天眼对元气的消耗太大，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哎，大个子，我教你一个恢复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3弹功。这么快就学会了，真是个武学天才。你把元气运转的方法运用到全法里，就能发挥出雷音8式的真正威力了。我把完整的雷音8式打给你看。
修炼。明天我教你偷天神腿，咱们接着打。大个子进步惊人，很快不使出神霄天眼，我便无法占据任何上风。村长爷爷说霸体举世无双，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找不出霸体觉醒属性的方法，才会被大个子赶上。我必须加倍努力。没想到，最终帮我觉醒属性的，竟然是雅爷爷。那天，雅爷爷正教我用神霄天眼观火观水。木儿，心神守一，用灵胎吐纳，把火属性元气收回去。木儿，你在观水，想向瞎子教你的枪法。出来！霸体第2次觉醒，还是水火双属性。哑巴，你怎么想到观火水的方法？没有人知道哑巴的来历，只知道他被人割了舌头。现在看来，平日里最不显山露水的哑巴，恐怕是村子里除我之外修为造诣最高的人。将来我们死了，木儿也能活下去了。该死的，马爷，我都快被你弄哭了。可惜死老太婆去了小楼城买东西，不然哭的最狠的就是她。这是好事，我们都应该笑。木儿，现在能做到元气化丝，以气控物了吗？这么粗的元气丝，叫元气胳膊也不错，打架也很威猛。炼气成丝，以气御剑，乃是控剑术的基础。元气胳膊的韧度、强度和灵敏度都大大不如元气丝，还是得早日炼气成丝才行。村长，我不明白，论起剑法，试问天下间还有谁比你更强？我们都将各自所长传给了木儿，你为何不传？我想传，但木儿担不起。当年我手脚齐全时也没能担起。否则我也不用躲在大徐。难道你的手脚是被剑斩断的？传我的功，便要担起我的责任。我担不起，现在的木儿更担不起。我知道了，我亦担忧，等有日木儿踏出大虚，我们的前尘往事会一一找上他。偷天神腿，踏破须弥山。
个子，你学得真快！来，接着练霸体三单功。大个子是这个领地的统治者，也是这些族群的保护者。他对入侵者很凶，对自己人却很好。看来这里就是大个子躲避黑暗的遗迹了。好雄伟的宫殿！这也太气派了！这石像也是神的肉身所化吗？神霄天眼，看！神韵气派非凡，这位神是什么灵体？跟爷爷们说的4大灵体都不一样。我从没见过，难道旧时代不只有4种灵体？小不点来了！小不点看啊，这是霸体三单功的导引图。大个子，你是发现了壁画上的功法跟霸体三单功相仿，才带我来看？霸体三单功难道是旧时代的功法吗？居然被刻在了墙壁上，恐怕这些壁画就是霸体的后续功法。先将它们记下，等回村后再好好研习。这座宫殿如此破败，不知道上面的壁画还能保持多久。不过没关系，哪怕壁画被完全毁掉，也会在我这里流传下去，交给下一个霸体。这是龙爷爷教过我的旧时代文字，上面写着永江，就是我们村口的那条。难道这是大墟的地图？大个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奇怪，这里应该是残老村，地图上却没有。附近反而画了一条龙，还写着永江龙王。这口井的旁边写着天井龙王，而这里竟然写着海眼龙王。可我分明记得，这里是婆婆和爷爷们常去赶集的奶奶庙。龙庙，这么多龙王，难怪大墟有这么多龙王庙。诶，仙妻儿被镇压的古庙，还有婆婆去卖东西的香龙城，都不在这幅地图上。太阳船，这世上还有能装下太阳的船？还有这个月亮井和月亮船，大墟分明没有月亮，难道都躲到了这里？神女关，我去过这处遗迹，当时有神女夜中起舞，抵御黑暗。婆婆曾说，在黑暗降临大墟之前，旧时代有个昌盛繁华的神国，后来灾变爆发，天塌地陷，大墟才变成现在这副荒芜模样。难道这幅地图就是灾变之前的大墟？村长，这次我去香龙城的路上，见到一些人。黎江派来寻仇了。这么快？
来人之中应有不凡之辈，若是摩尔被他们缠上，倒是个麻烦。无妨，摩尔同魔猿日渐亲近，他一早就出村寻魔猿对练去了。只要让那些不速之客在木儿回村前消失便是。原来你住的这片山谷叫镇妖宫。龙爷爷说过，殃是殃的谷字，由戴家的犯人象形而来，是灾祸的意思。这座宫殿到底镇压着什么灾祸？这里没人啊，怎么会有咀嚼的声音？我们的影子都好好的，哪来的第三个影子？他是谁？吃了。屁！难道这是魔的影子？算了，管他是什么，现在逃出去才是关键。他妈哈瓦呀！大个子！这具魔人竟能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成功施展出掌心雷。不过，这招太过强大，让我也同时力竭了。竟然会念魔语，是我族后辈，真可笑。魔神威力印乃是我族核心法门大自在印中的第一印，蕴藏无上力量。你手中却如此虚弱无力。原来这招叫做魔神尾力印，晚辈愚钝，只学了些皮毛，没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。一知半解，当然无法发挥出法门玄妙。大自在印共有4印，让这猴子退开，我将余下1把传授给你。是，滚！这位前辈与我同族，不会害我。别担心，你先出去等我吧。小子，你靠近些看，我只教你1遍。这是第2天魔自在。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。这天魔自在印竟有夺魂摄魄之效，印性很厉害，令人防不胜防。
小子，你看见殿中的长鼎了吗？他们的力量始终压制我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进来吧，我怕你看不清。前辈放心，晚辈眼力尚可。第三印，格亚纳，大智慧印。现在只剩下第四印，大自在天魔印。这是千三印合一的最强印法。不过这一印更加复杂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只要拔下这些长鼎，才能让我喘一口气。你进来帮我，我便可以将完整的印法传授给你。前辈，我还是不学了，我笨得很，连第三印都没学会。只要你拔下钉子，我便有力气教你第二遍。前辈刚才说过只教一遍，我怎能让前辈食言？我这么笨，有负前辈的期待，心中愧疚不已。不，你很聪明，你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魔神伟力印和天魔自在印，连大智慧印也记得7、8成。我欣赏你的资质，可以破例多教你一遍。还是说，你在骗我功法？我好心好意教你，你却骗我！前辈何出此言？分明是你想骗我进去为你解封。那些长钉就像是婆婆的针线，把你的影子连同3魂7魄都封印在这个遗迹里了。你早就知道。前辈怎会不知你我并非同族，不过是想引诱我进殿为你拔去长钉。恐怕前辈一脱困便会将我也吃掉。我只是将计就计，骗了你2招半的印法。小骗子，我要弄死你！还想骗我？我可是被瘸爷爷从小骗到大的，连婆婆给我买的糖葫芦都被骗去了无数次。你以为我们不是同族？想的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对我们这种忠厚老实的人而言，大虚实在太危险了。是鬼，大鬼，小鬼。里面那个确实是大骗子，我可不是什么小骗子，不过是从小吃亏才勉强学得机灵一些。大个子，这个地方你怕是不能再住了。好吧，这么多残老村确实住不下。
你记得勤加修炼，那偏殿也千万不要再进去了。走。这是你留下的掌印，也是你作为领主的标志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大个子，你……我的，你的。空中有人，他们为什么撒那么多纸花？怎么往残老村去了？听闻残老村的司婆婆手艺了得，我等想请婆婆裁几件衣裳。敢问要什么衣裳？尺寸如何？要做寿衣，一共9件，就按照你们村里人的尺寸剪裁吧。听说马爷的棺材很不错，还要劳烦再做9口棺材。乐意效劳。婆婆，村长爷爷，不是去修炼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看这帮陌生人来势汹汹，担心是来找麻烦的。看来应当是10件寿衣，10口棺材。千秋在，付定金。是。死人的钱。村长，寿衣和棺材今天能做好吗？你若是急着用，现在便可以做出来。请。多送你们2口，一共12口棺材。老先生还满意吗？老身也多做了2件寿衣，保管合身。1、2、3、11、12。哎，他们有12个人，马爷爷和婆婆真体贴。听老先生口音，像是南疆人。据说神下第一人严康国师一统南疆时，召安了一个大派，叫做漓江派。漓江派掌教墓碑峰，神通出神入化，伸手可断江流。不敢当，老朽正是墓碑峰。老朽有5个师弟，承蒙各路道友看得起，称作漓江5老。他们的弟子人称漓江5子。前阵子，他们师徒还来了大徐历练。5老5子，不就是想杀我和婆婆的那些坏蛋？大徐很险恶，我可真为你的师弟师侄们担心。是啊，大徐到处是凶神恶煞之辈。我见他们数月未归，就一路搜寻过来，幸而找到了他们送命的地方，也锁定了杀害他们的凶手。其中一位是天魔教高手，凶器和司婆婆的针线差不多；另一位用木棒施展刀法，应该是个刚修炼不久的年轻人，倒像是小兄弟你。这个墓碑峰是来给他们报仇的。他们10件寿衣10口棺材，
原来是想把我们村的人杀光了装进去。哑巴别骂了，他听不懂。穆兄既已归顺延康国，想必也是朝廷命官吧？老朽现任南疆武苗府的府牧，官从2品；漓江五老则是苗疆副都护，官从3品。不知穆兄前来寻仇，是要讲朝廷规矩，还是江湖规矩？老朽做惯了山野村夫，还是按江湖规矩来。老朽的徒儿千秋也是灵胎境，小兄弟，你可否施展刀法？他过招，有本事来跟老子打！住手！穆兄没有借延康国师和朝廷的力量压我们也不能坏了规矩，谁都不许帮忙，也不许开口指点。木儿，去，棺材和寿衣就在那里，要么他死，要么你死。我在屈师弟尸骨上研究过你的刀法，也在秦师妹尸骨上研究过你的腿法，的确精湛。可惜，你的战绩过时了。过时？200年前，控剑术与战技2派论战，延康国师一人一剑横扫天下战技强者。当下是控剑为王的时代。好快的剑，就像预判了我的动作一样。你出招的习惯已被我掌握，接下来你会攻击左面。可恶，被他看穿了。他的35柄剑，每柄都在施展不同的剑招，相当于35个人同时与我对战。无论攻击哪里，都会被阻击。发现了，战绩陈旧的搏杀路数，在控剑术面前不值一提。那就破了你的控剑术！千秋虽只是灵胎境，以气御剑的造诣却极高。他幼时曾以元气控笔，于30丈外画仕女图，仕女图上的发丝根根分明，纹丝不乱。这位小兄弟想破他的控剑术，必败无疑。未必，木儿从来都不是个会认输的孩子，他是霸体，永不服输。霸体？他控剑的元气丝好细，肉眼根本看不清。手向天眼，开！找到了！切断你的元气丝，看你怎么控剑！狂妄！我的剑不只是剑，更是漓江千回百转的江水，南疆第一控剑术——漓江剑法。剑势竟然能像流水一样运转，把元气丝都藏起来了。你的战技只有双手，而我的控剑术却有35路杀招。银鳞漓江水！
脚上！别小看战技，关火！你能操控多少剑，就有多少只手和你打。雷音八式第8式，千手禅尊。自废武功罢了，你双手重创，怕是连刀都拿不起。杀猪刀法！想模仿空间术，一袭御刀吗？这么粗的元气丝，刚劲有力，但速度太慢。天魔自在印，伊斯巴哈，魔道手印。赢了！救救！救救！这印法是你传给木儿的？我也没见过这种古老的印法。用魔音魔功的阴邪手段取巧获胜，与天魔教无异，令人不齿。穆兄，这口棺材留给你的弟子，还有11口棺材空着。棺材做好了，自然要用上。请。木儿，再仔细看看，还是婆婆和爷爷厉害，堵住了他们的阵眼。阵眼可不止在村内。漓江水龙阵，起！这种流转的江水，是南疆的漓江。漓江派依水而生，200年前老朽观水势使之剑士，领悟漓江剑意，自创漓江剑法。今日便以阵请漓江，剑荡大虚邪祟。江水里的水珠好奇怪，里面似乎冒着寒铁的金光。小心，那不是水珠，而是剑丸，由数以万计的剑所炼成的剑丸。死哑巴，别耍木耳，他手还有伤。这是几万柄剑炼成的剑丸，有几万斤重。不说话的坏胚，一肚子坏水。木耳，不要学他。剑丸里的都是子母剑，只要找到母剑，就能将子剑统统收起来，缩成剑丸。他们竟能同时操作万把剑，瞬间造出以剑构成的龙。瞎子，我有屠龙计，今日破鱼江。撤！这才是夏爷爷枪法的真正神通。
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过去，我一直想寻你一战，看看我穷尽一生所创的离江剑法，与你真至神境的枪法究竟相差多少。可但我有机会相逢，就听说你被人挖去双眼。而今，你见到了。没想到你失去了双眼，枪法却更胜从前。我们漓江派习俗是水葬，尸体见不得土，还请道兄成全。放心，村口就是永江。得见神枪，死而无憾。国师，我们的时代终将有望诞生出新的神奇。漓江派可能会从南疆除名了，掌教、门中高手都死了，这个门派很难存活下去。漓江派是严康国师亲自诏安的，要是灭门了，会不会惊动他？会，但有黑暗在，他不会轻易踏入大徐。那他背后的严康国呢？那个伪装成国家的庞然大派，吞并各方势力，让各路高手进入朝廷、军队，把疆域推至大徐边缘。大徐可是有着无数神迹的地方，他们怎会不觊觎？我了解严康国师，没有什么能够吓倒他，也没什么危险能够阻止他。他一定会进入大徐，说不定他现在便遥望着我们。严康国的控剑术日新月异，短短200年，严康国师就让天下剑法实力大进，真是后生可畏。连木儿都对控剑术上了心，见了漓江派的剑偷偷练呢。可惜，咱们村有人会最顶级的剑法，偏偏不想教他。漓江派那小子说的有理，总待在村里闭门造车，眼界闭塞，确实会落伍。这次去奶奶庙赶集，你们把木儿也带上，让他去长长见识。这里就是地图上标着海眼龙王的地方，会和奶奶庙有什么关联呢？木儿，奶奶庙可是个见世面的好地方，每逢初1、15，附近200里的村子都会派人参加庙会，带着货品以物易物，很是热闹。嘿，婆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别急，再往前。啊！
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鱼，还有人。神霄天眼，开！这位老奶奶难道就是海眼龙王？这里是海眼，海水都去哪儿了？旧时代的大墟本有一片大海，后来灾变发生，一夜间海水消失，海眼变成陆地，但海中的生灵却存活了下来，上岸谋生。我们称之为渔民。渔民们办庙会，是在纪念逝去的海眼龙王吗？到了，那就是我们残老村的摊位。薛爷爷，咱们村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去把笼子的刺帘挂到台上，然后站着别动。哇，要在这里打擂台？哇，要在这里打擂台？不少在外界混不下去的高人，被逼得躲入大墟。只有庙会，才能将这些高人和他们的弟子聚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打擂，就可以见到天下所有流派的功法。原来村长爷爷让我来庙会，就是想让我和各个流派的人实战，增长见识。脚踢永江无敌手，横扫大墟800村。不知死活的小子，稀罕，太嚣张了！老爷爷写的这么嚣张，我会不会被人打死？打死这小子！不是要打擂吗？爷爷们在干什么？笼子，快写个批注，境界高的必须自封神藏，可不能真把木耳打死。就是他，往死里打！下一个，打擂对赌，对着他了。跌打损伤，药到伤愈。拐了，上等拐杖。全因他们说的没错，缺乏力量。其他村的武者都有着独到之处。运道太好，又赢了。下次可以找我逆天改运啊，我还会像是算命的。原来爷爷们的打擂生意是这么做的呀！下一场我来对赌。
老如来的细气罗，你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？大雷音宗天龙院首座，景明。马爷，你来。景明，马师弟，当年你自断一臂，归还大雷音宗神通，也归还了如来为你炼制的细气罗，断绝师徒情分。而今却将我宗神通雷音八式外传给擂台上那个大虚器民，出尔反尔。哼！老如来已经答应我还俗，你管我做什么？马爷爷曾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，小时候他给我玩的那些灵明珠，原来就是禅珠。如来又是什么？听上去很厉害。既然违反了还俗的规矩，你就还是我大雷音宗弟子，跟我回去吧。当初你若不打下须弥山还俗，而今大雷音宗如来的位子就是你的了。不见众生，怎见自己？谁稀罕做什么高高在上的如来？我还俗有了妻儿，你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。为了妻儿安危，我自断手臂，然后呢，你们继续追杀我，让我家破人亡。既然执意要我死，为何我不能将大雷音宗神通外传？我们并非要杀你，以马师弟的造诣，做一个棺材匠，埋没了你的机缘。如来是要渡你脱离红尘苦海，重拾禅心，回到大雷音宗，以成正果。狗屁的禅心！杀我妻儿的时候，你们心里有禅吗？罪过，当年是下面的弟子误杀了你的妻儿，红尘苦海，干扰修行。这么多年，马师弟还没有明悟吗？废话！要赌便赌，不赌就滚！也罢，我与你对赌。这是我徒儿明心，他也是灵台境。马师叔，这次由他来与你的弟子打擂，如果他赢了，你跟我回宗；如果他输了，细气罗归你。我输了，你拿我的脑袋回去见如来。那可是你的命。脑袋没了，你妻儿的仇谁来报？去吧。是。这亦是你的修行。如果我输了，马爷爷就会死。墨儿，霸体无双，绝不可能会输。我相信你。小禅师，明心。放牛娃，秦牧，我是霸体，我一定要赢。观实力。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阳御风雷。雷音八式明明是禅宗拳法，
在他的手里却充满了愤怒。心中照。即便是魔猿，也扛不住九龙玉风雷的力量。小禅师竟能不躲不避。我大雷音宗功法与其他门派不同，走的路子由体表到禅心，修到体表称之体如来，修至禅心谓之心如来。这位小兄弟未得真传，只修到体如来的层级。你的弟子明心倒是自幼修习心法，如今已至心如来的表层。心法？什么意思？禅宗功法以心境见长，尤其是我宗心法如来大乘心，与雷音八式完美契合，两者相互配合，才能真正显示禅尊慈悲之力。慈悲？拳头不就应该用来打架吗？你的内心太过愤怒，接下来我也使用雷音八式，你就能看出区别。神啸天眼，开！雷音八式第8式，千手禅尊。你未修禅心，招式充满愤怒，千手禅尊尽是愤化身。小禅师的心法确实厉害，和拳法结合后，如同很柔软的威力。这就是他说的慈悲之力吗？我以慈悲力度你愤怒心。难道真像小禅师说的，我没有学过心法，打不出完美的雷音八式？如果因此害死了马爷爷，不行，我绝不能输，他一定有破绽。心如来，即有表即里的禅尊，没人敢向禅尊出手。木儿敢。找到了，就是那里，他体内元气最薄弱的地方。小禅师，这就是你心中的禅尊吗？我见人，人人皆禅者，禅尊皆在心中。我心中无神，这世上无禅也是高贵。去他的神！无魔，去他的神！我就是神，就是禅尊，就是魔。尔他玛哈瓦呀赫，尔他玛哈瓦呀赫。魔神稳灵音会让我力竭，也会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打出最强的雷音八式。这一击必须分出胜负。雷音八式第5式，日照阳魂，空中炼。我的破绽被他发现了。当年你急于求成，致使你修炼时咽喉处留有破绽。禅尊法相并不完美，看来你将这个破绽也传给了你的徒弟。没想到你竟能用魔道功法催动禅宗威能，跨越禅与魔的界限。什么禅啊魔的，都是你们定的，只要好用不就行了吗？是我输了。多谢秦施主指点，明行受教。傻孩子，别什么都学。马师弟，细切罗没了还可以再造，但头颅只有一个，你输了一次便是全盘皆输。你先赢了再说。
如来与你师徒一场，他当年为你炼制细气罗，是真心想让你继承衣钵。你的手臂，如来至今放在千尊塔中诵经贮存，望你有日迷途知返，重回大雷音宗。哼，要回也是打回去，不准再来骚扰马爷，否则我就毒翻须弥山。马爷爷，婆婆，既然担心老禅师再来骚扰，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木儿，这是你赢的，归你。他的名字叫西气罗，四股12环，是大雷音宗如来所炼。12环可以去除12种杂念，丈分4股，断4生，念4地，修4等，入4禅。它的价值堪比一整座香龙城。哇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老娘婆，这里有老娘婆吗？没，这里有老娘婆吗？我娘子难产。这个时辰，黑暗快来了。赶得及，我就住张庄寨，离奶奶庙不到20里地。哎，张庄寨啊，这个寨子不是死了很多婴儿吗？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娘子吧！求求你们！我随你去。啊！兄弟，你们家的婴儿都是一出生就死了。对，既然能怀孕临盆，不可能全都出生就死。恐怕寨里藏着不干净的东西，一直盯着婴儿，在他们出生时下杀手。啊！这……到了，那就是张庄寨。这个寨子怎么没有石像？婆婆，快跟我来！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我找来了残老村的老娘婆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怪不得房子都建在树下，原来石像被缠在树里。木儿，你开眼看看，倘若看见不干净的东西，你来处理。神霄天眼，开！婆婆在与婴儿接生，不能让不干净的东西安顺了。这棵树长得那么旺盛，但叶子却黑黑的。不干净的东西，难道就是它？他不是石像里的青龙神吗？他只是躲在死去神祇背后的蛇妖，一直隐身藏在树冠里，吸食那些婴儿的生命。羊水破了，多烧些热水来。哎，他害了多少婴儿性命？就因为这尊神祇挡在面前，你就
不敢杀了？敢！帮妖害人的都是坏石头。那现在，你就向这尊神出刀，斩杀这头大蛇！快，再加把劲儿！快点，孩子快出生了。童爷爷说，大蛇打7寸，杀这种大蛇，我只能出其不意，一击毙命。看见孩子的头了，再用力呀！就因为这尊神旗挡在面前，你就不敢杀了？木耳霸体无双，绝不可能会输。有武不真正保护老子早晚要劈你的身，杀回去！就是神，就是陈尊，就是我！我要向神出刀！找到了，7寸，心脏的位置，生出来了。关火！杀尊刀法第2式。日耀东海，天劫浪。婆婆，哎呀，乖儿子！婆婆，生小孩那么危险，他哪会叫？他的父母为什么还愿意把他生出来啊？像谁呀？像你。那是为人父母对子女的爱。爱？那我的父母我的宝贝儿子，为什么又丢下我呢？也许他们亦有苦衷。那时，放心吧，孩子安全了。她是我的母亲吗？我不清楚，他始终在江水里保护你，直到我将你捡走。这枚玉佩从小就戴在你身上，应该是你父母留下的。或许有一天，你能靠玉佩找到他们。大蛇是有人故意养在这里的。这种养蛇方式是魔道手段。大蛇死了，树却没有恢复生机，蛇的主人应该还在寨里。木耳，他说不定会来找你。死个瞎子！别吓唬木耳，今晚你去巡逻。哎呀，瞎子还要熬夜干活，真是人心不古啊！切，婆婆，她养蛇吃婴儿做什么？用来吸食婴儿的精气和魂魄，让他逆转先天根骨。哎，魔道功法也太损阴德了。哼，这可不是真正的魔道功法。他不知从哪儿学了魔功残篇，心术不正练偏了，竟对婴儿使下三滥的手段。木耳，今晚来的人你对付不了，只管看着。
这是魔影幻魔功。这不是婆婆锁魂定身的造化天魔功吗？真正厉害的法术，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。敢在老身面前以影子做法，教主夫人曾经何等狠辣，如今都成了救苦救难的老娘婆，实在可笑。她在婆婆房里，我得去救婆婆。八体三的功，你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不率性为魔，何必修魔道？你不配再拥有魔典，交出来！圣教让你率性自然，不是任你放纵作恶，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越来越多，天圣教才会被人当作天魔教。天魔教？离江派曾说婆婆是天魔教的，那影子也是来自天魔教。哼，你怎么不敢看我？婆婆房里怎么多出来了一个人？夫人，你答应过我，绝不杀天圣教弟子。滚回去！婆婆身体里怎么会有另一个人？原来你没能杀死他，反倒让他成了你的心魔。心魔扰乱心智，正是我杀你的好时机。不好，婆婆危险！他的名字叫西绮罗，可以去除12种杂念。杀了你，魔典就是我的了。杀了他！该死的老如来！40年了，还是只能把你镇压回去。怎么就练不死这天杀的老魔头？婆婆，影子要跑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老瞎子，黑暗还没过去，当心出寨后啊被魔怪吃了。多谢提醒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我听闻天魔教教众遍布天下，教内有360堂，对应世间360行，其中有个影堂，到处做暗杀生意。没想到影堂把暗杀生意做到大虚来了。真不愧是教主夫人，躲进了大虚都能让堂堂江神做他的打手。可惜差一步，魔典就到手了。多谢了，再见，一路走好。婆婆，死掉的更夫是不是那个影子？
他说婆婆身上有天魔教魔典，天魔教是什么？他是谁杀的？魔典又是什么？昨晚说话的姐姐是谁？婆婆是教主夫人吗？那心魔又是谁？萧爷爷，死瞎子，人是你杀的，别装死。婆婆，天魔教被外界称为魔道第一大教，婆婆与他确实有些渊源。啊！那个心魔是天魔教的一个老魔头，与我有恩怨。我为了炼化他，才盗走了天魔教的魔典。现在影子死了，婆婆是不是就安全了？魔典是镇教之物，天魔教的人为了夺回魔典，已经追杀了我40年。啊？这群人往往一窝蜂出现，杀了一个，恐怕未来会有成千上万个找上门来。这位兄台，此地妖气弥漫，敢问是否有妖物生事啊？有，妖物已经被邻村的一个少年斩了，是条藏在树中的大蛇，早上还死了个更夫。就是这儿。起！是营堂的莫堂主。他修习我教功法，却误入歧途，以致走火入魔，残毁受怨念负累，不得解脱。执法长老，送他最后一程吧。杀婴修炼，罪在不赦。圣教执法严明，失之以焚刑。下一处，残老村。木儿，你打擂得来的那只鸡婆龙下蛋了，快去鸡窝里把鸡蛋捡来。好。这鸡婆龙不愧是龙和鸡的后代，生的蛋都这么大。木儿，你连腹肌之力也没有吗？把
七举世无双，我不应该输给鸡婆龙。我要再去找些别的旧时代功法来好好学习，迟早要一雪今日之耻。啊！婆婆，臭小子，还学会故意引我暴露了。婆婆放心回去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嘿，我真的能照顾自己，婆婆不必跟着。不是婆婆啊，那就杀了。连婆婆都敢杀，回村当心你的屁股。婆婆多半还会跟着。天圣教执法长老前来求见教主夫人。这里没有什么教主夫人，进了我们残老村，便与外界无关。又见面了，你当真要一直与外界无关下去？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活着的寥寥无几，我还活着，就必须为我叫寻得斯婆婆讨要一个欠了40年的交代。原来是找斯婆婆，那可不巧，她出门了。婆婆，你真的没必要跟在我身后。可恶，婆婆就是欺负我不能飞。瘸爷爷说过，只要找到风尖儿，就可以踏风而行。风尖儿，我找到风尖儿了！嘿，耶吼！嘿，婆婆，你追不上我了，回去吧。臭小子，又跑哪里去了？执法长老，40年都等了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你换人来，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是，村长，他们说的过夜，该不会是……圣教360堂，静待教主夫人归来。没想到天魔教360堂都进入了大虚。死老太婆在哪儿啊？这些人为了找她，都快把整个教派搬到我们隔壁了。
撑在风尖上，还能让风带着我继续向前。你没摔着吧？方才失礼了，我在我的风里小憩了一会儿，没想到会有人跑进来。我才失礼了，我在追赶风尖儿，不知道这是你的风，你怎么会御风的？是我从书上学的，可惜我不认字，只能按图施法，掀起妖风，吹动芭蕉叶飞行，做不到像你这样在风中奔跑。对了，你能追风，本事一定很大，你识字吗？可以教教我吗？好啊，我念给你听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我从前按图修炼，总是一知半解，多谢公子为我解惑。方才忘了，我叫胡灵儿，敢问公子名姓？我不是什么公子，就是个放牛娃，叫秦牧。这卷古籍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我也想学些新的功法，对付我们村子里的恶霸。是从那边的遗迹里找到的。遗迹？可以带我去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我只能带你到外围。遗迹深处有恐怖的东西，我不敢进去。不怕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带我去看看。这里是永江龙宫，龙宫不应该是水里的宫殿吗？怎么变成了山上一个破破烂烂的庙？公子，遗迹就藏在庙里。好像走了很久了，还没到吗？快了。到了。这里是永江的水底，是这些龙柱支撑起了江水，水才没有落下来。快一点！原来在旧时代，不同种族的生灵也可以做朋友，一起饮宴，就像我跟大个子那样。恐怖的东西就在那后面。
迷雾之后，有一个心碎的母亲，正在向我们求救。公子别去，里面有可怕的家伙。神霄天眼，开！永江龙王，是永江龙王。别怕，只是一具龙骨。死的？死的。但是就像活着一样，他是真正的龙。对了，马爷爷说过，九龙御风雷的全力是模仿真龙驾驭风雷的势头。我要关龙，学真龙在雷霆万钧间搏杀。成了，我关龙成功了，霸体觉醒了新的雷属性元气。爷说，心动恶念，西岐罗便响一声。现在响得这么频繁，是谁的恶念这么多？难道除了我和胡灵儿，这里还有第三个活人？是那个龙母吗？西岐罗对恶念的反应越来越大，到底是谁的恶念？公子好像越来越冷了。公子快看，那个龙骨是不是永江龙王？迷雾是他吐出来的。别怕，迷雾好像是永江龙王操控干尸的法术，他想要保护什么东西？这是一条幼龙，他被一把剑穿透了身体。这里一定发生过一场血战，永江龙王的孩子中了必死的剑伤，他不忍爱子逝去，将幼龙冰封在此，即使魂飞魄散，也留下龙骨日夜守护。永江龙王怕幼龙再受伤害，就杀死了所有的闯入者。这会是西岐罗感应到的恶念吗？我似乎听见了西岐罗的禅音。谁在说话？来者可是大雷音宗弟子，老夫顾里暖，延康国太子少保。这个老先生还活着，怎么他一说话，西岐罗就不响了？若救我出来，到了延康，我保你们荣华富贵。我是大虚人，不是大雷音宗弟子。我听说延康有个叫神域的东西要杀我们。那又如何？太子就是延康国的下一任皇帝，而老夫是太子的启蒙老师。有太子做靠山，你说老夫能不能保你？老前辈这么厉害啊！你为什么要跑到冰里去呢？当年老夫奉太子之命，带着门生探索大虚神迹。顾大人，是这枚珠子在吸收他人气血，输送给玄冰中死去的幼龙。此乃真龙的龙珠，不可再让龙珠为祸。我来收了它。不料，这竟是旧时代永江龙王的龙珠。我那些门生统统被龙珠吸走了气血，而我则冰封在此近200年。不吃不喝活了200年，公子，你信他吗？老前辈说的有道理。老前辈，你这黑旗子又是做什么的？一点护体的小法术罢了。
小少年，老夫拼尽一身元气将佩剑挪到兵外，你持剑斩了龙骨，龙珠便再也封不住我。我才灵胎境，如何能斩龙神的神骨？你不能，用了我的剑便能了。延康国集结能工巧匠，用尽天才地宝，锻造16柄一品佩剑，对应朝廷16位一品大员。我这柄是从一品佩剑，名叫少宝剑。和西岐罗比呢？大雷音宗一派之力锻造的，与倾国之力锻造的宝物岂可相比？快拔剑！用剑斩断龙骨！有你这么控剑的吗？这是什么拙劣的剑法？我不会控剑术，也没学过剑法。老夫教你。不学。药师爷爷说，会有人教我最好的剑法。如果跟别人学了，那人便不教我了。天底下最好的剑法就在延康国。延康有很多剑宗吗？哼，那些宗派自诩传承的是神奇道法，就以为他们的神通天下无敌。实际上不过固步自封。延康早在200年前就已经开始变法，国师排除门户之见，无视门派之别，搜罗天下剑法，召集天下剑客，共创新式剑法。集合天下人的智慧所开创的，是不是最好的？远胜过宗派数千年如一日的旧招式。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眼界，简直无法想象。延康国师听起来好像还挺厉害的嘛。最好的剑法就在面前，你学不学？我传你控剑的口诀总行了吧？行吧。我这门口诀叫做丹心诀，丹心便是赤子之心。来，跟着我念：以心控剑，以心控剑，心至剑至，心至剑至。快斩杀永江龙王，救老夫出来！这器名憨厚老实，真有些不忍杀他。可谁让神谕说了，神之器名必须要死。待我杀了他，抢了西岐罗，连同龙珠一起献给太子，也算是立功。公子，西岐罗又响了，恶念又来了。一定是永江龙王见你要斩龙骨，又起了杀机，得尽快除掉他。老前辈，你在撒谎！永江龙王的龙珠只将人变成干尸，可这里却有很多枯骨。干尸和枯骨是2种不同的死法。那些枯骨身上的衣服和老前辈很像，应当就是你死去的门生吧？门生既然不是永江龙王所杀，那他们是如何死的？难道？我推测，这黑帆就是真相的关键。老前辈被封在冰里，无法挣脱，担心自己会饿死，就痛下杀手，将所有门生的元气、血肉一并吸食，才在冰中活了200年。
都是瞎猜，做不得数。小狐狸，你帮我斩龙骨，我传你更好的功法。胡灵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前辈一呼救，细绮罗就不响了，恶念消失了。可刚刚他以为能脱困，恶念就又出现了。哇，原来恶念是他的。没错，他饿了太久，想要吸食血肉，却见我们有细绮罗守护，索性骗我们帮他，然后杀死我们。臭小子，你进了这里，就注定再也无法离开。危险！快跑！杀了我们，也没法脱离玄冰。放心，我至少能再维持100日，等待下一个猎物。休想！八级散弹弓！你逃不出我的掌心！不救！我乃堂堂太子少保。公子真的不是老狐狸修炼成人吗？嘿嘿，好厉害，好聪明。那是因为我从小被爷爷们坑蒙拐骗，婆婆还骗我去鸡窝捡蛋，那可是鸡婆龙，很凶残的。婆婆辛辛苦苦等你，你居然说婆婆的坏话。婆婆，看我新得的少宝剑，它比西岐罗还厉害吗？2个差不多，都是足以镇派的宝物。小狐狸帮你得了宝贝，咱们得感谢她。婆婆有本秘籍，能让你修炼时少走些弯路。可我不识字。倒是实诚。念在你美与姓顾的合谋，婆婆便不骗你了。若你真按照秘籍修炼，定会走火入魔，死得凄惨无比。公子说的没错，他们全都是坑蒙拐骗的行家。哎，什么时候对面多了一个镇？圣师连续，圣师是谁？婆婆，你的手好凉，脸色也变得好差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悠悠，见了祖师也不打声招呼吗？啊？司悠悠拜见祖师。司悠悠，第一次知道婆婆的名字。司婆婆，天魔教的道友来到这里有2日了，只是没有见到你，人家不愿意走。自圣教主惨死，圣殿遗失，40年来圣教一盘散沙，而今又有延康国师虎视眈眈。我老了，没有多少天了，只盼着选出一位精才绝艳的新教主来。这人是婆婆的祖师，怎么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？所以，星魂之夜杀掉厉教主的教主夫人，
便是你的最佳人选。可教主被杀，不是该报仇雪恨吗？新教主杀了前教主，夺走圣典，说明新教主更有能力，自然要拥戴他。居然还有这样的规矩！不愧是魔道第一大教。哎，四老太婆，你怎么不留在天魔教做教主啊？留在那里，我心魔更重。如果悠悠拒绝归教，那就是外人。这杀害本教教主的行为，罪在不赦，必血债血偿。要杀婆婆！村长，司婆婆是残老村的人，她不愿意走，你们带不走她。道兄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，只是事关圣教，该带的都要带走。圣教360堂，斩旗！那些人怎么凭空冒出来了？天魔教的传送旗果然名不虚传，大旗一斩一收，数万教众直接进入大徐，难怪延康国师迫切想要收复天魔教。得到这种神通，延康大军将席卷天下，一统各国。和我们这些老残废鱼死网破，天魔教也要死伤无数。延康国师定会乐于趁机将天魔教纳入囊中。延康国师的确想降服我教，不过圣典被盗，圣教主被杀，与灭教也差不多了。贵村若一意孤行，我天圣教碰一碰也无妨。就算他们人多，也不用怕，我会和爷爷们一起打跑对面的人，保护婆婆。木儿长大了，已经能保护婆婆了。不过别急，我先与祖师谈谈，谈不拢，就打个鱼死网破。悠悠，你本是我教圣女，逆天行要娶你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不同意的。但你没有阻拦。当初是你让我拜厉天行为师，他身为师父强娶弟子，身为教主强夺圣女，我杀了他。他却连死也要化作心魔纠缠我。我也没料到他日渐扭曲，俨然忘记了圣教主的职责。祖师如此英明，应该自己收我为徒才是。我第一眼看到你，便知道绝不能收你为徒。你太美了，即使不作恶，也会有人因你而作恶。世俗根本容不下你这样的红颜。哼，我要生存下来，就只能做司婆婆。除了真容，连声音也不能显露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还让我做教主？不怕红颜祸水，不怕毁了圣教？这40年，我找了很多天资卓越之人，都不如你。见过了最好的，再看其他好的，始终觉得差了点意思。
我藏在这副丑陋皮囊里的40年，是我最痛苦，却也最肆意的40年。不用做任人审判的物品，不必忍受令人作呕的目光。祖师，我是不会回去了。不过我可以还给你们一个教主，这个人天性纯然，不拘泥于神魔正邪之分。我相信他能引领圣教走得更远。什么？司老太婆要把木儿卖给天魔教做教主啊？怎么不卖我啊？天魔教是魔道第一大教，声名赫赫，当魔道老大一定很威风。威不威风不打紧，能保住婆婆才最重要。明天他们要先验个货，3天之内，木儿需一次性挑战天魔教360堂。堂主们会自封其他神藏，只留灵胎神藏与木儿对战。若木儿全胜，才算通过考验。360堂的堂主都是360行中的顶尖人物，身怀绝技。3天的车轮战，时间仅剩无重，木儿还是个孩子，他的身体根本扛不住。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为了婆婆，为了残老村，我跟他们打。好，木儿。药师，你去准备补药。哑巴，你去帮木儿把武器打磨一下。秦人连夜特训，把木儿调整到最佳状态。这疯魔般的刀法，令我想起一个人——天道。那个发狂向天出刀，杀入苍穹，被诸神拦腰斩断的天刀。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这些老残废藏在大虚一个看似破落不堪的村落里，到底都是什么来历？能得到幼优信任的，每一个都惊世骇俗，哪怕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的身份。我知道那个独臂人是谁了，大雷音宗弃徒。后来名动延康大理寺的马神卜，如来也老了，想请马神卜回宗坐镇。我们这一辈即将消亡，延康国势却正年轻。若新一代领路人迟迟不出现，各大宗派终将被延康国兼并，不复存在。希望教主夫人选中的人，未来能与国师匹敌。一炷天香代表1天，燃尽意味着1天耗尽。你要在3炷天香烧完前打完360堂。木儿，你知道自己进去后会面对什么吗？知道，我不会让他们带走婆婆的。得在第1炷香燃尽前打赢120位堂主，我要快！你是我要挑战的堂主吗？你的屋子里哪来这么多雨水？我幼时便行走江湖，为农民们做法降雨。他们称我为小雨师。承蒙厉教主看得起，封了我做雨堂的堂主。原来施法降雨也能作为行当，可惜这种法术我还没学会。教主夫人可是法术流派的顶尖人物啊，比我还厉害很多。所以当年她被选为圣女，而我落了选。你跟着她，竟然没学会法术？法术也是修炼流派吗？我只听过控剑术跟战技这2个。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法术和战技是最古老的2派。后来延康国师将控剑术推到巅峰，才变成了3大流派。
为什么要区分流派？集三者所长不是更好？唉，一个人钻研一派，即便耗尽一生的光阴和智慧，也难以修炼到极致，哪里还有时间钻研三派？瞧好了，这24节气鞭，便蕴藏了我从24节气中悟出的法术。无语，好神奇！你真能招来雨水？那当然。推法挺快呀！双降。你小子行啊！好冷，打出水和冰就是法术吗？我也可以。灌水。过火！破！于堂，你这么快就输了？这小子不知道学的什么野路子战技。龙堂，这小娃娃精得很，一招暗藏几10种变化，你们当心阴沟里反转上你龙堂的当了，他使的是大雷阴宗拳法，当头大日哪来的阴沟？行当你师傅读书人，这小少年哪里是使的禅宗拳法，明明是魔道真言。书堂，你害我！他用的是我教造化天魔功，封了老子3魂7魄。大雷阴宗拳法，魔道真言，造化天魔功。当心阴沟里反转。这些堂主施展的神通，虽然是日常所用，却都能用来作战。以后我也可以试试。已经烧了1/4炷香，我才打了这么几间房，元气耗损不小。还好有霸体3丹功能帮我恢复状态，后面必须加快进度。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好强大的压迫感。我是剑堂堂主，你背负利剑，那我们比拼剑法。啊，你都没有抬头，怎么知道我背着剑？剑就是剑，藏不住锋芒。可我没学过剑法。药师爷爷说我们村有人会天下第一剑法，我不能跟别人学，免得那个人不教我。谁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哼！你回去向他学一招，我倒要看看所谓的天下第一剑法，都胜过我多少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剑，我们可以比其他的吗？拳法、刀法都行。我只比最纯粹的剑法。好，你等着。居然！剑堂这个死脑筋，你用刀将这厮剁死便是。我也想。剑堂堂主，剑痴，剑痴。村长，要不你就传2手？对呀，是啊，你就教教呗，你就是教教我。时间太短。哎，原来村长爷爷就是天下第一剑啊！时间虽短，但好在木儿是霸体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霸体。先用你从顾里暖那里学来的丹心诀，控制
一根树枝去刺一棵树。我忘了，这小子虽然剑法糟糕，但元气深厚。再次杀猪刀试试。你刺杀猪刀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的元气丝太软，承受不了我刺出的所有力量。这就对了，因为你没有掌握剑法最基本的剑式刺。只要你学会了刺，天下间灵胎境的剑法高手能够胜过你的也是寥寥无几。刺，这个动作，用剑来刺，灵胎也要握剑，元气扎根在剑中，元气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剑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都是你的身躯。再次。元气丝好像能承受我所有的力量了。不够，要控制所有力量。腿的力量，腿是力量源泉，用瘸子教你的腿法向大地借力。拳的力量融到剑里。眼睛的力量，瞎子教你的神眼何在？让你的剑也长眼。你现在可以去见剑堂堂主了。等等，用这口剑吧。香燃烧了一半，我却连第一栋楼一半的楼层都没打完，得抓紧时间。来吧。很好，你自身已经有了剑的锋芒，出剑！我要看看是谁敢自认剑术第一。之前那把剑呢？婆婆说你只用灵胎神藏，我如果用真剑，会伤你性命。荒谬！这就是天下第一剑法，平平无奇。我没学到剑法，村长爷爷只教了我一个动作，刺。一个动作就敢来挑战我，不知天高地厚！此剑是。我的剑尚未触及到他的木剑，就被他的剑锋斩断。一个普通的刺，竟有这样的威力吗？剑堂，你怎么搞的？比剑还能输给一个小娃娃？他连剑法都不会。我也不知为何，一招便败了。那小子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否则仅凭一招基础剑士，如何能击败钻研剑道几10年的剑堂？祖师，莫非那放牛娃当真取巧了？不急，且再看看。才打完一栋楼，比预期落后太多，我还得更快。
我只放过牛，不懂跳舞的。那你直接认输？不，我要比，比是跳舞。小郎君，妾身这舞堂不比其他，只考考你的身法。若你能让妾身的舞停下，便是你胜了。姐姐的舞步好厉害，像蛇一样灵活。原来这就是身法考验，得先找到姐姐所在的方位。弄洒了妾身最爱的多颗胭脂，小郎君可得设法。小郎君身法诡异，妾身输了。姐姐承让。今后若是有难处，到任意一家五方乐坊收你长父庆爷，便可以找到姐姐了。好刀法，小家伙，走不完360堂，就跟我学做菜去。我一定会走完，不然婆婆就要被你们带走了。好，谁拦着你，你就用刀劈谁。等见到教主夫人，帮我告诉她，我阿瑶挺想她的，一直惦记着她的好。敢乱我姑汤营造池，我和你拼了！哎呦，哪里来的小猴子，连北汤也敢打劫？英雄，刀下留情！请归还我该逃的金饭碗！过防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他居然真的做到了。这小子好像有点真本事。诸位堂主各有所长，他却都能找到应对的法子。放牛娃的潜力不容小觑，的确令人期待。最后一炷香快燃尽了。这少年真是不寻常，可惜，他的时间不够了。是啊，我一定要打败他们，婆婆才能留下。还有4堂。剩下的堂主们，我有一个请求。3炷香的时间已定，我们不会为你延长。我明白，所以我想同时挑战你们4位。他疯了吧？这可是战斗力最强的4堂。不管他疯不疯，这份大错我北堂服。一个人同时挑战4大最强堂主，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如果他能成功，圣教就有希望了。
青龙、朱雀、玄武、白虎四堂，不负责任何行当，唯一负责的便是武力。即便你是教主夫人养大的，我们也不会手下留情。的气势。这些锋利的银丝都是白虎元气化成的。别逃跑呀，游戏才刚开始。看得动却看不破，源源不绝，这就是玄武元气。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同时挑战我们四人。我四堂以四大灵体命名，正因我等是四大灵体中的最强者。好恐怖的青龙元气，五脏六腑都要被劈出来了。你们是灵体最强者，但我是超越灵体的霸体。好，安火！杀出刀法第二式，日耀东海千里浪。朱雀堂，你上我的银丝做什么？是他的元气属性变成了火，在向我的朱雀元气借力。剑武堂，快来帮忙！关水！他又变成了水属性。不好，我的玄武元气被他吸纳了。青龙堂，滚！龙！龙御风雷！你到底是什么灵体？霸体！独一无二的霸体！赢了！他真的胜了四堂。一系战四堂，豪情震八方，败哉败哉！
少年英雄归我天圣教了。看到自家兄弟被打败，还这么开心，这可是第一次。大徐一个小小的村庄，竟有这等人才。那村里与我同一水准的有2个，一个是没有手脚的，另一个是打铁的。其他7个人比我教4大镇教天王左右护法使都要强。这些老残废都曾叱咤风云，他们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悟传授给我的孩子。普天之下，又有谁有这样的机缘，能同时得到这些人的指导？圣教的希望出现了。婆婆，不要走了。木儿，我教开山教主曾逢天上圣人坐时讲道，故而创立天圣教。作此实作，应承圣人之志，是教主，亦是向教众传道授业的圣师。请。那么多前辈，婆婆跟祖师都站着呢，我怎么能做？木儿，这个石座名为圣师座，是你自己打下来的，坐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少教主。啊，凡我教众，执弟子礼。圣教恒言祖师文元，空守圣师座40年，终迎圣师归来。圣教前代圣女见圣师，弟子司幼悠参见少教主。圣教4大镇教天王、左右护法使、8大督察使、12护教长老见圣师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圣教360堂见圣师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诸位请起。谢少教主。少教主，往后圣教托付给你了。谁能想到魔道第一大教，声名赫赫的天魔教，竟然在这个穷乡僻壤迎来了他们未来的教主，一个12岁的少教主。不愧是我们辛辛苦苦带大的，都是我们教导有方啊！啊，霸体举世无双，木儿的灵胎甚至可以3度觉醒，天魔教才是占了大便宜。霸体3丹功，觉醒3次才算完成3丹。此后战斗时可以从容切换各种属性，木儿也算小有成就。要是木儿还有第4次觉醒，我看你怎么圆。
圣教已有40年不曾走动，而今选出少教主，不过是暂时稳定人心。元康国吞并的宗派越来越多，我不知还能拖几年。祖师放心，木耳成年之后一定会走出大虚，带着圣典回教，执掌大局。祖师，这是我拆屋子的赔礼。哦，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一寸钩，一曲高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天魔教祖师，老瞎子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你，别过了。800老翁负闲愁，此生志满一休休。死后得以凌霄上，云自高飞，水自流。不愧是祖师，看淡了生死，觉得此生圆满，死后还要在天上笑看人间风云变幻呢。这就是大宗师。瞎子，你距离这种心境不远了。骚情，瞎子就是瞎拽诗词，倒是人家祖师的诗应情应景，不失豪气。你不懂诗，只懂苟且。次了，怎么还不明白大个子的山头不属于他呢？大个子，接着！我住你小不点儿，还！送你。你的雷音巴士快从体如来练成心肉来了，细气罗很适合你。这不是大虚的异兽。哇，好漂亮的大船！会冒烟，还会发光，以前从没见过呢。是从外界来的吗？神霄天眼。有一幅帛画，画上好像是永江，还有山川地脉遗迹。这些人记录大虚的地理要做什么？严康，是严康国的船。听说严康的城池已经建到大虚边缘，现在画地理图，难道是打算向大虚发兵？秦将军，有人在窥探战船。那个严康人的眼力好强。大个子，你会不会镇阳钟，把大虚地图毁掉，不能被严康人看到。不知道严康派了多少人来，得赶紧告诉婆婆和爷爷他们。看衣着，他
他们也是严康的，怎么鬼鬼祟祟追着那艘船？那人往下游逃走了，连我的眼神也承受不住。不是那些宗派的刺客，不必理会。神域严令各国封锁神器之地大虚，此前国师违抗神谕，让我自然署用丝绸与大虚通商，以使各大宗派不满，要求陛下诛杀国师。如今国师又让秦将军勘测大虚，我担心神谕。锦娘姐姐，我从没见过神，只见过那些宗派打着神谕旗号作威作福。皇帝不听话，他们就杀了皇帝；国家不向他们进贡，他们就灭了国家，好不威风。七公子，此行危险异常，还请七公子暂避舱内。我才不呢！大虚如此奇妙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多可惜啊！秦大哥是国师的弟子，你觉得国师不惜违反神谕也要与大虚互通，是为什么呢？大虚虽然蛮荒，但神迹秘宝数不胜数。严康只需丝绸、香料、茶与酒，便可以换来奇珍异宝，这才让我严康兵强马壮，也逼得那些宗派不得不臣服严康。那国师想进军大虚，又是要做什么呢？国师为的是江山社稷，只要将大虚纳入严康版图，每一个严康人都能研习藏在大虚神迹中的神通道法，不必供养那些蛀虫一样的宗派。将来严康人人之躯皆能比肩神奇。这样的人，那些宗派竟想着杀他，他们以神谕之法杀国师，我严康就以朝廷之法杀他们。所以七公子也逆行踪微服出巡，是特意等宗派的刺客动手。陛下旨意，凡阻拦此船者，视同谋逆，一律杀无赦。公子，公子，永江好像变红了。好多尸体，是尸体的血染红了永江。永江这么大，这得有上千不上万人的血才能染红吧？什么大妖，居然杀了这么多人！尸体似乎都是严康人，难道是刚才那艘船上的人杀的？奇怪，严康人杀严康人，怎么还要跑到大虚来杀？地动山摇的，这是什么动静？不好，他们在上游开战，加速了冰面破裂，提前形成了冰潮。这么多尸体和伏兵，一旦在下游堆积起来，堵住水道，江水就会反灌到江边的村子，形成大洪水。那该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们在下游帮村民疏通冰塞的水道。胡灵儿，你去告诉他们严康人和冰潮的事，我去找人帮忙拖住冰潮。村长爷爷还在村里，但他行动不便，还有谁能帮我？对了，还有那个家伙。木耳这小子又在忙什么？
唉，好无聊啊！仙青儿，无聊的我都幻听到放牛娃的声音了。仙青儿，是不是越来越近了？仙青儿，仙青儿，又是你这个放牛娃！我真没什么好东西能让你打劫了。冰潮就要到这里来了，我需要你帮忙拖住冰潮。啊？没兴趣，反正冰潮每年都有，这里有贼秃在，也淹不到我。你帮我，我可以帮你斩断铜像的锁链，助你脱困。就凭你？孽障，胆敢坏我渡妖功德，你可知道他的口腹之欲尚未戒断，你将他释放出来，他会吃多少生灵？虚伪！你高坐在庙里，仙青儿吃人你不管，庙外每年冰潮洪水你也不管，只想着你的功德。邪魔外道，冥顽不灵。婆婆和爷爷们每年都去拦截冰潮，救村民和飞禽走兽，救了无数性命。说靠功德就能修禅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早已是金身禅尊，才不像你是个铜的。放牛娃，我带你闯出去！老娘终于出来了！冰潮到了。大虚乃神器之地，大虚众生之恶，需要冰潮与大洪水洗涤，方能退去邪恶。这是大虚的因果。我只知道，你现在就在大虚，这冰潮是否也是你的因果？说得好！星星，能不能以冰潮过来？我们可以借铜像的力量拖住冰潮。好主意！风来！贼秃，你也尝尝冰潮冲刷的滋味吧！休想逃！完了，被他关住了！铜像怎么会小禅师的金钟罩？他也是大雷音宗的吗？可恶，他想困死我们！恶人暗算我！这一剑来自哪里？威力竟如此惊人！对了，一定是村长爷爷。分明是从正面，说什么暗算？大虚再也无法平静了。
听闻太子少保失踪200年，原来竟是与幼荣一起封在了玄冰里。老夫等了200年，终于等来了延康救兵。太子少保，为何只剩剑鞘？你的剑呢？被一个弃民少年骗走了。剑鞘感应到了我的少保剑，之前骗走我剑的弃民少年就在附近。那个铜像怎么会金钟罩？难道他也是大雷音宗弟子吗？大雷音宗的都是人，小雷音宗的才是妖。贼秃是小雷音宗的小如来。如来是什么？雷音宗怎么还分大小呢？如来嘛，就是禅宗老大。听说贼秃以前是大雷音宗老如来的师弟，后来他们闹翻了，贼秃就跑到大虚来，创立了小雷音宗，号称小如来。小如来是老如来师弟，而马爷爷是老如来弟子，那么铜像相当于是马爷爷的师叔，但从来没听马爷爷提起过。看来任何关于雷音宗的人和事，他都不想提起。贼秃立誓度众妖修禅，有天他看到我在吃人，非要毒化我，就用法相将我镇压。所以，铜像不是小如来本尊，只是他的法相。小如来小气得很，你坏了他的功德，他定会亲自来找你算账。放牛娃，我已经帮你拖住了冰潮，就此别过。浮边还堵着水道，就要演变成大洪水，我们一起清除浮冰。放开！为什么要帮你？你抢我宝贝，还害我差点被贼秃练死。不打不相识嘛。你帮我清除浮冰，就能救下无数生灵，你的功德会比小如来还要多，比贼秃还多。老娘认他很久了，我吃东西又不分善恶，只是饿了而已，就像你们人吃菜吃肉一样，草木虫兽都可以成妖，这不也是杀生吗？为何只镇压我？等救了大家，你的功德比他多出100倍，看看他还有脸镇压你吗？有趣有趣，我也可以有功德。这里苦兵这么多，怎么救？将你的元气借给我。斩剑士，云剑士，小剑士。魔剑士，皮剑士，夏老爷子，公子在那儿。一丈平江，好俊的神通，好深的元气。那不是杖法，而是枪法。3年前，漓江派被灭门，我在他们师身上见过这种枪法。难怪那弃民少年胆大妄为，原来背后竟有高人撑腰。终于退潮了。夏爷爷，你爷爷的气势可真恐怖，我先走了。仙青儿，谢谢你。延康那艘船朝着我们来了。
谋夺我延康朝廷命官佩剑的器皿，可是你。是顾里暖想吃我，我就拿这剑来护身了。他在你船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剑鞘也弄出来？有了剑鞘才是一套啊！哼，臭小子，你可知你犯了多大的罪？这把剑可是老先生你主动送我的，还非常热心传我剑诀，请问何罪之有？你有恃无恐，倚仗的是这位前辈吧？晚辈延康国师弟子秦飞跃，正四品中武将军，敢问前辈可是枪神？太新奇，一个瞎子而已。3年前，我延康国的南疆武苗府府牧穆悲风，与众多漓江派高手被枪神刺死在大墟中。前辈可曾听闻？哼，杀害朝廷命官，狂徒无法无天，大墟当用严刑峻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可叹！用枪法挑起整个永江。这老瞎子恐怕真是消失多年的枪神。一代枪神怎么变成了瞎子？我倒是好奇，我延康的真元炮跟他的枪法比，哪个厉害？众将听令，开炮！好大的威势！何人？谁？这人速度好快，你们可知他什么时候上的船？我的香囊呢？大师地理图。我的剑鞘去哪儿了？糟了，我的观音不见了。金将军，不好了，我们正准备开炮，但是真元炮核心丹炉的钥匙突然全都消失了。连丹炉的钥匙也能偷走？我知道了，他是神偷。当年他夜入皇宫，在众多大内高手眼前偷盗国库，盗走了神赐给开国皇帝的地碟。国库中无数线索杀阵悉数无用，幸得国师出手，才将他的一条腿斩下来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被他带着地碟远走，消失无踪。神偷竟然也是器皿少年背后的高人。回去告诉国师，保管好我那条腿，我会亲自去取。神偷前辈，把香囊还我！七公子莫追，延康打仗怎么还带个胖娃娃？一个戴面具的人。手撕砍不断。中央有毒，快闭气！是毒王，能招百毒。是百毒的毒王，导满舵，战船速退！秦将军，后方江面上也有一个敌人。不，
是半个人。哪来的半个人？他没有下半身。这刀法是天刀，向天横刀，几乎死在诸神手中的天刀，竟然还活着。七星神藏，开！全军听令，全速攀升！是。秦将军，这群人太难对付了，我们是否动用更强的武器？船上莫非还有什么法宝？这群人如果想对付我们，一个人出手就够了。他们是代表大虚，在向严康国示威。这次显然是警告，出手还是留有余地。我们无需死战，撤！是。回去告诉国师，大虚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，都休想觊觎。枪神、神偷、毒王和天刀，每一个都足以惊天动地。大虚不起眼的村子里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恐怖的存在。那个夺走少宝剑的少年，莫非就是他们的传人？这些老家伙不过是螳臂当车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国师进军大虚。我严康国会给大虚建立新的秩序。若是能招安这些宗师前辈，定会对严康大有助益。神偷可是盗走地蝶的罪人，地蝶留在国库也只是一枚摆件，能因此与老前辈结缘，说不定是严康的机缘呢。凑齐了。少宝剑的剑鞘，屈爷爷，你本事可真大！他们偷画大虚地理图的计划也落空了。这是什么？浩劫将至，大虚将变。
天赐良机，择此吉时，特邀各路英雄好汉聚首香龙城，风云际会，共襄盛举。不好了！大个子说，真阳宫里封印的那个魔影逃走了。还有更棘手的是，圣教传信，延康不日便要与香龙城议和。香龙城是大徐最繁华的城池，也是外界往来的必经之地，本就受延康影响极深。一旦事成，延康便能派100万雄师进驻，长驱直入，蚕食大徐。木儿，明日你与婆婆、瞎子潜入香龙城打探，要么阻止和谈，要么让香龙城不再是香龙城。与吾有期九合，风光气息很沃，城府将心华盖，价量龙息参差，更可门息4万，心为良心浩大。原来昨天的巨兽就是日行千里的永江江神富江。我们提供烟火和食物，富江承载我们往返，这就是大薛遵循的以物易物，利益互换。外人口中穷凶极恶的神器之地，却是我们美丽平静的家乡。我不能让大徐被延康卷入战火中。看，香龙城，从前的天龙星宫，如今的香龙城。昨日那些延康人也来了。大徐器民闪开，让6合境以上的神通者先行。请。哎呦，贵客贵客，请随我这边来。婆婆，他们明明也是大虚人啊！哼，仰头看天久了，忘记自己还踩在地上，凡事都要分个高低贵贱。可脱去一身皮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天黑了，你快看呐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星宿石。据传，在旧时代，黑暗降临后，天龙一族聚集于此，打造出夜晚发光的石头，代替星星驱散黑暗。天龙消失后，村民便称此地为香龙城，也叫做不夜城。延康选择香龙城作为突破口，就是想以星宿石克服大虚黑暗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打探消息。我去个人气兴旺之地。死瞎子，又要收个叮当响。木耳，我去找人，你去集市探听城内动向。集市还在正常运作，延康应该还没有大规模入驻。
大薛向来以物易物，香龙城却在用这个龙币。又遇上他了，原来是个放牛的。那些瓦罐看着破烂，却是神通者所炼，他倒是慧眼识机。您家里缺人手吗？我什么都能做，孩子们长大后也能做工。求您行行好，不缺不缺，只要不让我们分开，赏口饭吃就行，别走啊！世道艰难，连人命都不能当钱花。只要我们终结乱世，百姓就不会再陷于困苦。锦娘姐姐，钱带给我。钱你拿走。但这不是交易，你们不是为了当货物而降生的。哎，严康战船上的那个胖娃娃。什么胖娃娃？我在家排行第7，大家都称我为七公子。白白胖胖的，应该叫肥七公子吧？你，多谢公子。降龙城不把我们当人看，不如去大薛的其他地方，可以凭本事而活。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放牛的，我开始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喏，这个在外界应该很值钱，算我替大薛人谢谢你。这么贵重的谢礼，我们严康人不回礼可不行。有意思。严康将军、香龙城、大薛神通者，3伙人互相戒备，却又没起冲突，他们在等什么？秦将军，请。城主，天魔教教主夫人约在你的城主府见面，为何还不见踪影？黑尊者稍安勿躁，贵客马上就到。教主夫人，原计划中的花瓣是大玉天魔经，天魔教失落40年的魔典重现于世了。太美了吧！全是美啊！城主，叨扰了。我听过这个声音。你怎么不敢看我？
这就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如此绝代芳华，当真存于世间？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小时候，龙爷爷教过我这篇古赋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明白其中含义。教主夫人驾临，真让我降龙城蓬荜生辉。教主夫人不是婆婆吗？魔典也在婆婆手里啊。她跟婆婆有什么关系？前教主到底有几个夫人？40年了，教主夫人终于出山，想来是将魔典研究透彻，才广邀英豪来我降龙城一睹风采。嘿嘿，府上已设宴，请诸位过府一叙。大玉天魔经教主夫人，香龙城严康。这场宴会太复杂了，我必须进去一探究竟。有办法了！上面说器皿攻擂赛获胜可得100龙币，我要报名打擂。今日打擂名额已满，明日请早。这下该怎么进去呢？喂，放牛的。你是谁啊？果然认不出来了。我叫林玉秀。钟灵玉秀，好名字。我问你，我胖吗？你的脸蛋圆圆的，应该算胖吧？脸圆是天生的。奇怪的姑娘，但有点眼熟。你想入府？随我来。城主，我严康这里还有位朋友。既然与秦将军相识，请入座吧。好凶的严康人，在这里你可得小心。看，神断山、百善老人、灵谷大道、黑尊者、妙毒手黄莲夫人，都是大虚有头有脸的神通者。还有城主傅云蝶，他已修至生死境，是大虚中少有的高手。那你呢？我的身份，嘿嘿，保密。教主夫人，你叫大家来，不只是为了喝酒聊天吧？听闻很多人都想借大玉天魔经探寻成神之法，我索性邀大家齐聚一堂，看看除我之外，还有谁有资格做他的主人。别以为你有魔典就能逃出我们重重包围。谁夺走大玉天魔经，谁就是众矢之的。无论是大虚的高人，还是严康的贵客，我只为回应教主夫人邀约而来，不会争抢魔典。秦将军知礼，却不知城主若夺得大玉天魔经，便能在与严康的和谈中占尽先机。原来城主并不想反抗严康，只想为自己争取更多好处。城主与严康勾。
下在我府上做客，还请给几分薄面，不要伤了和气。对，和气生财。城主，擂台上的少年便是令郎庭月公子吧？据说城主夫人失踪多年，她从小没娘亲，似乎也是个可怜的少年。城主夫人。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。虽然她娘亲是个恶人，到底未让我长大，我与她也算有渊源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他可怜。他疯了，这根本不是比武，是屠杀。明月公子不愧是灵台境第一人。去年对战352名修炼者，无一人生还。小儿不过打死了一些大虚器皿，不值一提。说来，他也实诚，从不逼人比试，只需以钱财请人打擂。怎奈来人众多，百枚龙币却花不出去。虎父无犬子，公子真是英雄出少年。哎呀，多谢城主款待，饭菜很香，我打包一些回去给婆婆和夏爷爷吃，浪费可耻。孝顺的好孩子。这一餐要多少钱？来者是客，不收钱。城主不收，但我不能不给啊。100龙币是否够了？请稍后，我去杀个人，赢钱之后还你。庭月公子，听闻器民在此处打擂，赢了会有100龙币。我是个器民，所以我来试试。这小子为了赚100龙币，居然挑战庭月公子。胆子这么大的少年，很难活到成年，一般都是在这个年纪就死了。他才不，他。没想到大玉天魔经尚未决定归属，倒遇到这么一出有趣的事情。不妨我们打个有趣的赌，若庭月公子赢了，大玉天魔经便赠与城主；若是那个少年赢了，则继续由我保存，如何？教主夫人此言当真？3年来，少说也有1000人挑战月儿，没有能够活下来的。别贪吃，一会儿还有更新鲜的牲口。哼！气什么？在香龙城，低等器民和猪狗一个价儿，怎么就不算牲口了？用兵器吗？你可以，我随意。倘若你的水准能让我使兵器，我自会动用。你是学战技的？这是什么破刀？他叫杀猪刀，专杀猪狗不如之人。想激怒我？关火，杀猪刀法第一式，一战连城风。
听岳公子得城主亲传，已经能将元气凝成8只眼睛，以8眼观8方。看在你勾起我怒火的份上，就不拿你去问鱼了。我保证会一剑一剑削死你，让你死得比任何一个器皿都凄惨。小心！只要我的攻势足够迅猛，哪怕你看得到，也避不开你，拦不住。他用的刀法是极端强横的顶级战技，他究竟是何来历？该死的牲口，出刀越来越快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城主不会想插手他人打擂，坏了江湖规矩，令人不齿吧？自然。你的拿刀动作好奇怪。反手持刀是战界流派的必杀战技，将兵刃贴近身体，以便近身与敌人搏杀，使出致命一击。他是天刀的传人，他的必杀招会有怎样的威力？杀猪刀法第3式，急刀出进来，车马轰如雷。身赴皇宫，10万君王朝。竟然是这招！听闻天刀曾是一代文豪，却在落魄家亡之际弃文从武，孤身闯入敌国皇宫，一刀斩落皇帝的头颅。这一刀也被称作是天刀最凶恶的必杀之刀。我不习惯欠人情。我们大虚器民虽然穷了点，但还是有些骨气的。这里是100龙币，我的饭钱。这小子，豪杰满座，饮酒醉。杀了令郎，偿饭钱。痛快！把他拿下！这是那天神头盗走我观音时施展的腿法。他得到神头真传，显然没有人可以留住他。看来这个赌是我赢了。兜兜转转，大玉天魔经还是得由我收着。城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告辞。留下魔点，休要走！
带兵跟上那小子，使他杀了。锦娘姐姐，哲人引开伏兵，送放牛的出城。七殿下，不可为那少年与城主生气，打乱延康驻军计划。国师与副帅的大军，明日就要到达香龙城了，我们必须稳住城主。听说那家新酒馆不错，去尝尝。走啊！我还是闯祸了，没有忍住杀心，要尽快告诉婆婆和夏爷爷，提防城主报复才行。有人跟踪，是城主派来寻仇的。没错，就是那小子，就是他。城主转眼便走出丧子之痛了。父母是商人，自会权衡利弊。儿子还能再生，魔典却是千年难得一见。可惜大玉天魔经只有一份，该给你们谁好呢？魔剑是我的。七星剑，别被魔教妖女迷惑。奸夫不过生了副好皮囊，以40人换来魔典，真拿自己当魔典的主人了。阿杂之物，区皮囊都看不破，还妄想染指大玉天魔经。大玉天魔经竟能如此变幻，原来它不仅是记载成神功法的魔典，更是一件千变万化的法器。快追上吧！他们元气好深厚，似乎都是6合境的神通者。在那儿呢！不好，是死路！参见少教主。都是360堂的各位堂主，圣教在香龙城有这么大的势力吗？当然，大半个香龙城都是少教主的产业。我的产业？酒馆、客栈、赌坊、当铺、戏楼、衣庄、珍宝阁，整个香龙城的产业大半都是圣教的，干活的都是圣教弟子，但凭少教主吩咐。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下婆婆和夏爷爷？是。天上发生了什么？
天上发生了什么？他们这么多人在围攻教主夫人，为了争夺大玉天魔经。左回后清谷孤佛，八项元神巨响。八项天神功的确了不起，但只是了不起而已，远不配称作神功。现在想来，他的语气、眼神也和婆婆很相似。孝顺的好孩子，该不会他是婆婆扮的吧？哦，大玉天魔经竟能模仿我的功法。不对，我修400年方阵生死境，你才修炼多久？那模拟的只是表象。怎么可能？连神通也一模一样！啊！令郎的死让我有了暗算你的机会，你当时便被我的针法所伤。倘若你安分养生，不可逃过一劫。心太贪。大玉天魔经的造化篇分为天地人神鬼魔灵，刚才是反攻你法，造化天神。现在就是你们最恐惧的锁魂包体，造化天魔功。城主。木儿，是我。婆婆，你怎么？啊？婆婆把城主做成了衣裳。从前我将她夫人变成了牛，如今
你又打死了他儿子。哎呀，这家人还真是倒霉。不过他们作恶太多，当有此报。刚才和城主打架的教主夫人，果然是婆婆扮的吧？我明白了，婆婆先以魔点为由，引出香龙城的各方势力，再赴宴探听消息，找准机会，一举拿下城主。嘿，婆婆好厉害！等延康大军一到，婆婆就披着这件衣裳，掌管这座城，去见那位神下第一人延康国师。这边啊，夏爷爷，你去做什么了？怎么这么狼狈？夏老爷子，眼睛看不见，还想着出钱。他指着外面说有神鸟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换牌，然后就被赌坊扔了出去。木儿，之前我遇到一件趣事，一只大母鸟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浪，旁边还有只小公鸟，最后却被追得满城跑。2只鸟而已，死瞎子骂我们呢。夏爷爷，夏爷爷一直在赌坊，怎么会知道婆婆打扮成另一个人跑出去？以前村长爷爷说夏爷爷好赌，怕他输得精光，都不让他进城。这次特地叫他来，难道是有特殊用意？死瞎子，赶紧把你从赌坊打听到的消息说出来。我听一个武长说，城主让他们打理军营，延康国要派一支由20万神通者组成的先锋军入驻，还会带来数万灵兵。延康国一艘战船已经造成那么大的兵潮了，20万神通者会给大徐带来多大的灾难？村长他们呢？已经赶来降龙城了。事不宜迟，青龙堂，去通知其他堂主，准备行动。是。瞎子，按照计划来。木儿，你去城门口等着接应村长他们，我去城主府拖住秦飞运。战争要开始了。神霄天眼，这些古老的龙珠经历过这么多岁月，不知道能否撑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。放牛的，你在上面做什么？看香龙城的星星呀，和延康的一点儿也不一样。你不来看看？你杀了城主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躲起来？还守在城门边，不怕城主把你抓走？延康国的大军快来了，我要在这里抵挡他们。归顺延康不好吗？我来到大虚，就好像见到以前的延康国一样。以前的延康？那时延康刚建国，依照神谕，归属于宗派长生门管辖。然而长生门仗着神谕，欺压奴役百姓，令百姓过得凄苦无比，甚至易子而食，神世九空。延康人拼死与长生门打了600年的仗，直到200年前国师变法，才彻底除掉长生门。延康国师，我知道他，孤离暖也提起过。延康国师召集天下剑客，共创新式剑法。哎，他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想来大虚？变法艰难，延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攻。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，
就会功亏一篑。所以延康国只需要大墟里的神机秘宝来助你们变法，而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神之器民。如果大墟变成延康的疆土，器民们还能活命吗？延康会接受器民的，只要归顺，就一样是延康的子民。大墟的人做惯了无主之民，我们有自己的行事规矩，而你们不会知道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将要遭遇什么。延康的不败神话会在这里终结。我是延康人，任何与延康作对的，都是我的敌人。我是器民，不可能背叛大墟。战场上，我如果遇到你的话，绝不会留情。我也是。既然秦将军如此爽快，父某也定会竭诚以待。此次先锋军由我副帅天策上将秦简率领。能得天策上将亲临，我降龙城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来人，在通传降龙城上下，为延康大军开道中取。开好！飞跃已经和城主谈妥，大军随时可以入驻降龙城。无父无犬子，有天策上将和小秦将军里应外合，降龙城早已是我延康囊中之物。天策上将，前面就是神断山脉。传闻神断山脉是神斩出的山脉，连绵2万里，厚100余里，从而将大墟与外界完全切断，也将黑暗彻底阻拦在大墟。一旦跨过这条山脉，进入大墟地界，大军就会直面黑暗。宇渊将军，全军急行，我们必须在日落前进入降龙城。是。这些都是延康国的军队，爷爷们，你们怎么还不来啊？万一来不及，就只好我自己上。龙爷爷，你总算来了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夏爷爷说延康国来了20万大军。延康的先锋军一般分为4支：青龙军、白虎军行陆路，玄武军走水路，空中还有一支朱雀军。那我们2个人要怎么打？世上并非只有舞刀弄枪这一种打法，笔下亦有锋芒。
义。传令玄武军支援朱雀军。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。龙爷爷刚才画的雷云图，竟然真的变成了天上的雷云，好厉害！原来书画神通还能用来作战。上将，前方转至，要赶紧撤离风口。已经太晚了，全军猛攻阵型。玄武军的兵盾挡不住雷云未散，更添飓风，让我军死伤数万人。看来。之前在战船上见识过的强神、神通、武王和天道，大虚中还隐藏着别的高人。传令于渊将军，率白虎军、朱雀军绞杀雷云。白虎军听令，列白虎杀阵。是。朱雀军听令，列阳火阵。是。天策上将派金雕传来消息，城内有妖人做法制造异象，阻挡我延康大军。城主，你早前不是说已经处理好一切，连府内闹事的天魔教教主夫人和大虚神通者都解决掉了吗？难道你在糊弄我？大玉天魔经已在我手，林将军放心。传令下去，是将所有人给我赶到城中心的庙宇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底下作祟。我与你同去。作乱的妖人不识时务，捉到了他凌迟处死。届时还请秦将军在国师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城主身上的气味，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。屠爷爷，你也来了。延康国师都要来，我怎能不来？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正式开始。延康国师既然决定朝大虚出手，一定会不遗余力。全面进发了。阿爷，你跟哑巴瘸子入城去，协助瞎子药师尽快将百姓转移到庙宇遗迹。屠夫，动手！
楚爷爷，你在做什么？快下神通，等黑暗降临，延康大军入城，我便激发我的斗意，炸毁龙柱。还可以这样？龙柱是天龙星宫遗迹的一部分，将黑暗抵御在城外。一旦龙柱损毁，城楼倒塌，延康大军会被黑暗瞬间吞噬。而庙宇周围有星宿石，可护百姓周全。聪明，这就是我们的第2步计划。关键还得看聋子怎么拖住他们。作画，可挡100万雄师；山河破碎，万民痛哭。王者被魔神吞噬，无论敌我。这是18幅地狱图其一，百魔图。怎样锥心刺骨的痛苦，才画出世间无二的地狱百魔？当年的天屠国太子，风华绝代，精彩绝艳，是天屠国第1美男子，也是资质第1的人，却只醉心书画，曾言自己2耳不闻天下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就连荣狼国入侵天屠国，天屠国无力抵挡之时，他也无知无觉。等他从书画之道中醒来，国都已破，荣狼国正大肆屠杀百姓，战马踩踏着他妻女的尸骨，宫门上挂着皇后的头颅，甚至有士兵提着皇帝的头颅四处炫耀。天屠国太子疯了，他是个偏激的人，自问连国灭之声也不闻，要这双耳朵何用？他切掉耳朵，刺破耳膜，以百姓的血、亲人的血、敌人的血作画。画出18幅地狱图，他画出了地狱。
天屠国国都从此化为地狱深渊，戎狼国100万大军尽数跌入，化为地狱的一部分。那一役后，天屠国和戎狼国都亡了。天屠国太子也自此消失。我曾去过天屠国国都遗址，从18层地狱中走了一遭，深知他内心的悲痛与绝望，也怜惜这份才能，因此向陛下上书，要在太学院建立化圣阁。没想到在大虚，竟能得见这位最适合做化圣的人。只可惜，是我严康的敌人。看见了你们的决心，我严康要想进入大虚，势必要付出同等锥心刺骨的代价。天策上将，百魔战力非寻常士兵能敌，大军伤亡惨重。全军听令，结4项战阵。精妙的战阵，4项相连，万军元气尽汇其中。领军之人是神桥境高手，以他之能，载其万军之力。天策上将以战阵闻名于世，所持天策剑，在16口1品配件中排行第1，可将我所创4项战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。一人一剑，便是我严康国威。剑荡百魔，降百魔，鼓军心。大虚可破。破局于千里之外，好一个严康国师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有你的！来吧，来吧！我已经等不及看当时最强的剑与当年最强的剑一决高下了。当世最强的剑是严康国师，当年最强的剑自然是村长爷爷。他们如果交锋，会何等惊天动地！龙子争取的时间已经足够了，接下来的降龙城决战将无比惨烈。捷报，国师英明，
百魔图已破。太子少保，辛苦你赶来汇报战况。为延康，为国师效劳，乃下官本之己任。只恨下官被困大虚200载，尚无力参战。若国师亲自出剑，恐怕那大虚妖人连执笔的机会都没有。惭愧，我的剑法启蒙正是来自他的一幅画，画中人锐气勃发，像一口刚刚饮血的剑。我从中看到剑法的极致，苦研100年，仍不知是否达到了画中人的境界。画中人是谁？难道也曾在大虚中？若有机缘，自会相见。传我军令，乘胜追击，加急行军。命密水关都尉率30万密水军即刻出发，紧随先锋军，务必在天黑前进入大虚。副帅剑破妖法，先锋军行进顺利。城主，你说会抓住那做法的妖人，妖人何在？秦将军恕罪，我即刻加派人手，严密排查。国师已加派30万密水军，今晚必须一同入驻降龙城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变故。我降龙城上下必定全力配合。延康国师竟然又派出了30万大军。村长交代我潜伏秦飞跃身边，以获取延康情报，果然高明。延康大军恐怕会在黑暗降临前进城。百姓都安全了吗？我们怎么办？战！天黑之前，谁也别想从这儿过去。那是什么？黑暗将至，怎么还这么亮？天杀的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老子住在大虚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见。注意警戒，大虚神秘莫测，不知又施展了什么邪法。那是什么？船？传说是真的，果真有这艘船。萧息爷爷，你们回来了，也就是说，百姓都安全了。婆婆和虾爷爷呢？瞎子留在庙里以防万一。我们本想去接应四婆婆，却看见了这艘船。这艘船为何现在出现？真的是船！这不会是延康人造出来攻打大虚的吧？天色上将，少主威力太强，船队恐怕难以招架。一艘被巨人背着的船。令虎军速速避让！这艘船竟然在驱赶延康军队，保护大虚。几十万大军都无法撼动它分毫。太阳船，
这一定就是太阳船。木儿，你怎么知道？在真阳宫壁画上见过。相传太阳船长着24条腿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原来是由12名巨人扛着船体，拖着太阳跨山越海。太阳？那个大黑球就是太阳吗？它怎么是黑色的？难道熄灭了？哑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不是真正的太阳，而是黑暗降临前那个时代的生灵炼制的宝物。宝物？那它为什么熄灭了？这是鬼！燃烧着岩浆的鬼！快逃啊！这难道就是大虚中的古老怪物？青龙郡，白虎军听令，攻击船体！朱雀军全体闪开！天策上将，玄武军听令，施法降雨灭火。天策上将，玄武水遁一靠近巨人就被全部蒸发，无法灭火。袁出云，集结全军，先行撤离。哪怕是熄灭的太阳，我延康大军与这庞然大物碰撞，犹如螳臂当车。黑暗降临前的生灵创造的太阳船，的确非同凡响。如果这轮太阳重新点燃，将会是何等壮观的景象！神的气息，这艘太阳船上竟然还有活着的天神。船上好像有人，一个好大的巨人。相传太阳船上住着一群放牧太阳的神族，他们叫牧日者。他们之中驾驭太阳船的神叫做太阳手。可大虚是神器之地，神抛弃了大虚，为什么太阳船和太阳手居然现在出现，保护大虚？神存在于世，神域对延康国的约束亦难以撼动。传令，退兵，50年内不再踏足大虚。国师，这只是暂时的。太阳船不可能永远保护大虚，天神会死，牧日者也早已没落。50年后，我延康国应该有一统大虚的伟力。现在不宜硬碰硬。神船降临，国师鸣金收兵。齐殿下，
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撤！燕康国师知难而退，屠夫，把你的刀意收走。我们为了这一战准备已久，燕康国师却被太阳手吓退，没能见识两代最强之间的对战，真是一大遗憾。不如上船跟神干一架！又疯了！你连这半截的身子也不想要了？走吧，去接应司婆婆和瞎子，伺机撤退。到底是怎样的时代，能够制造出如此庞大的一艘船，在黑暗降临前拉着燃烧的太阳，在大虚的土地上穿行？你的玉佩很奇怪，有种不凡的气息。这神器如此高大，他就是太阳手。太阳手前辈认得这块玉佩？前辈，我才不是。族长爷爷，能不能让他上船来？带给将来，带给将来。木耳这小混蛋太野了，神的船也敢上。哪里来的神？连残老村的孩子也敢抢！老子杀！对方没有恶意，让木儿去。那艘太阳船上的也不是一尊神。他的手离开船柱，身体就变小了。那个船柱是什么？居然能让他这么厉害！竟然是个小女孩，她看起来似乎很疲惫，怎么回事？她的双腿是和船融为一体了吗？这艘太阳船好古怪，就像是要把她的双腿吞噬了一样。那个少年，你过来。
天要睇攞劍，大頭輕輕經過。配將配馬配山盡，像係無憂香嘅頭層。配將配馬配山盡，像係無憂香嘅頭層。你们说的是神语？你们是神吗？难怪能把延康大军惊走。我刚才威风吧，不过那都是靠太阳船。我握住船柱，和太阳船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力量就像是神奇一样，才会把坏人吓跑。你刚才有被吓到吗？吓到了，只怕连延康国师也想不到，驾驶太阳船的不是神，而是一个小女孩。对了，你们刚才看着玉佩在说什么？族长爷爷说，你这块玉佩的烙印，非神，非魔，亦非禅尊，应该来自无忧乡。应该是你父母留下的。或许有一天，你能靠玉佩找到他们。玉佩来自无忧乡，我的父母会在无忧乡吗？无忧乡在哪里？无忧乡极为神秘，只有在黑暗笼罩大虚时才会出现。我们也在找那个地方。你们找无忧乡做什么？据说锻造太阳船的人去了无忧乡，找到无忧乡，就有办法重新点燃太阳。你们的太阳就是那个大黑球吧？我们的太阳熄灭了，所以我驾驶太阳船的时候，船会汲取我的气血，让我越来越瘦小。等到我没有力气的时候，就会被太阳船彻底吃掉。我爹就是这么死的。你的腿这么瘦，是被船吃了？这是驾驶太阳船的代价。别说我燃烧生命启动它，它把神力借给我。但如果太阳能够点燃，太阳船就会汲取太阳的力量，还会反哺太阳手，我就会变得很强壮。要把太阳点燃，或许只有真正的神才能做到吧。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严晶晶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秦牧，牧就是放牛娃的意思。你是放牛的男娃，我是放太阳的女娃。严晶晶就是很多火，很多太阳。我出生的时候像一轮太阳，娘亲被我身上的火焰烧死了。族长爷爷给我取了这个名字，希望有天我能重燃太阳，用太阳启动太阳船，这样大家就不会死了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驾驶太阳船呢？因为我们暮日者被任命为太阳手，就是要驾驶太阳船，放牧太阳。我们要用太阳去和入侵者打，和魔打，和黑暗打。是谁任命你们为太阳手的？神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反正到了现在，暮日者里已经没有神了，族里只有我能与太阳船融合，于是我就成了这一代的太阳手。其他暮日者怎么不来和你说话？他们好像很害怕你。可能是我太虚弱了，他们怕伤到我。要不是太阳船吃了我太多气血，我也能长得和他们一样大，能和他们一起玩。将来，如果我有能力，能够找到无忧乡的话，一定会帮你点燃太阳，让你从太阳船里解脱出来。真的吗？我期待有这一天，那时我就可以走路跑步了，也可以像其他暮日者一样强壮。太陽少，健康界嘅軍隊
一齊地退出大氣。天黑了，我也该去黑暗里打架了。太阳船都是从星宿海离开，然后从太阳井那边出来。你想找我的话，就去太阳井。从太阳井日出，再到星宿海日落。我记住了。太陽燒快唔知幾多年啊！若以真氣無要向來下，請一定找到他。你將係捱到重現太陽嘅最後希望。他在说什么？听起来好像很悲伤。快看！村长爷爷，为什么有的神驾驶太阳船保护大虚，有的神又写下神谕抛弃大虚呢？人有一心，神也一样。无有香。为什么黑暗降临时，无忧香才会出现？无忧香到底在哪里？镇阳宫的壁画上根本没有无忧香，难道必须要走入黑暗中才能找到它吗？可我要怎么才能活着穿过黑暗呢？来找我，找到我。来找我，找到我。你是谁？木儿，你做什么？婆婆，那个影子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无忧香在黑暗里。他会不会是无忧香的人？那女子14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为什么反而在黑暗里活了过来？黑暗的事情可以问村长，他去过那里。400年前，我来到大虚，四肢尽废，万念俱灰，想着毕生的抱负都没有了着落，一次又一次想要了结此生。但又偏偏死不得。有一次，我没能承受住魔的诱惑，走入了黑暗中。你太强了，强大到即便是黑暗里的魔怪也很难杀死你。那时我走在生和死的边缘，我很疯狂，向黑暗中的魔怪大吼大叫，想要求死。然而那一刻，我眼中的黑暗像雾一样渐渐变淡了。我看到了一个个与大虚重叠但是不同的世界。等我进入大虚深处，抵达涌江的源头，那些奇怪的世界一下子便从黑暗中剥离开来。黑暗中竟然真有其他的世界？
那会是什么景象？我看到很多扭曲的影子，但看不清他们。他们都很强大，甚至有些比我还要强大。他们向我招手，似乎是在邀请我。我想到我还肩负着责任，不能死在那里，所以退出了黑暗。木耳在黑暗里见到的那个影子，或许就是你见过的那些。黑暗之中的那些世界，我称之为暗界；我们所在的世界，我称之为冥界。明暗交替，白天时冥界占主导，而到了夜晚，则是暗界占主导。如果太阳手说的是真的，无忧乡或许就在暗界里。我不明白，无忧乡打造了驱散黑暗的太阳船，像神一样厉害，但是无忧乡自己又像魔怪一样藏在黑暗里。那无忧乡的人到底是神还是魔？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我又是什么？我想带木耳去暗界走一趟，探探无忧乡究竟是什么。一个人能进出黑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，带上木耳岂不是更加危险？放心，这400年来我还是有些长进的。待我闭关休整一段时间，出关后便带着木耳去暗界。国师，出师未捷，那些反对变法的宗派，只怕会更加猖狂。杀了便是。这些宗派没什么本事，却杀之不尽，只因神域还在，让他们心中有所倚仗。50年为期，我严康必非神域。齐殿下，严康大军已经退回密水关，我们需尽快离开大墟，以防香龙城生变。不急，离开大墟前，我还得见一个人。大墟不是久留之地，你待在大墟，只能看到世界偏僻荒凉的一角，看不到外面天地之广阔。放牛的，你有胆识，也有潜力。我不想你一辈子都耽搁在这个穷乡僻壤里。我从小在大墟，我喜欢这个穷乡僻壤。哎，不过你倒是说说，外面的天地又有什么不同？法术神通，日新月异。严康国的皇帝和国师正开辟一个新时代。掀起一场大变革，你若是愿意同我做出一番事业，现在便可启程。严康国我一定会去，到时候便去找你。你不跟我一起走？我家规矩大，必须要通过长辈们的考验才算成年，才能离开家门。我家有9个长辈。要通过9关，但我至今1关未过。而且我还必须要进入暗界，找到无忧乡。那我就在京城等你。我之前便觉得你身上很香，很熟悉，原来和我这香囊用的是同一种布料。这是用天香丝织就的，献给皇室的贡品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嘿嘿。瘸爷爷说过，凭本事到手的，当然就是我的。你气鼓鼓的，脸显得更肥了。算了，我很大方的，香囊就送给你这放牛的了。不过，你不回送我些什么吗？香囊是你的，
这不是瘸爷爷从肥妻那儿？难道你？我就是那个肥妻公子啊！你好好说，我胖吗？你在脸两旁梳着头发，是显得瘦一些，不过拨开头发还是胖墩墩的。这个送你。送女孩锤子。要不你挑个喜欢的。算了，还是锤子吧。齐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殿下，你是延康国皇帝的女儿？放牛的，咱们京城再会。驾！放牛的，咱们京城再会。驾！你姓秦？将军也姓秦。天下之大，姓秦的有很多。有些人天生命贵，出身就是富贵；有些人天生命贱，出身就是贫贱。即便仗着神传现世，侥幸偷生，那也不能代表什么。你虽姓秦，但你是器皿，大虚中被神抛弃的贱民。小兄弟，不要有过多的妄想，你高攀不起。秦将军，看来你不太受欢迎，我送你上路。公子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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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公子，香龙城之人为何会被弃民？秦将军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从今往后，整座城都是咱家的。那个弃民是何时傍上了城主？城主又怎会与他的杀子仇人共享香龙城？难道是见投靠延康无望，便想讨好弃民背后的枪神、神偷、毒王、天刀？山野莽夫，趋炎附势，只配在世间称王，永远也上不了庙堂。不对，香龙城易主了，城主早已被教主夫人取而代之。现在的城主其实是教主夫人，如今整个降龙城都是天魔教的人，连那弃民也是。天魔教主对他如此恭敬，他在教中必定地位不凡。若非延康大军被那艘神船拦住，入城之时便会再度遭遇重创。降龙城不再是我这延康国能够叱咤风云的地方了。这座城已经姓秦，秦牧的秦。
降龙城真是一块宝地，连龙柱似乎都蕴藏着很多厉害的神通，里面的元气走势就像是施展拳法的招式。不如马爷的拳法厉害，不过多学一点东西，等进入暗界就多一分把握。少教主，圣教左右护法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祖师传信过来，请少教主亲阅。永江匆匆一别，已是3年。人言老而知命，我已老，观天命，尚有7岁。愿有生之日，还能再见少教主，盼登基。祖师只剩7年寿命了，他也在延康国等着我。还望少教主决定去留。你们回复祖师，待我从暗界回来，便去延康见他。是。木儿，村长出关了，准备带你去暗界，今晚便出发。墨儿，进入黑暗后，万万不能离开我左右。司婆婆，将大玉天魔经给他防身。木儿，啊！它还能变成手套，好轻，几乎完全感觉不到。瘸子，把地碟给他挂上。木儿，这延康国的地碟千万不要弄丢了。哎，只取一条腿的。我一定好好保管。药师，聋子。这可是真龙宝穴，省着点用。龙爷爷画的好像是我们村的4个石像，他们也会像之前那些画一样，飞出来变成真的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马爷，给他禅尊法相庇佑。哑巴，屠夫，把元气注入他体内。瞎子，我用哑巴和屠夫的元气，为你强行开启9重天眼，你就能以巅峰状态去观测黑暗。神啸、青啸、碧啸、丹啸、景啸、玉啸、狼啸、紫霄、火啸，9重天眼，开！魔，好多好多魔！莫怕。
爷身上的光比星宿石还亮，就像神一样。不对，村长爷爷更厉害，是活着的神奇。我就知道，老头子还是老头子。哼，沉寂了400年的剑神，终于要出山了。木儿，我们走。婆婆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万龙除星，原来香龙城，哦不，旧时代的天龙星宫是长这样吗？不可分心，黑暗危险异常，跟紧我。奇怪，刚才还能看到很多魔，现在反而一个都没有了。前面好像有道裂缝。不对，是4道，看起来好像是指甲。等等，5个指甲，4道裂缝，难道那裂缝是指缝？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地面也在轻微的震动，就像地也在呼吸一样。那是……危险！这就是当年最强的剑。木儿，当初我是在永江源头进入暗界的，我们便去那里寻找无忧香。这一路要奔行5000里，你速度太慢，我带着你。好快！那是我们村。诶，永江龙王的龙骨在那儿，这就到永江龙宫了吗？是神女关的神女。奶奶庙的海眼龙王，他们怎么跑出来了？这是要去哪里？
这些都是神魔吗？不，他们是神魔的尸体。尸体？死去的神魔竟然全都复活了！这些神魔复活之后要去哪里啊？这些神魔复活之后要去哪里了？神魔古战场，我曾在白天去过一次。那片古战场，白日见不到任何一具神魔尸体，尸体都是在黑暗降临时复活的，然后进入战场开战。好可怕的神魔之力！他们每晚都这么打，这得打了多久？2万年。多深的仇怨才能打2万年的仗？连战死也要继续打。神魔打仗死去，只怕会引来那个无比古老的死亡世界。莫尔，赶紧隐蔽起来。死亡之后还有世界？那里叫做幽都，是一切生灵死后，一切世界毁灭后的终极归宿。他来了。那个老爷爷是从幽都来的。他是幽都的府君，一位极其可怕的古老神祇，常在夜晚时出现，接引亡者。千万不要惊动他。玉佩有了反应，他好像在给我指路。又是你！等等，别跑！莫尔，快停下！生者止步！摄取魂魄和记忆，是幽都走马灯。小辈有失礼数，还望府君海涵。我们无意干涉幽都办事，只想寻路前往无忧乡。你们去不了真正的无忧乡。谢府君提点。莫尔，下次看见府君，一定要躲远点儿。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，只要不招惹他，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。府君为什么说我们到不了无忧乡？我分明见到那个影子往黑暗里跑去了。他有可能是我的亲人，或者我的母亲。不急，一步步来。玉佩指的方向是永江源头，我们继续往上游去。永江源头就要到了，注意，无忧乡随时可能出现。
这么多尸骨，何谓无恙？黄土白骨自然无恙。难道无相的人都死了？不对，这些骨头还带着神威、魔威，应当是神骨、魔骨。他们有肉，我们没肉，抢走他们的肉，抢走他们的肉。木耳，木耳！还好有马爷爷留给我的禅尊法相，专克邪祟。禅尊法相在你遭遇必死的危险时才会迸发，只能用一次。啊，没有禅尊护体，该怎么进入永江源头呢？有条小舟，荡舟的居然是个骨头人。老剑神，许久不见。我想乘舟出行，寻觅一处名为无忧乡的地方。这个人认识村长爷爷？有钱能使鬼摆渡，无钱便做摆渡鬼。没钱还想做海舟？不知道友是否还有余钱？也罢。你我那个时代的人所剩无几，能在这里相遇，也是缘分。你老了，但还是比我强盛一分。不过好在我比你年轻几岁，可以比你活得久一些。村长爷爷，他是谁？他叫灵景，右手少了个无名指。
我斩断的。哎，他是村长爷爷的对手？是对手，也是道友。这家伙喜欢凑热闹，四处闲游，见识过许多奥秘。其实我很羡慕他活得潇洒，比我轻松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他还是如此好动，居然跑到了这里。哎，那些神骨蘑菇怎么不动了？也不攻击我们，就像看不见我们一样。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舟上的缘故，这海舟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瀑布里竟然藏着一条水道。好多神魔！别怕，他们都被一股神圣的力量封印在崖壁里，出不来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个杜翁是好人吗？他真能带我们去无忧乡吗？难说。不过你的玉佩带我们来到这里，多半会和无忧乡有关。死者生界，是这个世界的名字吗？还有一行字：生者止步，死者前行。我怎么变成骨头人了？村长爷爷，你……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，这便是死者生界。二位，请。颠倒生死，竟有这样奇妙的世界！奇怪，这些村民居然在夜里劳作，还有这么浓的雾，这要怎么耕种？村长爷爷，他们怎么这样看我们？死者生界改变了生和死的规则，我们在他们眼中就是这里的死人。两位外乡客，有何贵干？请问老丈，无忧乡该怎么走？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多谢。村长爷爷，这里有古怪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村子里的都不是人，是魔。那些魔没动手杀我们，
反而告诉我们无忧乡的所在。他们想做什么？难道无忧乡是魔的地盘？别瞎想，魔怪一向狡诈，尤其善于蛊惑人心。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就去探个明白。倘若无忧乡当真与魔有关，便立刻退出来。我们已经穿过雾海，老丈所说的河，应当就是眼前这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。河里究竟是水，还是火？这要怎么过去？太阳船？不对。拖着的好像也不是太阳，还有些幽光，这是什么？一轮残破的月亮，这是月亮船。原来月亮长这个样子啊！奇怪，月亮船不是和太阳船一样应该待在大虚吗？怎么跑到了死者生界？玉佩对他的反应好强烈，难道月亮船就是无忧乡？月亮出现在夜晚。因此，月亮船通常在黑夜活动。无忧乡只在黑暗出现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。摩儿，无忧乡很可能就在月亮船上。你见到的那个影子，就是来找你的沐月者。沐月者？啊！村长爷爷，我们回去吧。你不去相认吗？万一她是你的亲人，你的母亲？我看到的不是女子，是一个魔。曾经被封印在镇阳宫墙壁里的那尊魔神，利用严康入侵引发的血潮，他破开封印逃了出来。原本他应该只剩下魂魄，可现在，想必是进入死者生界，重新恢复了力量。他多次试图引诱我进入黑暗，就是为了再次杀死我。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。好家伙，连我这个老江湖也险些着了道。小魔头，你当初骗我2招半的印法，那才叫骗。如今你想找无忧乡，我也想找。用人族这种低等生灵的话来说，应该是互帮互助，怎么能叫骗呢？你也要找无忧乡？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把玉佩交给我，我带你回无忧乡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这还有我的你！
魔神去哪儿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彼岸之境，天魔众生，但守住了不明之战。魔神竟创造出一个属于魔的极乐之界，那魔神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刚才我们是被漩涡吸进来的，是不是也能从漩涡出去？哎，那个漩涡呢？村长爷爷，您话不是禅尊座下圣物吗？里面怎么会运生出魔？这恰恰证明了魔神的心性力量之强，竟能污染莲花，将之炼化为邪恶的魔莲。一旦沾染，禅意堕魔。他们是魔族的8大精锐之血，发布天魔柱。摩尔，取我一根发丝，系在腕上。漩涡在那儿。这些利刃的形状好奇怪，不像兵器，倒像是牙齿。难道？一直埋伏在漩涡的出口，等着我们自己进入他口中。村长爷爷。先走，我会追上你。摩尔，快走！踏出死者生界的界碑，就不必再受颠倒生死的法则束缚。你会恢复血肉之躯，魔神则会再度失去肉身，他奈何不了你。村长爷为了救我，从那时起就决定独自留下断后。他被魔神拉入漩涡，会不会？爷爷如此强大，一定不会有事。我必须先离开此地，不要成为他的负担。是什么地方？不好，雾越来越浓。连九重天眼也看不清了。雾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原来魔神撒出
的那些黑点就是天魔咒，他想用天魔咒把我抓回去。观火，四件事。这是木尔退后，这是天魔咒中的龙部，外形为雨灵蛙蹼，极善用毒。还好有村长爷爷提醒，否则便要被他的毒气侵袭了。不过我竟然能一剑杀了一个天魔咒，一定是雅爷爷和屠爷爷的元气将我的力量提升了100倍，足以让我将剑法施展到神通的层次。那么面对这些天魔咒，我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。天部多面巨人，汤力无穷，弱点在其头部。这家伙难道看穿了我的动作？啊！这招也能复制？四件事，阿修罗部洞察并模拟他人招式，擅长以雷霆作战，招式正如青龙元气演化的神通。那就看看他能否敌过马爷的神通。那古赤女子为迦楼罗布，行动迅捷，且蝎尾藏毒。
丑陋妇人为前踏夫，遁地无形，来去无踪。放回来！不，天魔众都找回来了，不过雾气正浓，我看不清那些天魔众也一样。只要我不发出任何声响，就能躲过围杀，甚至趁机反杀。蛛丝。蛛丝应该是景纳罗部的手笔，其状为八爪怪人，可用蛛丝感应周围波动，锁定敌人的位置。可这也会暴露了他的位置。这些天魔众似人非人，似兽非兽，似妖非妖，似虫非虫，实在太诡异了。怎么没有动静？天魔众都被我杀光了吗？月亮船动起来了，这么大的船，比香菱城都大，难怪一动就会掀起狂风。月亮船上，难道也有像岩晶晶一样的人在操控吗？不好，月亮船的风吹散浓雾，让天魔众发现了我。我得冲出去！
是龙爷爷画在我衣服上的玄武神人。不愧是龙爷爷画的，真厉害！又是这个魔村，此地非常诡异，我还是从上空避开为妙。穿过村庄，就是死者生界的界碑，在那里能坐骸舟离开。我脚下的风怎么突然没了？糟了，村长爷爷的头发丝也没了。小娃，没有找到无忧香吗？要去界碑，这魔村是无法避开了。看来你的爷爷倒是找到了，人死自然无忧嘛。又是天魔八部的这些怪物们，你们长得都一样的丑陋，杀了一群又来一群，真的是阴魂不散。是了，这个鬼村子的村民也都是天魔众，现在我不得不杀出去了。村长爷爷还在等着我，杀出去，不惜一切杀出这个村子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，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通。只要东海千里浪。魔只在黑暗里活动，每逢日出便会退去，可见他们畏惧日光。你们这些只敢躲在黑暗里的东西，可敢与我的刀光一战？莫儿记住，体现更强的是剑意，只要剑意够强，便可击碎一切，切开一切，摧毁一切。杀只杀，这就是我的剑意。四件事。长剑士，点剑士。这小子自燃了神藏，把刀光化作日光。可惜是个假太阳，他撑不了多久，就要被自己的元气烧死。放心，在那之前，我一定会把你们杀光。夏爷爷和兔爷爷留给我的元气都耗光了，神焰也无法开启，没力气了。你的元气已经枯竭，骨头都快被烧成灰，
连拿刀的力气也没有。再跟我打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死了，你的玉佩我们一定会好好保管，用它找到无忧香，再途径无忧香祭你。老张这么想去无忧乡，我这便送你去。奔跑着恢复元气的功法有意思。三魂齐动，奇破皆惊，享受魂飞魄散的滋味吧！不好，神识魔怪抓住了我的三魂七魄，动不了了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既然可以锁住别人的魂魄，一定也可以锁住我自己的。靠你了，大禹天魔镜！自封魂魄，居然把魔功用在自己身上，小娃，你倒是开创了一种新玩法。不过魂魄锁在肉身里，也把魂魄受的伤带到了身上吧？你都快散架了。龙爷爷的话被魔血腐蚀，我只剩下大禹天魔镜和地蝶了。地蝶的用法尚未可知，现在能拿来作战的只有大禹天魔镜。对了，是靠白虎元气。白虎元气可以将身体和武器淬炼得如钢似铁，无坚不摧。关虎，成了！元气淬体，你哪来的白虎元气？小小丝线也想求助我？离开死者生界，我的力量会不断提升，而你
则会再次死去。好狡诈的小娃！这个魔虽然暂时被我吓退，但随时有可能杀回来，得抓紧时间。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到哪里了？借用那女子的模样蛊惑木耳，一定知道木耳身世的一些隐秘。说，以为你养大的那个小子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与我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人心的魔，嘴里没句实话。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吗？看来那里应该就是死者生界的都城——丰都。丰都门关，旧时代传说中的鬼门关。难道无忧乡指的是丰都？这里是丰都的死者圣界，活人禁区。你是活人，不应该来这里。你也不是死人。我名赤秀，是替丰都王捉拿犯人的夜游神。能够自由穿梭于丰都和大虚之间，所以，在死者生界作乱的魔神不是丰都王的犯人，闯入这里的活人反而是你捉拿的对象。魔神作乱，自会付出他的代价。你想离开，也必须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丰都王很欣赏你。他有个要求，你死后属于这里。人死之后，不是应该归幽都府君管吗？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，只要不招留他，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。丰都王为何要与幽都府君抢死人？黑暗降临前，大虚的死人就都归丰都管。现在也是。原来丰都在黑暗降临前也是大虚的一部分。丰都王和太阳手一样，直到现在仍在履行神职。考虑好了吗？死者生界，生者死界。外界的死就是这里的生，死后还能在这里活下来，何乐而不为？我答应。不过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问，我未必会答。无忧乡在丰都里吗？不在。那无忧乡在哪儿？为何木耳的玉佩会对月亮船有反应？那艘月亮船是无忧乡吗？月亮船出自无忧乡，那上面生活着一个死人，你去问他。死人？这死人为何留在月亮船上？
你的问题太多了，我很讨厌你。那个死人醒了，你去找他。别忘记你的承诺。你死后我去接你，不要跟幽都府君走。丰都与幽都的冲突从何而来？那个月亮船上的死人不去幽都，也不去丰都。又是这首歌谣。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怎么样？村长爷爷的本事这么大，一定会平安归来。又是你！留下吴有香的玉佩，或者留下你的命。看来只要海州不翻，他是不会出手的。奔跑着恢复元气的功法为何不用？难不成你无法恢复了？简直就是你靠近的这一刻。闪剑血！你在水中随着海舟潜伏游动，我一直看在眼里，只等着你自己送到我的剑上来。瘸爷爷教我不能走空，这是个好宝物，却是人骨之成的，我不要。你爷爷死了！临死还要诅咒我们？村长爷爷的强大，是你无法想象的。
这艘月亮船似乎经历过一场大战。驾驭月亮船与黑暗中的魔怪交战的巨人，他们是沐月者，同沐日者一样，有着放牧月亮、驱散黑暗的使命。木儿的体型外貌与他们完全不同，看来他不是沐月者。这轮月亮似乎也被打碎了，每每被牵动就有山石滚落，将大战后破败的月亮船永远地困在危险之中。奇怪，之前听到的声音应该来自月亮船上，为何不见其人？你在找我吗？你是与月亮船融为一体？你是月亮手？月亮手，月亮手，对，我是月亮手，我是月亮手，我是月亮手。我是月亮手，你知道无忧乡在哪里吗？自然，沐月者的月亮都是无忧乡炼制的。沐月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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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啊，都死了！尸体都拼不到一起，我跑，我胆小，我把他们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。唉，他已经疯了，问不出什么了。水道怎么越来越窄了？如果它完全合拢，我们会不会被永远困在黑暗里？木儿，村长爷爷，你终于来了！来不及了。瀑布里的水道又消失了。昨夜，死者生界的入口在这里开启，天一亮，入口就会关闭，死者生界也不知会飘向何方。木儿，多亏你细心，留下风都币。只可惜，哪怕有玉佩的指引，也没能找到无忧乡。你的玉佩感应的不是无忧乡，而是同样来自无忧乡的月亮船。我找丰都的人打听过了，这里没有无忧乡。丰都，那是死者生界的都城。你们去不了真正的无忧乡。真正的无忧乡，
恐怕比这死者生界还要神秘。你想找到自己的身世，还得再等一等。大虚、幽都、丰都，黑暗里居然藏着3重世界，甚至可能更多。要在黑暗里找到无忧香，一定会比昨晚经历的一切更危险、更恐怖。我要变得更强，就可以在暗界探寻得更深、更远，就有机会找到无忧香。村长爷爷，我想走出大虚，去外界历练，见识天地之广阔。等回到村子，我们就为你准备成年9考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可是，婆婆和爷爷们这么讲，村长爷爷甚至能单枪匹马闯出黑暗，我要怎么通过这9道难关呢？这是我走出大虚的最后一站了，来吧！木儿怎么去黑暗里溜了一圈，元气陡然倍增？我也想去了。对呀，木儿，你何时觉醒了白虎元气？霸体竟然4度觉醒，莫不是修炼上出了什么岔子吧？村长，这是好事。正所谓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不竭。霸体觉醒3次本是寻常，突破了3次才是真入化境，往后再觉醒几次都有可能。村长爷爷果然博学多识，这么一讲解，我顿时就明白了。好个老东西，这都被你圆过去了。但你这套说辞，偏偏木耳还行，又能骗过这帮老家伙多久呢？婆婆和爷爷们要考我什么？都是打架吗？哑巴说的对，不全是打打杀杀的较量。我们会自封神藏，以灵台境考验你。管他什么境界，木儿，我可不会手软。你过得了他们，也过不了我这关。就你话多，我家木儿是霸体，能把你打得哭爹叫娘。四老太婆，最舍不得木儿离村的不是你吗？啊！雏鸟长大，终须离巢啊！木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第一关是什么？木儿，看到那朵云没有？咱们来比腿法，看看谁先跑到那朵云上。哎，你年纪小，让你先走一步。我尊老，老先行。哎呦，你先行。您老人家身子骨不好，还是您先？你先行。您先。你先行。您先。你先行。您先。再不跑，老子剁碎你们2个！嘿嘿，耶！木儿长大了，缺爷爷要跑不过你喽！脚下不看路，逃命没活路啊！傻木儿！幻日神手，妙手18空！缺爷爷，笑容能让人放下戒心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嘿，臭小子，幻日神手也是我教的，还没给我偷回什么宝贝，是来偷缺爷爷的风了。
跟谁学的这么损？跟一个坏蛋学的。缺爷爷，是你教我不能走空，你还叫上别人坏蛋了？我问你，做好人会被人欺负，做坏人就要欺负别人。等你到了外面，要做好人还是坏人？缺爷爷向来没个正形，现在看起来却很认真。缺爷爷，我不想欺负别人，但是坏人作恶，好人要比坏人更狡猾才行。我要做狡猾的好人。啊！走，不要回头！救人啊！求求你们了！记住，不能轻易相信别人。学爷爷。这小子，什么时候用换人神手把弟弟还回来了？哼！木儿，你过关了。后面的考验也要像现在这样，别对那帮老家伙留手。我有信心。药师爷爷要我采30种大毒之物炼成大补之药，没有药方，我只能自己运用药理和经验，去计算每一味药的多寡、使用部位、炼制方法、火候大小。虽然出现了一些小失误，不过也算顺利通关。虾爷爷要考我作诗，幸好被其他爷爷阻止了，不然我肯定比不过他。虾爷爷只好跟我比试枪法。我用神霄天眼去看，却找不到虾爷爷的半点破绽。没办法。只好人为制造破绽。臭小子，同时使用2种元气，你这是作弊！你就是仗着霸体厉害欺负我！小爷爷，要不我们重来一次？霸体，嘿嘿，不就是用来欺负人的吗？这是你的实力，我这关你过了，下一个到哑巴了。雅爷爷竟然要我炼化寒铁制成的漓江派剑丸，据说他灵胎境时就能做到，所以我必须比他做得更好。这剑丸的寒气连炉火都能熄灭。看来我需要更强的火力。对了，我可以打造一个小锻造炉。结合我的元气，
来聚集易散的炉火，达成反复灼烧的效果。最后不仅成功炼化寒铁，还给我自己打了一把寒铁杀猪刀。好刀啊！快，我们来比比刀法。屠夫，你只有半神，又压制修为之灵胎境，木耳的元气异常雄浑，被他贴身的话，你很吃亏，只能用技巧胜他。哼，他进不了我的身，会被我的刀法挡在外面。我担心的是，你要是打不过木耳，杀疯了，这屋子就得塌了。那就不用刀。木耳，走，去村口，咱们以手为刀，就像你小时候那样。提刀出进来，车马轰如雷，只身赴皇宫，手挽君王头。屠爷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提着刀走出皇帝的进宫，外面车马声如同雷霆轰隆，无数人马阻挡我的脚步，只因我只身杀入皇宫，手中挽着皇帝的头颅。皇帝是很厉害的人吗？屠爷爷，你比他还厉害。没错，提刀出进来是战技中的巅峰之作，狂野的气势就是他的先决条件。管他什么皇帝天神，都别想妨碍老子！但是光有气势还不够，实力才是你真正的底气。底气？这叫听劲。你得从最少的身体接触中，掌握对方的元气运转与力量分布，方能由表及里，发现破绽。木儿，我问你，若你的至亲至爱因你而死，仇敌在前，你当如何？上！说敌人有千军万马，你怎样应对？杀！若敌人为苍天诸神，你会否退缩？杀！杀！杀！破绽不在表象，而在更深处。楚爷爷的招式没有破绽，体内元气运转却有不弱之处。我感受到了。臭小子，元气果然雄浑，虽然刀法上还是不如老子，但你过关了。成天打打杀杀的，太不风雅了。聋子，下一个到你。木儿，跟我来。龙爷爷，这两条龙的眼睛呢？这两条龙是我用神通所化，只要点上眼睛，便可以化龙飞去。不过靠修为和元气是无法做到画龙点睛的，你只有靠画功。聋子了不得，这是大雅的比试之法，复化以神魂，夺天地造化，不外如是。书画之道，要有悟性，方能成器。我教过你灵犀一点附神魂，今天就看看，谁能点活它，让飞龙入天。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的人不一样，所以要画龙点睛，必须。
无目之龙，看不见身外的世界有多凶险。即便如此，你也想打破桎梏吗？你本飞龙，那便去吧。我成功了！我真的点活了一条龙！啊，龙爷爷，你怎么没话？你在让我？我没有让你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没有你这么深的造诣。为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。我现在是传道给你，又何必在乎输赢？到我了，木儿，你可以施展你所有所学，只要能胜过我，也算你过关。我要以拳法聆听马爷爷的教诲。有志气！方才看你画龙点睛，足见你已见真龙，知龙劲。我们便以雷音八式一较高下。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从小马爷就教我，雷音八式需大出雷音方算神通。我必须用元气将拳法推到极致，大出雷音，八体3单功。木儿的龙形越来越散了，不，这些都是真龙的残影。好小子，竟能逼得我不得不开启五曜神藏来抵御。你这4度觉醒的霸体，果真非同一般。你过关了，婆婆，该你了。婆婆，木儿，早在你闯过360堂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过了我这关。婆婆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去吧，过了村长这一关，走出残老村，活出你自己的人生。最后一关了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村里最强的村长爷爷的考验，请村长爷爷赐教。举起你的剑，剑有4边，朝向你的这边映照你的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；朝向你的敌人这边，映照的是你敌人的良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。剑就是你的一杆尺，用剑法做标，衡量善恶是非，既是衡量你的，也是衡量敌人的。我现在传授给你我剑法的第1式，学会了，就算通过我这一关。
你传授的剑法，不仅仅是招式，更多的是使命。学了你的剑法，便要肩负起你也未曾完成的使命。木儿，能够肩负得起吗？我不行，并不意味着他也不行。天魔教祖师还有7年寿命，我也老了，最多比他晚死几年。该把剑法传承下去了。我的剑法叫做剑图。剑履山河，堂上谋臣帷幄，领头猛将干戈。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神可发语。可此日楼台顶爱。剑履山河，都人齐贺大风歌，传领诸神来贺。村长，这是以剑的光影为笔墨，用剑气作画。山川河海遍布之处，都会被剑气斩杀。可这剑连招式都看不出来。木儿如何能学得会呀？村长爷爷说过，剑有14招基础剑式：刺、挑、云、斩、劈、点、崩、挂、撩、抹、扫、架、截、花。天下剑法皆由这14招排列组合而成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刺为1，挑为2，劈为3，以此类推。只要我将基础剑式编熟，就能用术数记忆法将招式拆分记忆。1、4、1、恭喜你，木儿。我成功了吗？
木儿，你成年了，我们这些老残废教给你的，都是让你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的本领。瘸子教你逃命法和狡猾，药师教你炼药和救命，瞎子教你看破表象、窥见真实，哑巴教你变通和从容，屠夫教给你勇气和无畏，聋子教你艺术与风度，马爷教给你力量和庄严，婆婆教你智慧和善良。从今天起，你便可以走出残老村，自己闯荡。此去延康，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但是记住，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。我的道。爷爷婆婆，木儿，外面的人凶残得很，不比大虚人纯良。打不过就跑啊！也可以下毒，谁欺负你就剁了他。小心漂亮女人呐！做个斯文人，要自强。记住，你是霸体。什么是道呢？是像大个子那样用天生悟性寻找的道吗？小不点儿，早归。大个子自从修炼了雷音八式，身上不自觉地带有一种禅宗气度，就像是庙里的护法金刚。或者，我可以像仙妻儿那样，误打误撞得到。这是怎么样，像吧？那日恰逢有山贼打劫张庄寨，我就吃掉了山贼，填肚子。没想到被村民误以为是山神显灵，便献来牛羊。我收了供养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就顺便住在这里保护他们了。无心为善，却是善举。你要修成禅尊了。别，我才不要变秃。延康国那么大，我该怎么找到自己的道呢？公子，你需要帮忙拿行李吗？你这一路需要帮忙做饭吗？你晚上需要帮忙暖床吗？公子，你带我吧，你就带上我吧，我什么都会做的。我也想多些历练，早日脱去兽胎，修成人形，走出一条自己的道。好吧。公子，我帮你拿行李吧。不用了，这包袱比你都大。没事的，我的尾巴里能装可多东西啦。哎，这是怎么放进去的？我本以为细气罗落在一个大虚少年手中，看来比起他，你与我更
有缘。我是大雷音宗宗主。是。你拿了我的细气罗，练了我的拳，便是机缘。延康巨变，我大雷音宗终究无法置身事外。是他。短短数日，魔道第一大教天魔教、禅道第一宗门大雷音宗相继出动，看来外界是有大事发生。木儿这个时候去延康，恐怕会很凶险。祖师信上说他在延康国京城等我，京城在哪儿？又该怎么去呢？少教主到。少教主。公子真好看，这身衣裳也好看。我圣教古堂炼制百毒金蚕蛊，几千条金蚕才吐出一根蚕丝。这件衣裳便是百毒金蚕的蚕丝之成，再由少教主与秀堂上百弟子缝制而成，使得这件衣裳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百毒不进，甚至能够掩盖气息。去延康为何要掩盖气息？少教主稍后便知。这不是延康战船吗？少教主，你是？少教主，我是风堂啊。哦，风堂。哦，风堂，你怎么成延康大军的官员了？风堂在延康国密水关担任都尉之职，负责检查出入密水关之人。特唤他来迎接少教主。路上耳目众多，往后无需称我少教主，称我公子便是。是公子。哎，公子心思缜密，可不像你们说的是第一次出远门。出发！大须与延康隔着神断山脉，要走山路，就必须越过神断山脉。甬江从大须流经延康，最终注入东海。走水路，就需要通过延康的密水关。圣教的传送旗，不是可以将人送到大须吗？为什么不能用旗子把我送到延康呢？公子有所不知，当年神奇向延康国传下神谕时，还一并传下了2件神器，就是要阻止公子这般土生土长的大须器民出逃。一件名为玄机弩，就放置在神断山脉之中。大须器民无论是从山间走过，从空中飞过，还是用法术传送，都会被射伤。另一件神器名为视镜，悬挂在密水关的城楼上，大须器民过境，便会被视镜照出，就地处死。公子，难
难道我们便无路可走了吗？200年前，圣教为了走私货物，道士曾在枯寂岭峡谷破坏过2口玄机门，只是此路废弃已久，难以寻觅。公子不如去属下驻守的密水关。延康大军都在密水关，那里不会更危险吗？船怎么不动了？有一股英勇的气息在不断靠近，有人在暗处注视着我们。这是什么？哪里来的雾？公子快看，雾气变得像桃花一样，好神奇！芦苇高，芦苇长，隔山隔水遥相望。这首歌谣。是你吗？是你将我送到残老村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碰不到你？你是我的亲人吗？14年了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你留在这里是为了见我吗？你看，我长大了，活下来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我会去寻找我的身世，寻找无忧香。我会找到你的过往，永远记住你的名字。走吧。公子小心，前方便是密水关，我们就要进入市境的范围了。市境的金光里好像有股恐怖的气息，好可怕啊！镜子里藏着一只神的眼睛，刚才那道光就是他的目光。市境悬在密水关的城门之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在神的眼前瞒过他，进入密水关。这要怎么进去？公子尽管放心，密水关乃是由我教的公堂堂主设计打造，他早已在水下布置了一条特殊的通道，我们可以从水下绕过市境。延康国就会让圣教设计城关？公堂的另一个身份是延康国工部侍郎单游信。请公子移步舱内。
招，下潜。旧堂古堂所制的百度金蚕衣，能够遮蔽大虚气息，再加上公堂的这条水下密道，就能发挥关键作用，避开失境探查。注水造路，淬引逆行，公堂可谓圣教之天宫。这也是延康国师一直想降服圣教的原因。他想要的不只是圣教教众的战力，更是圣教360堂的精湛技艺，从而加速变法。这段什么精彩？打开。过。这么多船只都在等待盘查，如此戒严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有些反对变法的宗派，听说国师在大虚吃了败仗，便在大军返程途中设伏刺杀。据说国师遭到重创，险些死了。朝廷人心惶惶，那些宗派便趁机造反，割据一方。延康国师差点死了。他身处万军之中，周围强者如云，自身又是神下第一人，怎会让刺客得手？除非有内鬼。变法艰难，延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攻。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，就会功亏一篑。延康恐怕要大乱了。延康人和延康人打架，千万别连累到我们呀！公子，我不便离开密水关太久，只能送到这里了。接下来前往京城的路，公子或可与知然署同行。知然署？延康国用丝绸与大虚通商之事，便是知然署负责。如今，知然署正要带着从大虚交易来的货物回京城复命。知然署的官员原来是肥鸡的朋友。箱子里的好像都是药材，找这么多药做什么？莫非与延康国师受伤有关？天黑了，赶紧！不对，我已经不在大虚，而在延康境内。这里没有神的石像，也没有躲在黑暗里吃人的魔怪。我不用再害怕天黑了。天上那个银球是什么？应该是月亮吧。我在月亮船上见过一轮残破的月亮，与它有些相像。月亮旁边那些亮晶晶的，可能就是星星。满天星星，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流，好美啊！听说大虚以前也能看到这么多星星，为什么黑暗只会侵袭大虚呢？明明延康国都好好的。难道神佑延康就一定要抛弃大虚吗？开闸，放行！
大雷音宗天魔教接连出现异动。秦大哥，国师情况如何？不清楚，国师府闭门谢客，不允许任何人探望。国师不太平，严康也不会太平，那些宗派定会伺机作乱。接下来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封堂传来消息，少教主已经启程。宗派生变，天下将乱。若少教主有弄潮之能，我圣教当顺势求变，而得新生。那是炉火。用整个县城来做锻造炉，那里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冶炼厂。燕康人打个铁都这么大阵仗，不可思议。雷奇说，严康国师变法后，道法神通日新月异。果然如此。等等，将神通应用于日常生活，那不是大于天魔经中的圣人之道吗？圣人之道是什么？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，凡有义者，皆是异端。率性所行，纯任自然，便谓之道。婆婆说，这句话是圣典的总纲，也是圣教的立教之本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能为百姓所用的道法，无论神、魔、禅，通通都是异端。只要能被天下人所有，能让大家日常用到的，便是正道。日常所用的道法是什么？居然都不把神魔放在眼里。大概就像360堂的神通，干旱时玉堂为农民降雨，洪涝时公堂锻造堤坝。这种寻常生活里驱使的，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功法，而非只是让少数人修炼变强、成神成魔这般狭隘的修行之道。满足大家日常需求的，才是正道呢。圣人之道，竟被严康国师做到了，难不成他也是圣教的？尸体堆积太久，会引发瘟疫。调集一队人马，随我将尸体运到对岸的百岁山安葬。是。漓江县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一下子死了上百人？这些尸体都是上游飘过来的，估计是发洪水淹死的，冲到我们漓江县，被大坝拦住了。溺水死亡的尸体，应当会膨胀才是。这些尸体却十分紧实。奇怪，这么多尸体，居然连一点尸臭味也没有。
事成将，是石仙教，快去禀报县令，石仙教来袭。县令在此。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屡次违背神谕。帝江县县令为虎作伥，甘为延康国师耳目，当诛。仙教，又一个反叛的宗门。他只是造反，不至于要杀县城里的普通人吧？这个石仙教是用尸体练功的。尸体？公子怀疑石仙教会屠城，在操控所有人的尸体。婆婆说过，外面的人凶残得多，不比我们大虚的人纯良。封锁帝江县，不得放走任何一人。谨遵掌教法旨。这些尸体像零丁一般坚硬，寻常武器根本伤不到他们。帝江县守不住了。哪里冒出来的小子，居然从我手下救人！需要等待立政府派兵驰援。多谢钱兄弟施救，若有再见之日，锦娘必当重报。镇元炮，准备！镇元炮准备！我们赶紧离开。胡灵儿，玉凤。这个半路杀出的小子，可不能让你成为漏网之鱼！
珠刀可以对付他们。飞将身上的符箓被破了。这些飞将身体强度极高，堪比肉身不坏的战技强者。难道这个少爷是延康朝廷的高手？说他断好，破坏我教大计。公子好厉害！我寻回的元气，简直可与星期二相比。他至少是七星境神通者，比我高出3个境界。尸毒！少年，你与我的飞将近身作战，竟毫发无伤。可惜，若你负伤，尸毒由伤口入体，也就能感受血液凝固、肌肉僵硬、神智消失、魂魄消融的滋味。然后变成跟他们一样的行尸走肉。能够为我师仙教效力，该感到荣幸。催动黄标纸进攻的。七星境神通者竟能让这些薄薄的纸变得像利刃一样切金断玉，我近不了他的身，必须想办法出其不意。浓重的硫磺味里夹杂着血腥味，公子小心，这些黄标纸跟刚才的不一样。事先教不仅烈士成将，还以人血绘制符箓。
先以战技还击，以空剑术催动黄标志，还能以法术画符。他竟同时掌握了3种流派。豹子符内藏神通，一旦爆炸，不仅能损伤肉体，更能轰杀3魂7魄。你们怎会毫发无伤？可惜啊，为防意外，我早已暗中用定子符定住你们的魂魄身形，你们就乖乖等着被我做成飞浆吧。这样式纹理是延康朝廷16口1品关键之一，天下1等1的领兵。看来你跟延康朝廷关系匪浅呢。糟了，这些用仙法炼尸的坏人是跟延康朝廷作对的。天心我教，此等重宝在我手中，朝廷颜面丧尽，我在教中的地位亦会水涨船高。不可能，定子符竟对他不起作用。早就想到用少宝剑脱身。村长爷爷说过，延康国这16口剑有个奇效，在一定范围内，只要往剑鞘注入元气，就能银龙吞吐般归进入鞘。收剑的功能竟然被公子用来突袭，公子比狐狸还聪明。事先叫弟子听令，有一条漏网之鱼潜逃至百岁山一带，全体围山搜索，不可放走他。遵命，上帐。你们看到少掌教去哪儿了吗？没有。快，都去找少掌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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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教弟子。看这剑伤，皆是被一剑封喉，是那少年所为。少掌教，少掌教啊！
我教新生代弟子中数他天赋最高，竟也不敌那少年一剑，有点像天魔教的控尸大法。难道？少掌教，少掌教，少掌教的影子不见了，这是魔影幻魔功。那少年果然是天魔教弟子，难怪我的定字符定不住他。他用造化天魔功锁住了魂魄，若是被人得知那少年是从我手中脱逃，致使少掌教及众多弟子殒灭，届时掌教震怒，不知会用怎样的手段对付我。教师叔，不好了！少掌教和师弟师妹们。天魔教弟子能披人影，就能披人皮。若是用造化天魔功制成的皮囊，皮肤上会有红线。他没有扮成这几人，也罢，将他们毁尸灭迹，再杀了那少年，夺下关剑，便无人再知今日内情。红别母，我已血肉温养你多年，该是你回报的时候了。少掌教的尸体没有影子，正是我撇清自身干系，指证那少年行凶的铁证。若掌教还要怪罪，那他的位子就换我来做。天魔教的小子，哪怕你逃到幽都地寺，也逃不过红别母的追踪。这就是严康的太阳。奇怪，天上怎么有一朵红色的云？识别，我在药师爷爷那里看到过很多种识别，其中就是红色的最为难得。一旦被他们咬伤，尸体拆骨都是青的。最可怕的是，
这么远了，怎么还是被找到了？是那个七星界神通者，他有根据气味或其他线索进行追踪的能力，躲是躲不掉的，必须除掉他。甚好，红蝶母已锁定目标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这，前方有异常！保持警戒，准备作战！没有察觉有人靠近，这个独臂老者是谁？那轮太阳是剑法，像落日一般的剑法。瞬间便让红石别灰飞烟灭。那辆车中的人应该很是了不起。多谢姐姐相助。这是府尹大人。小兄弟从哪里来？我来自堤江县，那里被尸仙教攻占了。我只好一路逃难。你能够逃出来，实属不易。我是利州府的府尹于渊出羽。堤江县在我治下出现了叛乱，是我之罪。如今我利州府正出兵堤江县，必将有场恶战。小兄弟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想去京城。可不知道该怎么去。前方有借道的江陵驿车经过，你拿着这份路引，便可以搭乘驿车去京城。我兄长于渊出云在京城为官，你到了便说是我保荐你的，希望将来还能遇到你。谢谢出羽姐姐。看来延康坏人多，好官也不少。可怜，这么小的年纪便家破人亡，只怕他是堤江县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了。什么人，竟敢踩死我尸仙教的尸别？找死！何方神圣，饶命！我曾经面对过很多恶人，所以我清楚你不是一个好人，可以杀死你。但因一段更久远的机缘，若你放下屠刀，我或许可以赐你一条生路。
若你再执迷不悟，多谢长老，我一定牢记。真晦气，还是我反应快。任何本事练好了都能救命，比如打不过就跪。可恶！毁了我这么多年炼制的红尸别，那个天魔教的小子，我绝不能放过！这是土元草，对人无毒，但对虫子来说却是剧毒，所以又叫百虫鼻。公子找这些寻常药材做什么？它们虽寻常，但是与土元草合在一起，却可以炼制成一种妙药。什么妙药？红尸别本身藏有剧毒，尤其是红别母，更是大毒。我炼制的是一种能100倍激发尸别毒性的药，那不是更加危险？红尸别，喂！好在红别母还在，还能继续追踪那小子。等我抓到他，夺得1品关键，或许还能让掌教挪一挪位子。竟然中了自己的红别母之毒，那小子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毒性从5脏6腑渗入体内深藏。这棺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药师爷爷说，打不过就下毒，说的真对。是进京的世子吗？这就是一车，好庞大！原来是利州府的秦世子，快请上车。对了，还请秦世子一定注意看管好异兽，勿要打扰其他世子们备考。嘿！这些人年纪不一，性别不一，却都是世子。公子，世子是什么呀？这位兄台好，在下秦牧。那个人姓秦，衣衫华贵，莫非是京城秦家的人？不可能，他用的是利州府录影，看他年纪，最多是个小学世子，又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，肯定考不中。哼，大学世子便了不起吗？
秦兄弟，别搭理他们。我叫魏庸，也是位小学士子。魏庸兄也是去赶考吗？当然，太学院包罗各宗各派之绝学，乃我严康最高学府。考入太学院是我的夙愿。魏兄是真想读书呢，还是借机攀附在京城做一品国公的魏老太爷，蹭个京官做？太学院。木儿，快来看！圣典里记载的本是天上圣人教化众生的功法，有大御天下之意。但这些功法太过诡异，极容易练偏，所以被称作大御天魔经。木儿，切不可急于求成呐。婆婆放心。木儿，四老太婆，想离开村子也不说一声吗？啊？哪个要离开村子了？你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，定是担心木儿，想要出去寻他。哼，这都被你看穿了。我要走了，不留在这里了。你忘了你的心魔吗？离开村子，谁帮你镇压心魔？厉天行的魔道法术造诣极深，他临死前将元神化作魔种，种在你的道心之中，时刻等着夺你肉身。他不会夺我肉身，因为他太爱你了吗？错，他爱的只是你的躯壳。等他借你的身体重生，他爱的便是他自己。你们互为彼此的心魔，他想用战胜你的方式来磨练自己，是想要成神呢。我住在这里40多年，也除不了心魔。继续住下去又有什么用？看来他真的很想木儿。瞎子，你也要去找木儿？我的眼瞎了，要去找挖掉我双眼的那个人。你别太担心，木儿长大了，自然能够应付一切变数。不过，我会暗中观察他。车长，你做甚？像鬼一样跑来跑去的，好不吓人。马爷走了，我猜这老小子是要拿回他的手臂。我要去质问他，为何要抛弃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？咦，前面那混蛋好像是屠夫那厮。屠夫，我出村不是想木儿，是有正事。我觉得我的下半身可能掉在哪个地方了，我去找找，说不定还能接上。没错，我是去瞧瞧我的腿，万一严康国师将它腌一腌做成了火腿，那还了得！我要去为我的眼睛报仇。我身为圣教前代圣女，新教主登基，自然要去见一见。所以我们都有正事。哑巴一大早也跑了，看来村里就剩下我们俩和聋子了。他们心性都差，坐不住。
还是聋子饱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心有城府，气定神闲。聋子，你去哪儿？又装作没听见。7个坏蛋全都跑出去，只怕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动乱。让外面的人头疼去吧。你何时走？唉，我仇家这么多，哪里敢走？我出去只会给他们添乱。咱们村所有的坏蛋之中，我的名声最不好。若非如此，你也早就跑了。一路上，魏庸提到了许多太学院的课程，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术数，元解算式、阴阳二进制、紫微斗数，让我豁然开朗。若我能通过天上五曜，计算出人体五曜的星位，就能破壁五曜神藏。秦兄弟才是做学问的人，不像他们满口谈的是人情，玩的是关系。来吧，摇也不会。咱们到哪儿了？怎么启尘霾了？等等，有股腥臭味。有什么东西藏在尘霾里吗？怪事，这条路怎么变了？是啊，还多出来一个山洞。咱以前一直走这条山路，怎么从没见过山洞？快停车！不能进去！不好，山洞是蟒蛇化成的，大家快逃！快离开马车！快跑！别老叫我魏胖，传出去很丢人的。那我叫你庸胖。还是叫魏胖吧，好歹也是魏胖。别分心。江陵世子，不过如此。后面那个就是蟒蛇的主人吗？是他！完蛋了，羽龙们叛变了！
这个不男不女的，就是玉龙门的少门主龙江南，鼎鼎有名的恶棍。小红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是玉龙门绝技蛟蟒化身。那些尘螨是他吐出的肾气，吸入便会看见幻象。快闭气！慢点，亲兄弟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。好晕啊，这个肾气好厉害。玉龙门是做什么的？居然能让蟒蛇像圣灵那样吐出肾气。听说玉龙门祖上是豢养蛟龙的，门中蛇蟒都有蛟龙血脉。自从被国师降服后，他们便在兵营中负责驯蛇。兵营的蛇跑了出来，守兵怎么会没有反应？难道都被玉龙门杀了？兵营的蛇跑了出来，守兵怎么会没有反应？难道都被玉龙门杀了？不好，龙蛟男在用笛声控制大蛇，索取我们的下落。只怕还有很多玉龙门弟子藏在暗处。是玉龙门弟子，他竟然躲在树干里。那其他的树呢？这里有这么多树。魏英雄，你对付左面，我对付右面，
闪掉他们释放肾气的蛇关。胡灵儿，吹散肾气。御龙稳住，撤！得救了，白虎军来了。于将军，还有2名师子活着。于渊，难道他就是初雨姐姐的兄长？看着好眼熟，好像之前进攻襄龙城的延康军中，他就是领队的将军。是初雨的陆野。秦世子见过家妹。我被诗仙教的人追杀，是初雨姐姐救了我。那时他正带兵出征，也不知这场仗打得怎么样了。秦世子放心，诗仙教已经被初雨击溃，逃去了南疆。你安心在京城考学。若是遇到难处，尽管来寻我。放牛的，居然是你！你是来京城看我的吗？肥七，都说了，脸圆是天生的。七殿下息怒。七殿下，那不就是玉秀公主？我用参见公主殿下。听闻七公主喜欢扮成男子去军中历练，今日一见，果真英姿飒爽。七兄弟，便是有于渊将军罩着，也不能对公主无礼啊！这样当面说一个女孩子胖，小心被杀头。我们那儿夸女孩子漂亮，都是说身强体壮。肥七虽然不壮，但好在脸还是胖嘟嘟的。公主殿下请息怒，秦世子初来乍到，不知礼数，还请公主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无畏世子不必多礼，我和他是旧识，也只有他敢这般说话。我以后也要吃得胖胖的。啊？你连公主也认识？算是吧。秦兄弟既然是白虎军的于渊将军，看起来又跟七公主交情不浅。佩戴的宝剑显然是上等领兵，他衣着华贵，身手不凡，七公主却又叫他放牛的。这秦兄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除了京城秦家，我怎么想不通也想不起来延康有这样的世家大族啊！七殿下，玉龙门势力颇大，难保没有余孽，还得让2位世子尽快回京才是。你们跟着我回京吧。来人，护送七殿下与2位世子入京。9个龙头哎，被龙头包围的地方就是京城吗？没错，俗话说9龙拱卫京城，
就是指京城外有9条巨龙般的山脉。山里竟然藏有千军万马，不愧是天子统治天下的地方。厉害呀，一眼就看出山中藏兵。九龙拱卫京城，其实是指藏在山脉里的兵营。诗仙教说，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玉龙门也是因为这个造的反吗？虚伪，又一个杀国师的借口罢了。宗派为何都这么恨国师？因为国师动摇了宗派的根基。从前没有识字，更没有什么人会识字。世上的功法典籍都掌握在宗派手里，宗派的绝学就是绝天下人之学。直至变法开始，国师每灭一个宗派，便在他的废墟上建一所学堂，传道济民，开创延康之小学、大学、太学。但仍有许多古老宗派，至今屹立不倒。于是，国师将目光转向大虚。若得到大虚的神魔功法，延康人人比肩神奇，宗派将不复存在。从那时起，宗派们便打着神域的旗号，或极力弹劾，或暗中刺杀。是要阻止延康进军大虚。然而延康这柄剑，是国师以武将血汗、文臣脊骨铸成，剑出无回。所以他们急于诛杀国师这位铸剑者。不错，江陵是国师的故乡。我怀疑玉龙门此番袭击江陵世子，不只是向国师示威，更是在试探国师的伤势。一旦确认国师重伤，他们便会发起猛攻。玉龙门胆大包天，等国师伤好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你们真的以为国师受伤了？依我之见，国师根本没有受伤，而是故意要引蛇出洞，将延康境内所有反抗他的势力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你的意思是？可现在叛乱不下20处，宗派攻城略地，百姓死伤无数，国师怎会纵容这种事情发生？他若是没有受伤，怎能引出这些乱臣贼子？他在大虚吃了败仗，又身受重伤，无论名声还是实力都大大折损。谁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机会？国师应该早有谋算，不等所有乱臣贼子都露出马脚，绝不会出手平乱。可是，会死这么多人，但国师便会彻底铲除后患。今后他出兵时，谁还敢在他背后动手脚？今日玉龙门杀江陵世子无数，始终不见国师出手。看来那3个老怪物当真将他伤得不轻。恭喜阁下，大患将除。不可掉以轻心，神下第一人的本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南疆战况如何？诗仙教尚未拿下利州，但其余宗派已夺下南疆20座城池。有他们驰援，玉龙门随时可以杀入京城。不急，利州乃延康中南要塞，已是各派北上的关键通道，不可失之。别忘了，我们要摧毁的不只是延康国师，更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延康变法。我还是觉得飞轮车坐着更舒服些。你还挑上了？喏，我们到了。
你们可有落脚的地方？我去国公府投奔老太爷，亲兄弟不妨与我一起。今后若是有难处，到任意一家五方月坊，说你找傅庆允，便可以找到姐姐了。哦，你们知道五方月坊在哪儿吗？哦，看不出来，放牛的还是个风雅之人啊，喜欢这个调调。京城有风、花、雪、月4大街巷，最大的五月坊天宇阁便在花巷。祝你玩得开心。他还没告诉我花巷在哪儿，怎么突然走了？到前面左拐，再过7条街就是了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亲兄弟保重身体呀！去天宇阁关我身体什么事儿？哎，应该就是这儿了吧？客官找哪位？请问傅庆宇在吗？敢问公子名谢，我也好向允儿姐通报一声。我姓秦，叫秦牧。真的是公子！原来公子长得如此英俊，公子可有婚配呀？呀，还带着只小狐狸精啊！你们这一个个的，是想爬到我头上做教主夫人呢？武堂姐姐，公子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还不快看茶？公子，你这样可禁不住他们撩拨。随妾身来，妾身为你安排了房间。这间房看着像是女孩子住的。这是妾身小憩的地方，公子若是不满意，可以再换一间。此处很好，多谢武堂姐姐，还请姐姐告诉祖师，我已经抵达京城。除此之外，公子没有要妾身做的了。没有了。原来公子身边还躲着一只狐狸精，难怪。祖师等待公子许久了，他老人家吩咐我们，但凡遇到公子，便让公子去见他。我要去哪里见祖师？太学院。太学院不是世子求学之处吗？祖师为何会在那儿？祖师的另一重身份可是延康国的国子大祭酒，掌管太学院。太学士子虽有天子门生的尊称，但实际上都是祖师的门生。这么重要的官职，延康竟敢交给我叫祖师？祖师游戏人间，早在先帝时期便已是名动天下的世外高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曾向他老人家问道求教，也是国师亲自请祖师出山，做太学院的国子大祭酒。我该怎么进入太学院呢？祖师的意思是，公子还需通过一些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考入太学院，成为太学士子。以往即便是太学院破格录取的小学士子，最低也是5曜星。少教主尚在灵胎境，只怕……距离大考尚有3日，他还有3天时间。
火药乃荧惑之精，水药乃晨星之源，金药乃太白之明，木药乃岁星之灵，土药乃振兴之秀。五药即五行，终于算出了五药神藏的位置。真不错，是啊是啊。不拘伤于只绝功，五音叠奏亦无穷，好厉害的音律之法！我若能学会，或许就能增强神魔禅三音的威力，打开五药神藏。原来除了弹，还有这么多种指法。雷音八式第二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啊！公子竟然用禅宗拳法来弹琴。姐妹们，公子弹奏的是我叫天魔霓裳曲，咱们可不能被他比下去。痛快！大家被公子乐声里的神魔禅三音扰乱心魂，走火入魔了。我来助他三音合流。火药心里好像藏着一个神。公子着火了！公子这是激发了五药神藏的火药力量。我自封神藏，只以五药修为试探公子的元气而已，没想到和他的差距竟如此大。我需要调理气息，辛苦姐姐帮我取药材，我来炼药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练武时有过一次岔气？公子如何知道的？我岔气之后，甚至赤龙失衡。我振飞你是察觉到的。小问题，我也为你开一副药，服药之后调理内气，可断病根。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妇科，我们都有些小毛病，帮忙看看吧。公子为先，等他调理好再说。
现在来为大家诊治。公子试试吧。这不是宫中的萧太医吗？对了，放牛的也在花巷，我顺路去看看。花巷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？听雨阁中来了位神医，2个时辰前，四王府的老夫人讨了药方回去，吃了一副，顽疾就好了。放牛的，给你药方。公子，我们医圣没有灵胎和神草，能治吗？你可以修习造化灵功，用灵功化形，变出一个灵胎。连狐狸都能治，真是花巷神医。原来花巷神医就是放牛的，还以为他来游玩，没想到是来当医师的。花巷神医，恐怕是江湖郎中招摇撞骗。你开的都是最低贱的药，岂能成效？药不论贵贱，花巷中的女子都不是贵人，没有多少钱财。那你看我有什么病？老先生，你病得不轻。骗子，还敢在老夫面前？你是药师，你身上有万种药味，可见你常年与药物打交道。但你的药术不精，没有将药中的毒调理好，而今体内已经积累了100种毒性，救不得了。那你说我还有多少寿命？你若是不动怒气的话，可以多活几年；若是动怒，毒气攻心，便只有10天。倘若我10天不死呢？你是说我现在就死？我若是不死，便让你死！这种书这种事，这个世界怎么回事？这个世界怎么回事？这个世界怎么回事？萧太医暴毙而亡了。这个神医似乎有点不一般。公子，不能再诊治了，明日便是开院大考。我也并非是单纯治病啊，
要是爷爷教给我无数药力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检验，而今才1天，我便检验了1000种药力。对了，太学院在哪里？太学院就在城中玉山上，九龙山脉的龙气让整座山都变成了美玉，就像是9条龙共同衔着的龙珠。公子一看便知。将太学院建在此处，是要用龙气助世子们修炼吗？严康国好大的手笔！这次大考第1肯定是我的。第1肯定是我的。哎，秦兄弟，这边，魏英雄，秦兄弟，走。他和我一样来自江陵。主簿大人，写江陵。啊！录影在此，不可胡乱更改。6合境以上的大学士子上山，灵胎境及5妖境的小学士子随我来。为何一定要改成江陵？我听说赶考的江陵士子都遭到袭击，没多少活下来。太学院要安抚人心，定会在大考上给江陵士子一些便利。毕竟国师出身江陵，也算维护国师的脸面。借过，借过。不好意思啊。每年太学院会给出10个名额，破格录取小学士子。这便是诸位的第1关考试。这便是诸位的第1关考试。规则很简单，上去的过关，上不去的回家。我来。嘿，出局，下一个。这崖壁根本无法落脚。既如此，施法飞上去便是。魏英兄，他是谁？京城秦家的小公子秦玉，他父亲是天策上将秦简，兄长是中武将军秦飞跃。看来那个秦将军从玄冰里取出了龙珠和断剑。因为你也姓秦，不少人还猜你也是秦家的世子。我虽不会飞行，但我能把自己吊上去。秦兄弟，我拉你上来。不用。战气流派的刀法，厉害！秦牧善战，魏庸聪慧。秦世子战绩精湛，不知这刀法师承哪派宗门？无门无派，这是我家屠爷爷自创的杀猪刀法。好一把杀猪刀！秦世子对我的佩剑颇为留意，莫非也精通剑道？看着有点眼熟。你不可能见过，因为它来自一处神秘所在，200年无人领略过此剑风采。
上前，使出你们最强的招式，对战神奇虚影。每组剩1人，这人便算过关。咱们兄弟俩可别分在一组，下一关见。厉害，元气可化神奇，而道人至少是天人境，还需同时应付这9个世子。考核开始。使者存一，我赢了。其他人都在合力对抗神奇虚影的攻击，唯独他向其他人下手，邪性，实在邪性。你过关了。这。这邪性少年把其他人都带坏了。过关。过关。大家都这么厉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承认了。不能让那少年祸害太学院，希望后续考核能将他刷下来。这一关考验心性。奇怪，倘若这位少年真如评语所写的那般邪性，又如何能在我的禅云下支撑这么久？秦牧，赤子之心不为外物所动。这个利州府的秦牧怎么回事？说他邪性，又说赤子之心，这些家伙胡乱写评语。老师，外面剩下14人，但10个录取名额里，江陵已经内定了3个名额。此前京城秦家传信说，小公子秦玉想要进入太学院。还有骠骑大将军、泰山王等6家也想。权贵不能轻易得罪。这4人没有背景，
便只好委屈他们了。那是燕山府墓的亲戚，旁边是宇都浮云的表亲，这个倒没听说过，好像叫司云香。你姓司？我有个亲人也姓司。云香对秦世子很是钦佩，希望能一起考入太学院。江陵来的世子出列。江陵受难，死伤惨重，3位世子无需再考，可直接前往太学殿面圣。哦，秦兄弟，不得喧哗，其余世子稍后，考核马上开始。齐世子，也就是说，只剩下7个录取名额了。真是气派啊！各位世子，我乃太学院监丞凌云，这一关由我来考验你们炼气成丝的本事。太学院纯阳殿传授的是炼气之道，其中凌云道人更是以修为精深、炼气纯阳闻名。以云香的本事，恐怕……公平起见，我会自封神藏，只保留5要境界，而你们只需坚持3招，3招不败便算过关。每个剑匣中藏有木剑36口，你们随意取用，而我有这1口木剑足矣。他控剑的元气丝，细如仙毫，却有万钧之力，单凭元气很难获胜。若想通关，还得靠剑法。丁山世子上前。丁鹤世子，这2位世子所用招式相同，似是延康国各地小学世子必修的剑法。剑法虽然精妙，但相同的招数只要被破解1次，就能被破解1000万次。真有人能接住他3招？秦玉世子，请上前。你虽是秦家的人，但我不会留手，尽管施展你最强的本事吧。我能否使用此剑应战？此剑再不凡，却已折断锋芒，恐怕不比木剑趁手。我用这1口断剑足矣。秦玉的剑法里竟然有真龙之势，他肯定见过真龙，参悟出了真龙剑法。他是秦飞跃的弟弟，难道是永江龙宫里的那条幼龙被秦飞跃带回延康救活了？不愧是秦家公子，3招已过，你通关了。好厉害！虽然只有3招，却以攻防交换无数回，确实精彩。但之前2场考验时，凌云道人都是以浑然强劲的炼气之道全力之敌，面对修为更强的秦韵时，反而实力更轻。
有猫腻。秦牧世子，秦世子，千万小心。她好像很关心我，又跟婆婆一样姓司。难道她是？是我想多了，婆婆从不害羞。又一位秦世子。对，我姓秦。唉，可惜你的秦不是京城秦家的秦。老师，能不能用2个剑匣？规则并未限制取用木剑的数量，但2个剑匣共72口剑，操纵难度只会更高，切莫勉强。你连炼去成丝都没学过？我比较笨，您请。无妨，你尽管出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凶悍的元气？凌云，还不赶快起来！臣御前失仪，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凌云多半是轻敌了。不过这位与他比试的小学士子确实本事了得，72口木剑精准击中同一部位，竟以木剑之盾攻破了凌云的护体罡气，令他负伤。大祭酒，看来小学士子的比试比这大学士子的还要热闹。朕倒想看看谁有这等本事。秦世子一招挑剑时，竟将凌云道人直接挑飞了。秦世子，果然厉害。大考暂停。秦世子，惊扰圣驾，定有重罚。陛下传你来太学殿问话。这些都是延康国的文武大臣。祖师，飞机也在。这衣裳衬得她真像个公主。这就是延康国当今的皇帝，好像是叫延丰帝。秦飞月，顾里暖，他不会还想把少伯剑抢回去吧？你就是击飞奸城的小学士子，你来自哪里？
启禀陛下，秦牧世子拿的是利州府路引。陛下容禀，此人乃是大陛下。实不相瞒，我来自大虚。陛下，他不只是大虚器民，还与天魔教有密切关联。便是他与天魔教阻挠我严康进军香龙城，这次更不知施展何等手段躲避师进混进来，实在居心叵测。哎呀，大虚呀！请陛下明鉴，下令拿下这贼子。诸位爱卿稍安勿躁。他如此坦诚，不像居心叵测之徒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朕的朝臣中，有着各教各派的精英。若论出身，有半数是魔教、魔道。你是天魔教弟子？是。天魔教一向神出鬼没，而今教中弟子也进入太学院求学了，很好。天魔教也是朕治下的教派，也是朕的子民。小秦将军，你让朕拿下朕的子民，那朕还如何统治天魔教？陛下，太学士不仅是世子，更是我严康8品官职。他一个大虚器民，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到了朕的国土，无论来历，都是朕的众生，哪里来的器民？这个炎风帝，竟然处处向着圣教和大虚说话。是拉拢，还是？可是陛下，最近屡有宗派作乱，以国师违背神谕进入大虚为由，攻劫我严康。臣只怕天魔教也蠢蠢欲动。哼！这些宗派总想搞件大事来吓朕，名义上是反国师，实则是反朕，无非是想让朕的屁股挪一挪，做给他们的屁股坐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从前国家是宗派的附庸，谁来做皇帝都由宗派做主，他们怕在国家身上吸血，怕在百姓身上吸血，哪个皇帝不由他们心意，便换掉、杀掉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宗派绝不能凌驾国家之上。朕与国师大兴治学之风，推动变革，就是要将宗派不该掌握的资源收归国有，改变宗派拿捏国家命脉的境况。朕不但要变革，还要革命，革这些宗派的命，革自己的命。这些宗派不想变革，那就等着朕去革他们的命。不但宗派要变，朝廷也要变。朝廷不变，迟早完蛋。国师的作为都是朕授意，反国师就是反朕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哈哈哈哈！朕失态了，都起来吧。陛下所言，振聋发聩。他躲避世境，进入我严康国境，亦是事实，理当严惩。父皇容禀，
秦牧世子正是近日明洞京城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。花象神医，朕听说过，诊病不分贵贱，施治不拘一格。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，正是我严康用得上的人才呀。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，免去他的罪责呢？既是神医，那不但不该罚，反倒该赏才是。朕宣布，从今往后，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。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严峰帝下令将小学士子的考核也挪到太学殿进行，凌云道人再也做不了首奖。只是除了我和司云香，其余众选者依然出自名门世家，就像太学士子会于这太学院一样，财富、权柄、神通、法器，却多数会于宗派世家之手。寒门世子再努力，也难以突破所谓家学渊源的壁垒。长此以往，严康国被宗派世家把持，阶层固化，必会产生毒瘤蛀虫，国家必不长久。严峰帝有变革之心，这边讲他能扭转这种现状吗？祖师又为什么要我考入太学院呢？秦兄弟，秦兄弟，咱们以后就要住在世子居了。听说历年破格招收的小学士子都在这儿。弃民这种该当诛杀的贱民，既然住进了世子居，简直有辱门楣。二位师弟，你们知道弃民住哪儿吗？这。与弃民为邻，我也羞愧得很。他就住在那儿，师兄们，随我来。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弃民长什么样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对了，诸位师兄，太学院允许杀人吗？当然不行，律有常刑，杀人偿命。我们只是要教训了弃民一顿。京城的规矩真多。秦兄弟。不像我们大虚。大虚，你就是那个弃民。正是。秦兄弟闯大祸了，这些师兄资历深，关系广，定会报复他的。横扫京城无敌手，脚踢800太学士，武耀无敌。弃民，你竟敢偷袭我们！再敢提弃民二字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
这位师兄，我是国公府魏家的，与此事无关。今日这般，我一定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祖师，少教主，你终于来了。少教主一路走到延康，感觉如何？我走一路看一路。只见延康国有大兴之兆，道法神通，景系百姓日用，日新月异。水下有行舟，空中有楼船，地上有飞轮车，炼丹术也被运用到核心驱动之中，造化神奇。武阳县雨涝排云，漓江县借水势引动冶炼机关，江陵郡以造化之术扩建江上新城，近乎神迹。待到京城，更是人文荟萃，民息物富。延康国虽然有所动乱，但是乱不了太久，之后便是无比强盛。听你的意思，认定宗派无法与国家为敌了。小学、大学和太学的设立，已经确定了延康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派。其他宗派都是这个宗派的小学、大学，不过为延康国提供士子而已。如何与国家相争？可如今天下大乱，国师亦身受重创，延康国岌岌可危，随时可能国灭。祖师，你在诓我？延康国师如果真的受伤了，怎么会让织染署这样毫无战力的官署押送药材呢？他肯定是在欲擒故纵吧。还有一重苦肉计，否则骗不了天下宗派。他回京之后，我见过他，伤势的确很重，据说是3个跟我同时代的老怪物一起出手将他重创。延康国师，这是将计就计啊！那些宗派怕是要吃亏啦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延丰帝口出狂言，要各宗派延康朝廷的，如此行为不只是不遵神谕，毒神之嫌啊！阁下有何大言？若他执意要对神谕不敬，对宗派不留情面，那正道、禅道和魔道3大魁首必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当年他来向我问道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本想收他为弟子，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么，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，国师又是旷世奇才，天圣教也是宗派。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，灭圣教，我教该如何自处？有2条路：一是变教为国，圣教要立国，则需远离延康，以免被吞并。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，离开了延康，只怕会破坏根基。第2条路呢？依附延康国。你做教主，
便是想让圣教灭教。好大的胆子！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没有这个念头。有，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，继续说下去。敢问祖师，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？1成。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？2/7。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。200年后，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，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。寒门越发贫苦，世家越发富贵，民怨必然爆发，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。滚滚大势，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挡。你要造反，陷圣教于不义，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，别闹！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，再过200年呢，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。请祖师赐教。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啊。不过，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。我想的是圣教教育，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延康国师崛起时，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。他来向我问道，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。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。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，来影响延康国，让延康国成为圣教。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，延康国便是天圣教。祖师圣明，你已经是圣人了。我做不到圣人之道，延康国师也做不到。诚如你所说，200年后，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。我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担子往后交给你了。比起灭教，延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，为他所用，对吗？不错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。你年纪小，修为低，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。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，让他掌控你，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。倘若他做不到，你取而代之。祖师，这是什么雨？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了这片湖水。这鱼吸收了龙气，因此叫做九龙记。这种鱼一身硬骨头，没有多少肉，只能用来煲汤，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。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记？想多了吧？做人有什么不好？偏偏想做鱼。你想被人煲成汤，我就是嘴馋了，带你来喝鱼汤而已。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？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，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。可惜，只怕我无法看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看到。时代？那要怎么看？站的高度不同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。鸡雀低飞，只能看到方寸之地；雄鹰展翅，千里皆是猎场。少教主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便能看到200年，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。你过关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便会辞官，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。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。祖师，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，就能成为新教主。
我目前是5要紧，好像能杀我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在，无人敢动你。你需尽快磨砺自身，便无人杀得了你。祖师，你不是说还剩7年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只靠境界压制，必然是如履薄冰。身为圣师，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，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，那么没人想要杀你，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。而今，已不是凭借1、2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，切不可固步自封。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。祖师，圣女求见。不见，圣教主在我心中已有人选，让他回去吧。登基大典尚未举行，圣女若比新教主优秀，难道不该优胜劣汰？公主，呀，我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？不急，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。多谢。我先继续诊治。神医，救救他吧！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，回来后便越来越瘦。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，命我送他回京求医。晚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他明明有气，还活着，只是身体还活着。他中的是蛮敌国的巫毒，毒性渗入魂魄，已经魂飞魄散了，我救不了。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，再有人中巫毒，尽早服用可以救命。神医大恩大德，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。他们是庆门关的将士，庆门关正与蛮敌国打仗，你的药方可救百万将士性命。肥妻，放牛的，谢谢你。你的气色很好，怎么也来找我看病？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，看了不知多少医师，就是不起作用，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。上轿吧。肥妻是严康的公主，她的长辈，该不会是……皇帝生病了吗？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体魄很是强健啊。嘘，病的是我的祖母，当朝太后。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禁的罪过？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啊。我若是治不好呢？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。还有什么法子？祖母，我把花象神医请来了。秦牧参见太后。他小小年纪，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，怎能给太后看病？万一是个骗子，
萧太医也这么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画像神医，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，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。天眼，看你！太后这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此毒名为千机毒，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。中此毒者，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，无论怎么开方，都只能解决一部分。而且，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，治疗的次数越多，中毒越深。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，可毒性却一直变化，药方也不停地变，但始终解不了毒，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。萧神医，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？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。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？大虚。大虚。千机毒，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，谁也不曾见过，所以吾姐，臣无能，臣该死。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，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。玉面毒王如今何在？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，无数仇家杀上门来，他无法立足，只好割面而去，从此消失200年。不过，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。他们说的玉面毒王，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？我从小到大，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，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。太医们无法可解，画像神医，你呢？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，这毒会是他下的吗？不对，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，不可能下毒。我有办法解，不过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，还需要1023位宫女，1023个木牌，1023只闭眼蟾蜍，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，一堆破木牌子，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，就能解千机毒。这小子卖弄什么花招，故作玄虚。他要是解不了毒，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看，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。准。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。放牛的要用他们来做什么？列阵！木牌一面为黑色，代表阴；一面为白色，代表阳。听我号令！
第一列阳，第二列阴，第三列阳阴阳阳，第四列。我明白了，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，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，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。用术数来推演药理，不可思议。第一列进入第三列，双阳相撞者，前位进阳，本位转阴。咦，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？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？均衡谈何容易？除非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奇毒里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。阳气枯竭，生机不振，他要失败了。成功了！1022种毒物，阴阳相生相克，千机毒自解，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，简直神乎其技。诸位太医，这方子如何？丹方奇美，壮丽如歌。老夫行医100年，却只流于表面。今日得见小神医，方知医术浩瀚无边。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，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炼药不用丹炉吗？波动元气演化炉火，水火相济萃取药力，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香气手。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想学啊？我教你们。多谢小神医。他们怎么那么激动？药师爷爷说，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。手法只是补充，算不上多么特殊。服下此丹，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。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。
真的是好事，太神了。小神医，谢谢你帮我解毒。你的炼药手法让我想起一个人，200年前毒杀各派高手的玉面毒王。太后见过玉面毒王？说起来，当年先帝死后，哀家曾见过他，与他有过几次幽会，为他倾倒过。谁能想到，青面獠牙、臭名昭著的玉面毒王与狼焰毒绝、风流满天下的玉面郎君竟是同一人，伤了不知多少女子的心呢。药师爷爷竟然还有一种身份。他早年收的弟子小毒王府元清突然捅破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他被仇人追杀得走投无路。哀家告诉他，哀家可以保他。还有几个臭女人也想保他。太后爱慕药师爷爷，没想到清心寡欲的药师爷爷以前这么风流啊！哼，他们到底是没有争过哀家，哀家也没有争过他们，他还是走了。造化弄人，折磨了哀家几10年的千机毒，竟是出自情郎之手。太后觉得是他本人下的毒？哼，不会是他，是小毒王。听闻小毒王投靠了国师，他向哀家下毒，自然是国师的授意。小虫儿说，太后的千机毒被一个少年解了，看来是我师尊新收的弟子到了。国师，要不要再下另一种奇毒？已经不用了。太后与我之间并无恩怨，她当年为了保她儿子的江山，才反对我变法，陛下对此也有迟疑，因此我让你下毒，并非为了毒杀他，只是想让他无法干预朝政，陛下方能全心全意变法。而今朝野上下多是支持变法的人，那些造反宗派也步入局中。我大事已成，太后阻止不了我。国师想要哀家死，想了很久了。大抵是哀家对他的某些做法看不过眼，他嫌哀家挡了他变法的路。太后何不去告御状？你以为皇帝不知情？他见如今变法大成，哀家无力回天，便让你来解毒，否则他怎会顺着秀儿的话赦免你？赦免器皿可是毒神的罪责。对千机毒如此了解的，
只能是千机毒的创造者。你师父就是玉郎君吧？他在大虚过得怎么样？他很好。是他让你来救我的吗？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太后有些想多了。小神医受累，回去歇息吧。你需小心，你解了小毒王的毒，他定然盯上你了。小毒王。你讲究大事，我却讲究恩怨。你的伤好的差不多，继续采集星光调息即可。我要出去转转。师弟来了，做师兄的岂能不去见一见？你要小心，太后虽然不能奈我何，但是诛你还是可以的。太后聪慧，想必已经猜出你师弟的身份，她在等你上钩，将你诛杀。是你让我下毒，为何他不杀你，反倒杀我？我何其无辜！你忘了吗？太后与你师尊有些不清不楚，她是为自己报仇，更是为你师尊报仇。玉面毒王现居大虚，前不久有位大虚器民做了天子门生，应当就是你的师弟。哎呀，是了，瞅看。今日所授课业是剑学。怎么回事？好强的剑气！这是给我们的下马威。剑尾出鞘，剑气却锋芒逼人，这就是剑学兼程，剑三生。剑三生，原来是我教剑堂堂主。寒光殿乃剑学之殿，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剑学氛围。你们可知何谓寒光？圣人有三剑，一曰寒光，视之不可见，运之不知有，其所处也，泯然无际，惊物而物不绝。不可见不可触，剑老师已经很厉害了。寒光境界岂不是更厉害？不错，剑运转到寒光的境界，便被称作以剑入道。被称作寒光剑神的，天下唯有一人。你们当以此境界为目标。请问如何才能达到寒光境界？我观你们方才应对我剑气的剑势，除了一人，其余皆不尽如人意，需要从基础剑势开始重新练习。基础剑势我们启蒙时就学过了，怎么还要练？不要小觑剑法基础，基础不牢的话，一切神妙剑法皆枉然。我以前遇到一个灵胎境的小孩，基础无比扎实，我以同等境界与他对决，却被他用木剑击败。我那时才知，剑法基础是何等重要。你的小孩这么厉害？是啊。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，随我刺剑。秦牧，随我来偏殿。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，随我刺剑。秦牧，
随我来天殿。难道启明的剑法比我们都强？竟然能蛊惑老师给他单独授剑？少教主认为我教的如何？剑堂，你的进步很大，不过你太关注剑，忽略了其他，还未做到合众为一。恳请少教主赐教。倘若他有老师刻意栽培，我们哪还有机会胜过他？趁他还没有长成大树，一定要赶走他。这次我们提前封闭听觉，不要被他的魔音挑拨，然后一起上，耗死他。这群人又来了。封闭听觉。冲！秦世子越发厉害了。你们不知道，这已经是他们第2次挨打了，上次更凄惨呢。对了，这件事你们可不要说是我说出去的。我们怎么输的？当然是被童子打输的。挑衅1次不够，还来第2次。第1次不能再饶恕你们。想要回云冰，拿钱来赎。胡灵儿，千学监城还在等着我们，走吧。启明别得意，狮子居3大高手就要历练回来了，到时候大师兄会给我们做主。大师兄，狮子居不成文的规矩，5妖精谁最厉害，谁就能当狮子居大师兄。好强的杀气！就像是刚从战场饮血归来的战士。祖师与国师建此天禄楼，收录天下功法典籍。寻常士子可进入第1层，阅览书籍，私学穷理。上面怎么还刻着国名？难道这些都是被严康降服的国家？这些书就是他们的国学？不错，一个书橱就是一个宗派，一个国家。第1层的书已经这么多，第2层呢？待秦学士突破至6合境，成为神通居士子，便可凭书牌进入2层。随我来。这笔法，是龙爷爷的画。国师搜罗天图国画圣之作，供太学士钻研书画造物之道，用以协助工部修缮营造。公子快看，星星被关到房间里了。国师采集星光融于此间，助太学士研制星斗旗变阵法，以其子演练兵部军阵，功法因时而变，因变而通。这第2层便是国师的思辨之策。那第3层又会有什么？第3层只对皇族和为官为将者开放，
内藏各国史籍经传、各境天文地理、各州商贸奏报，是以居安思危。思学、思辨、思危，这座天路楼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。吴灵儿，走，我们从第1层开始看书。秦兄弟就这样，咚，咚，咚，世子居被他打了个遍。哟，世子居的大才子们有今天呢。当初是谁说自己有真才实学，瞧不起咱们这些免试入学的皇子院士子？现在看来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何人胆敢打你们？师兄，大师兄为我们做主啊！大师兄，世子居来了个大须器民，带只狐狸打击我们，连打我们2次，还故意传的整个太学院都知道，让我们抬不起头。惨了，连打2次。我看是你们寻衅，输了不服又去报复，所以才被打了2次。那个器民师弟很了不得，方才与他相遇，我身上有刚从战场下来带有的杀气，还未走到他前方，便被他觉察。他的元气随步法变化，将攻伐之道藏匿于行走，迫使我与他相互建立，事换敌意。这便是江湖礼节中的契机锁定，于平和中暗藏争斗。上次得见，还是我随霸山老师游历时，偶遇天奇门门主。他们2人越走越近，最后停下，相互见礼，错身而过。我一直不明白为何，直至方才，你们不出去历练，只窝在世子居，看不出那种争斗，必败无疑。大师兄，那器民在门口写了一块牌匾，自称5妖无敌，显然是不把大师兄你们放在眼里啊！大师兄从战场历练归来，就是为了教训师弟师妹们吗？不好，又来了个高手。狼奴，你说，世子居是不是需要换一个新的大师姐呢？沈师兄，岳师妹降服的这个狼奴不弱，你更强了。你也是。平心静气，戒骄戒躁。不过来了个新师弟，沈师兄、岳师姐，你们怎么还要借此争大师兄的虚名？云缺师弟，你又不是禅师，整天装模作样的。这样看起来比较厉害。哼！漓江派被灭门后，那里的其他门派造反作乱，我随着大军前去平叛。这些日子，我颇有些心得，想请沈师兄和岳师姐指教。我杀气太重，恐怕出手便有死伤。这位新来的器民师弟非常凶悍，世子居的世子多数都被他打了。你们谁若是能够胜过他，这大师兄的位子，我拱手相让。一言为定。
我去度化他，先过一下大师兄的瘾。哈哈哈哈！事闹大了，我得通知七兄弟。公子，公子，那边墙上有幅画，和魔猿那儿的好像。是霸体三丹功，但似乎是六合境的行宫图。我如今还在五曜境，没法使用。还好此前记下了真阳宫墙上的五妖镜残图，倒是可以比对研习。一会儿再找剑堂问问这壁画是谁画的，说不定他那里有五妖镜全图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微胖，七兄弟不好了！狮子区的三大高手，太学院无妖境狮子里最强的3个，刚刚历练回来，说要找你算账。哪3个人？武耀第一沈万云，被狮子居尊称为大师兄。排行第2的是师姐岳青红，动机说来极为凶悍，最近还降服了一个狼奴。第3位缠绵失心的云雀，最爱逞强斗狠。师弟是在说我吗？器皿，听说你野性难驯，我心怀慈悲，特来度化。亮兵器吧。云雀师兄，我刚在天禄楼学了不少东西，正好与你练练。龙啸伏魔印。终于遇到高手了。保平印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招法怎么会？都是好招式，可惜你没有学到家，华而不实，所以被我压制。连个领兵都没有，不过衣服还不错。我就等你来赎啦！七兄弟快跑！岳青红和沈万云就要赶来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我不会输。云雀太没用了，听闻秦牧在大考中用过刀法、术法、拳法和剑法，精通数艺，而他与云雀对战，只出了拳法，都没用上全力。主人，我的魔刀是战场杀伐之刀，招无虚发，可以逼他使出全力。好，你以前是狼居虚国的刺客，久经沙场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
你以前是狼居虚国的刺客，久经沙场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有人偷袭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在天禄楼看过，这是狼居虚国的图腾。书上说，那里的人都是青龙灵体的变种，龙狼灵体，想必他就是魏兄提到的狼奴。那它的主人岂不是藏在暗处？这小子推发诡异，似有神能气运。我将全爷的偷天神掌烧作凶砍，一瞬间亦可爆发雷霆之势。胡灵儿，他的战斗经验丰富，而且用了兵器，所以我下手重，给他留点钱财之伤。消失了！哇，我暴露了！玄宗咬灵技，去影随心急。原来这就是天文中记载的云中之云。他就在我背后。月师妹要输了啊！哎，月师姐呢？他也是个高手，不过云宗却影重在身形，而不在脚步交错。他一味重视脚步，所以输了。秦兄弟，你又赢了！我从这三人身上学到很多，希望多来点高人，帮我开阔眼界。大师兄，你看出了什么？我在观察他的弱点，他的拳法、腿法都是1等1的，甚至还会剑法和术法，几乎没有弱点。但是他在与你们动手时催动功法，有一丝微不可察的破绽。他的破绽在哪儿？这不是蒋学的重伤，是备战境中。不好，太学院有大事发生了。走，快点去看看！走。好一派超然于世的气度。万物化生，太极问道，是道门。道门？
道门作为正道第一大派，历史悠长，底蕴深厚，素来隐居昆仑山，为何突然来我太学院？久闻太学院是天下第一学府，广揽天下才子。道门丹阳子携道子林轩前来问道。这是什么道理？看看。这是在堵门呢。除非有深仇大恨，不然谁会用堵门这种手段？打太学院的脸，打国师的脸，打我延康国的脸。肥妻，玉秀妹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是太学院皇子院的世子，自然得来看看。道门是正道第一大派，这次现身非同小可。若是太学院无法逼退这二人，只怕他们离开之后，道门便会造反了。凭借道门的声望，他们是想攻心。京城外面有各派趁机作乱，还打着讨伐国师的旗号，但京城里面还算平静，民心向背，一目了然。要攻谁的心？国师的心，天下人的心。国师将天下绝学收归国有，但如果聚集诸多资源，教导出的世子仍不如道门弟子，那这变法还有何用？届时父皇如果不诛国师，必会失德，失去人心，天下宗派悉数造反。这不只是攻心，而是诛心啊！诛人心向背之心。丹阳子，这是何意？道兄，天下大事滚滚如潮，久闻太学院聚集天下道法神通，国师要用太学院来取代天下宗派，道主便派我来看看太学院是否有这个资格。道门一向超然，如今也坐不住了吗？我道门不求振兴本教，只求天下宗派不会成为延康国的附庸。3日内，太学士子皆可前来挑战。若道子落败，则我道门再无脸面反对国师。若3日内没有人打败道子呢？那就证明国师的变法无用。如若皇帝和国师坚持违抗神谕，为天下换一位新主，也未尝不可。我明白了。太学士子听得号令，3日为期，无论修为高低，皆可下山挑战道门道子。太学院输了，道门便要天下换主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？大师兄，我们世子居不如身先士卒，替太学院争得这个脸面。我倒要看看道子实力几何。道门林轩，6合境界，自封6合神藏。
他出招了吗？只打个照面的功夫，就连办我世子军数10人。看不出他的剑招的，最好还是不要上场。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道子哪来的剑？道门以道剑闻名于世，道子臂间的那柄拂尘，便是他的剑。对付世子居的五要境世子，一根沉丝足矣。接下来，去前线历练的神通居高手，也该回来了。青龙军镇威校尉昆子羽，敢请道子赐教。道子既是6合境，我便自封7星神宠。神通居的昆子羽，他也从边关回来了。镇威校尉是6品，看来他在边关搏杀，立功晋升了。青龙军，严康国这是在以练代学，培养官员呢。等太学士子离开太学院，便可直接授予实职，派到地方上或军中为官。道门道子，今日我以国师所传4项战阵其中剑招，向你讨教一样。昆师兄，我俗名林轩，请。破开百魔图的4项战阵。这下我们赢定了！阴阳道眼，你的剑仍有破绽。国师所创剑法果然高明，可惜你不是他。即便身处乱剑之中，仍能一眼看破昆子羽的破绽。好一个道门道子！放牛的，你能胜过道子吗？丹阳子是说，我看到一个厉害人物，他的眼睛比寻常人多出2层眼瞳，似能看破我的虚实。心如止水，不为外动。严康国师号称神下第1人，他设立的太学院中自然有些厉害人物。倘若是山门前交锋，他封印了6合神藏，我与他的胜负在5-5之间。吹牛！你与他在5-5之间，岂不是说你比七星境的昆子羽要厉害？倘若不是正大光明的交锋呢？你的胜算又有多少？生死搏杀不择手段，他没有半分胜算。其实我很强的。
五五之间，你怎么还不上去？我为何要上？我只在寒光殿听了1堂课，没有学到太学院的本事。就算打赢了，又证明不了太学院的厉害。你，我是大虚器皿，你们原本就想赶我走，怎么现在又要我替太学院出头？太学院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匹敌凌轩到此的天才？二哥，你做什么？七妹，于延康，我乃五品游骑将军；于太学院，我亦代表了皇子院。我必须赢下这场，好叫天下知晓，我们凌家是打出来的皇帝，不是靠文武百官捧出来的皇帝。延康国二皇子。皇子院世子林御书，请道子赐教。九龙地皇功，五龙脚下。你们皇室的功法很厉害。那是自然。我二哥可是在战场上实打实赢来的五品官职。貔貅妹子，你二哥要败了。道门先天太玄功，果然玄妙。是我输了。二皇子身上聚集了延康最为上等的资源，仍敌不过道子。剑法、瞳法、元气、法术，道子没有任何破绽，怎样才能赢过他？你们天禄楼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年都破解不了道门功法吗？那也比你们天阴阁、化圣阁强。正事不做，天天叫世子奏乐弄墨。爸，世子居世子，神童居世子，皆被道子击败。都怪你们这帮老古董，道法神通跟不上时代，好好的苗子都被你们祸害了。都是你们这些武玄奸臣无能，教不出好世子。老东西，分明是你们连太后都治不好，还得靠毛头小子去治。都消消气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道子。太医殿的人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怎么不见你们派世子出战？每年打着炼丹的名义领那么多俸禄，也不见你们栽培出什么厉害角色。二皇子也输了。调息吧，短时间内没人敢再来了。师叔，太学院非常可怕，这些太学士子每一个都算同境界中1等1的强者，而这样的强者在太学院中比比皆是。强盛如我道门，也只能倾力培养出个别如你一般出类拔萃的弟子。假以时日，这些太学士子成长起来，没有哪个教派能够与之抗衡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的信念。启禀大祭酒，小半日过去，无人再上前挑战。看来太学士子
已经被道子打消了一身的锐气。不如尽快上报国师，让国师弟子前来，说不定可以击败道子。胡闹！这是祭酒，国师弟子是国师按照旧俗独自栽培出来的，跟那些宗派没有区别。打败了道子又如何？只能证明太学院无能。此事传扬出去，道门必定造反。道门反叛，天下正道皆反。你是祭酒，那你说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也比你带着弟子天天窝在青阳殿念经修禅强。你要是把天禄楼那些道法神通念个遍，说不定早就研究出克制先天太玄功的方法了呢。请国师来吧。国师很久没有在我们太学院开讲了吧？你是说让国师前来传授剑法神通，然后让太学士子击败道门道子？3天，只有3天，老爷子，国师3天能够教出一位战胜道门道子的天才，哼，你信吗？信。霸山，你不要小觑了国师的能耐，他毕竟是神下第一人。你见过我的伤口，现在将伤口弄出来。国师怀疑太学院里有反贼，何不多带一些高手，这样才显得没有信心。太学院这么大，自然会有几个反贼隐藏其中。不过这里是京城，谁敢在这里杀我？瞒过反贼耳目而已。你也随我同去，见见你那位师弟。200年前，延康国师横扫天下，可200年过去，无论是国师自己还是太学院，始终教不出第2个国师。变法自太学院而生，也将自太学院而衰。大祭酒盛情难却，我开坛讲剑，只讲2日，不谈其他。不是3日吗？堵门3日，现已过了半日。若是讲学也要3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国师，请。奇怪，国师面上有些潮红，比起病态，倒更像是涂了婆婆常买的那种胭脂。身上还有股若隐若现的血腥气。这么久了，伤还没有好吗？还是说他在装病？何谓剑？有人
人说剑有万千招式，也有人说剑只有14招，谬论也。剑若是被固定，那就不再是道。如果不止14招，那么天下所有剑法都将出现新的可能性，必须重写重造，否则就会破绽百出。难道延康国师？我在14招剑式的基础上，开辟出3招新剑式，创造大六合剑法。这2日，我便教你们这3招新的基础剑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们忘记剑的形态。剑可以是生，可以是光，可以是元气，可以是眼神，可以长，可以短，可以柔软，也可以坚硬，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攻击。你们能够忘记剑的形态，便可以学习我的剑式了。第15式。剑气无垠，绕剑式。以往的剑式都是线形出击，绕剑式却是面形，以天地4方为界，这就是大六合剑法。好奇妙的想法，难怪是神下第1人。诸位世子，你们可以元气化剑，施展一遍了。施展，我连看都没看清，更别提学会了。算了，先把国师的话记下来再说。放牛的，你学会了吗？他们的元气丝都很纤细，化成的剑气也细如发丝。可我的元气丝，不行，这样粗的剑气太不灵活了，不方便施展。或许我可以试着用绕剑式将我的元气丝分解。这小子鼓捣一根棒子做什么？七年元气深厚，悟性却一般般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！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。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！他练成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这就是我那位小师弟呀。炼气成丝，是控剑术的基础。那混小子连元气丝都没有练成，是怎么进太学院的？啊？贿赂哪位考官进来了？霸山祭酒刚从前线归来，有所不知。他名叫秦牧，是个大虚器皿。他打赢凌云道人后，被陛下钦点为天子门生。凌云，你放水了！皇帝也受贿了，真是个大嘴巴。师尊也忒无能了些，竟然寻了个呆头鹅，一看就很好欺负。
剑藏于气，剑气交绕，有点意思。现在，我来传授你们第16式：剑无常形，游剑式。剑在空中飞行不受限制，剑的形态也不受限制，因此剑可以游，如蛇游，如鱼游，如龙游，如凤凰翱空，如天神倒空。何必拘泥于前人的基础剑识？这样的思路，不只可以改变剑法，更能改变天下所有的作战方式。这就是祖师说的新时代吗？太学院，我真是来对了。丹阳子师说，山上讲学的人是延康国师吧？我只隐约听到他1、2句话，便大为受益。或许他治学变法，是真想推动神通道法发展。我们又何必堵门？听其言，还要观其行。延康国师天纵奇才，早年他向道主求学时，道主也期许他会成为500年一出的圣人。只是倘若他没有成为圣人，反倒作恶呢？作恶？他狼子野心，要灭天下宗派，这是其一。其二便是，他竟然推行天魔教的教义，假圣人之名行魔道之事，实乃我正道大敌。正邪不两立，他与魔道为伍，越有才华，威胁越大。他开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确有益处，但也有弊端。你身为道子，自幼受道主教导，倾道门之力栽培，方有如今造诣。那些学院的奸臣能有道主的本事吗？能教出道子这样的人物吗？他们的士子大部分毕生庸庸碌碌，只知道学和用而已，无所作为。我与士子们交手时也发现了，看上去人人皆是高手，但招式却如出一辙，就像月饼一样，是一个模子烙出来的。神通道法是天才推动的，延康国师看似让更多人得到修炼的机会，实则断了天才之路。宗派有宗派存在的道理，他若意识不到这一点，我道门誓死与他为敌。第17式：剑无尽处，钻剑式。剑尖飞速旋转，单剑可破一切金刚身等防御法门，多剑齐发，则无坚不摧。放牛的在梦游。沈师兄勤修苦练，值得学习。器皿连睡梦中也不忘修炼，值得我学习。我给这些士子留下半日的休息时间，之后的事情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。国师慧眼如炬，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？得我剑术者1、2人而已，大祭酒应该看得出来。对了，你真的要辞官而去？命不久矣，不必再贪恋权势了。你何时贪恋过权势？你想要做官的话，这国师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只是你不乐意罢了。你是我半个师傅，你若是走了，我的道友又少一人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出生入席，死则散席。羽化登仙之时，你我也该分别了。天上真有仙吗？倘若你成为天上的仙，
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，那该多好！祖师，国师讲学，你有何感想？国师的基础和我一样扎实，但他想人不敢想，做人不敢做。我跟着村长爷爷学剑，以为已经尽得剑法奥妙，没想到还有许多未曾学到的地方。学无止境是错的，唯有创无止境。一直学始终是学生，但是只要创造一招，便是宗师。我请国师来，为的就是给你传道讲法，还不下去？祖师一声令下，弟子敢不从命？哼，臭小子嘴上说的好听，人家堵门这么久，也不见你动弹。不给你好处，你能这么爽快？延康国师此行，想必就是为了栽培此人。道子，去吧，敌视延康国师，但不可敌视他的神通道法，以免局限了眼界。太学院秦牧见过凌轩道子，我武药境界。道门凌轩见过秦牧世子，我六合境界，自封六合深藏。用兵器吗？这剑器似乎是一品大员的佩剑，不用兵刃，只用元气。既然师叔这么说，那便不用兵器。秦世子，请。请。这是以自己的力量，再加上我的，这一次还能化解吗？这便是延康国师所创的新剑式绕，真是变幻莫测。道子要胜过他，唯有动用镇教剑法了。
道子毕竟是道子，即便将修为压至5要境，仍能以自身造诣催动神通。我道门镇教剑法道剑14篇，一剑一篇，以浩然剑意，握运周天。啊！一点穿连好动，2仪内反复阴阳。他的每个元气丝，每个交织点，似乎都在沿着某种轨迹逆行，能随时逆转阴阳。圆，谁都能画出来，但切分2仪的那条曲线，却需要无比复杂的运算。道子的术数造诣很是惊人。村长爷爷传授给我的剑法，神意可杀，神克伐鱼。约可，这是伐神的剑法。心中无神方可成神，心中有了神，便再也无法成神，更遑论伐神。他竟也有了这般心计。此日楼台顶脉，他时剑驴山河。道子，天世子剑法高超，不过我已根据剑气轨迹观测出你体内的破绽所在。左肩就是你的致命弱点。回他妈哈发扬！过度关注我左肩的破绽，才是你真正的背叛。凌轩道子，承让。道子，快服药疗伤。师叔，稍等片刻。多谢秦世子赐教，剑差一寸，徒有洞察之眼，却无破法之力，是我输了。道子走了，道门的人都走了，这场论道，太学院胜了。真的吗？道门真的被打跑了。真的吗？是哪位英雄出的手？实乃我辈楷模。太学院英才济济，不枉我们苦心栽培，不枉国师和大祭酒多年之心血呀！
少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击败道子的人是在国师讲学后出现的，与你我有什么关系？霸山说的不错，教出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的人才容易，但要教出天才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疼！百毒金蚕衣挡住了剑气的锋利，却化解不了剑气的冲击力。左军的骨头还是受伤了。道门的人真小气，伤药都不给我一份，连祖师也不管自家少教主的。你是活的？这么快就愈合了？这是龙血还是麒麟血？好药材啊！龙兄，麒麟兄，算了。龙麒麟师兄喜欢吃酸性吗？那黄梅呢？还是柠檬吧，也特别酸。山上有一头大青牛，我看上它很久了，你能把它弄来吗？看来只有弄来牛才能骗来宝弦了。师兄放心，我自小放牛，还奈何不得一头牛吗？道门那帮人只认死理，不打得他们心服口服，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看来太学院出了位了不得的人物啊！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若是只靠几个天才来支撑门户，太学院便与其他宗派无异。国师有何良策？练太学院之法，用一个天才换一代天才。道有此行，可满3日。未满。太学院有如此能耐，却为奸人所驱使，造诸恶业。产子渡他们一程吧。到底是谁打败了道子？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，怎么没一个人承认？莫非是大师兄所为？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我2天不眠不休，一身实力施展不出8成，如何能击败道子？该不会是秦世子吧？秦世子身怀绝技，无论战技还是法术、剑法，都很不弱。怎么可能？那器民大呼小叫，说他才刚刚练成元气丝，他当着所有世子的面出了大丑，我们心中也很是爽快。只觉被他打的地方也舒服了。也舒服了。难道是皇子院的几位皇帝皇妹暗中出手？他们往日故作怯弱之态，实则隐而不发。二哥，放牛的不见了，肯定是他。那器民本事不坏，而且有神医之名，还救了祖母。但他毕竟是个大虚器皿，七妹不宜轻信。若是实在欣赏，赐他入宫做个内侍监便是，不可乱了尊卑。不好，又有2个人在山门前坐下了，好像是大灵宗的禅师，还有禅宗禅子。
也不知道那牛是怎么得罪了龙麒麟，非吃不可。公子，钟声又响了，又有人来堵门吗？糟糕，蝉子修的是苦行之道，通过磨砺肉身来淬砺禅心，凝成新如来。战斗的越久，新如来之相越是完美。大师兄要观察到什么时候？还不出手吗？何人何愧洒家？这烈坏小肯定不是好人。你要想，谁敢捏兄捏弟？遭打！这人怎么比星期二还凶啊？公子一向神武，到了太学院打这个打那个，怎么如今被一头牛打了？老爷，硬欺负你还小妞妞吗？大概要特老爷菜园子里的菜被妞妞给打个跑了。谁敢偷我的东西？胆子倒是不小。不知道，是块愣头愣脑的傻小子，还带着一块狐狸。原来是那个从大徐来的混小子，连我的小妞妞都敢招惹。还偷我的菜，很狂很嚣张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多谢祖师相救。祖师啊，刚才那招隔空取物，就是大禹天魔经的五鬼搬运术吧？教教我吧。山下来了一个禅师和一个禅子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大雷音宗的。那个禅师我以前见过，叫做净明还是什么的，总喊马爷爷师弟。至于那个禅子，就没见过了。他的名号倒是和道字挺像。道门以术学著称，术数造诣最深的弟子被尊为道子。禅宗则是心学，慧根最为深厚、禅心最为澄澈的弟子被奉为禅子。这位禅子在堵我们太学院的山门。祖师，咱们太学院是不是很弱啊？怎么天天被人堵门？我才刚入学，便被人砸了2次场子。哼，放在我们大虚，早就抄家伙打翻他们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禅子来了，你为何不去？我去过了，看完热闹才回来的。老爷子，喝茶，喝茶。其他世子都迎战禅子，你为何不去？
我打过道子了，还受了伤，手还被刺了个窟窿。祖师，你看，诶，伤疤呢？反正我左肩也受伤了，很严重的内伤。唉，我要养伤，谁爱打自己打去。大师兄终于出手了！太学院沈万云拜会产子，我乃五曜境界。大雷阴宗福星，自封六合神藏。沈施主，请。钻剑系。你的元气运行到左肩处便会迟滞，是功法不全所致。这是我一直修炼的霸体三丹功。祖师见过这样的行功图吗？连我都不知道这功法的名字，谁告诉你的？村长爷爷说的。霸体三丹功。这老家伙到底还是比我高明一分。我是在一处遗迹里见到这种残图，就将它画在了天禄楼中。原来那幅六合镜行功图是祖师画的。祖师还见过别的吗？我这图少了左肩部分。我只能依我的理解暂时补全，肯定有所偏差。等你登基成为圣教主，领悟大御天魔经的大一统功法，或能彻底弥补破绽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学的越多，越难发挥威力，原来是少了这样一个关键。大御天魔经中的内容都可以传出去，唯独大一统功法由圣教主代代相传，只有圣教主能修炼。登基大典上，厉天行会传给你。厉天行？他不是被婆婆杀死了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圣教交给你之后，我要四处走走。这世界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，执法长老会同我一起。等我死了，他也好帮我收尸。圣教不留尸身，人死如灯灭，只留一把灰。那时，执法长老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圣教。祖师，茶凉了。没这么快凉。本我金刚身。此人本事不错，算是太学院1等1的高手。与产子交锋10多次才落败，连大师兄都输了。少教主，能给你的功法都给了，国师也请过了，你还不去挑战产子，是想让我请谁呢？皇帝吗？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皇帝也是延康国1等1的大人物，他能来讲学吗？死了这条心，临阵磨枪1次也就罢了，还想有2次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祖师，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？
听闻产子名为福星，是因为有着一颗琉璃般的禅心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云香不才，便想做那尘埃，招惹产子一番。祖师，既然三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？传我灭毒印！好的不学，学人家堵门。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，咱们何不去堵别人的门？你出力吗？皇帝来开讲吗？滚滚滚！这个混小子，力气不愿出，鬼点子倒不少。祖师不是很开心吗？这小子喜欢逗我开心，不愧是那几个老家伙教出来的。是啊，不如去堵别人的门。他们不是想造反吗？先把他们的脸打掉，让他们没脸造反。苦海无边，孽因业果，罪过。祖师，还有2个月，你便要退了。这件事只能让别人去做了。还有少教主，我离开之后，还有谁能看顾他呢？公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那头牛打是打不过，但药师爷爷说过，打不过就下毒。我们真的还要招惹那头牛吗？它好凶，还会告状。要想得到龙麒麟的宝仙，我必须去。有了这等瞬间去腐生机的疗伤奇宝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就能帮助爷爷们接续残肢。走，去太医殿。公子，这副药真能药倒那头牛吗？当然，这叫尸迷香，是一种麻药。药师爷爷曾经用它放倒了一头蛟龙呢。不过，我们得先找人借一口特殊的丹炉。小神医，果然是你！你要炼药？尤太医，哦不，是尤老师。我想借蜜蜂炉一用。小神医折煞我了。这便是蜜蜂炉，一体成型，不留风口。小神医炼药，是否许人观摩？蛇眉2000，天竺子1两6钱，家竹桃4钱。炼电13剂，萃取玉石深处的药性，小神医的手法真是出神入化呀！
大家退后些。走。是要练好了。诸位老师，我先走了。都记下了吗？不过刚才他让我们退后，我没看清他收药的手法。收药手法向来无甚影响，小神医炼的药肯定非比寻常。去，没事，可能是刚刚太紧张了，炼制失迷香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肯定是那几个老头盯得太紧，公主才紧张的。这些老师可真奇怪，不停问我手法还有丹方的问题，明明药理才是最关键的。罢了，我们去拿下那头牛。他好像就是这样。练不成也没关系，开炉吧。好香啊，果然是神药。不对呀，他炼的药好像不是雾状的。这是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，走，快！我的腿呢？我的眼睛，我看不见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又有其他宗派的敌人来袭？快，去通知霸山祭酒他们，其余人随我进去救人。好厉害的毒！是谁下此毒手？连法庆禅师也被毒倒了。待我先吹散这毒气。不要吹！不知道，我们先去找龙麒麟交差，正好看看什么情况。没发现敌人，这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整个太学院能不被毒翻的，恐怕只有天人境以上的寥寥10-20人。我太学院是当今第一学府，如今却要灭门了吗？幸好有大祭酒在，但他们却
他们又没有死，你哭什么？这毒气似是毒王的手笔，我知道是谁干的好事了。我的小牛牛！小子，放倒我的坐骑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墙角站着，谁下的毒？那头牛是我麻烦的，这些人不是，但这不是毒，只是麻药。过会儿他们就会苏醒了。你才来太学院几天，便折腾个天翻地覆，世子居的世子快被你打遍了，房子也快被你拆干净了，当着皇帝的面打翻凌云，现在又麻烦霸山祭酒的坐骑，麻烦太医殿，我这太学院几乎所有人都被你麻翻了。你下一步准备放倒京城所有人吗？麻翻全京城，那得多大的丹炉才能炼出这么多尸迷香？我是说，麻烦这些人的尸迷香真不是我炼的。大雷音宗的人走了，也就是说，产子被打退了。难道是击败道子的那个世子又出手了？齐世子，是你击败了产子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一直在被大祭酒驯化。我之前闻到一股香味便晕了过去，醒来就听说有人打赢了产子。我见秦世子神采奕奕，还以为是你赶走了产子呢。不对，中了尸迷香的人会虚弱无力，而他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他为何要撒谎？莫非打败产子的是他？那他又为何要问我？该不会是想向我炫耀吧？司世子受累，早些歇息吧。难道祖师说的就是他？他也是圣教的人吗？这么说来，他也姓司，也喜欢炫耀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在效仿小神医炼药吗？药呢？原来是你们这帮老家伙搞的鬼！什么神药？那是麻药！你炼麻药是要做甚？专门去麻烦霸山的坐骑？我跟他闹着玩呢，他不让我偷园子里的菜。那你为何不去偷菜，反倒绑走我的牛？难不成我的牛就是你的菜？霸山，你说要怎么处置秦世子，才能让他安分一些呢？大祭酒的意思是，你若是杀了他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大概不清楚，治好太后的花象神医就是他，此外他还是毒王的弟子。既然我的牛没事，那我也不去救了啊！我就快卸任，不能再捅出篓子了。安分些可好？可我还想要龙麒麟的。悠悠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打败道子的是木儿，打败产子的是香丫头。这次击退道门和禅宗，靠的全是圣教之力。太学院可真是一败涂地呀！祖师辞官是对的，还是早点回山，让木儿登基。既然如此挂念少教主，为何不去见他？有祖师在，我可不担心他的安危。远远看一眼就够了。难道不是因为心魔发作？悠悠，我主持登基大典，届时厉天行必须现身。我知道了。新的大祭酒即将上任，太学院也需有新的变化了。道门、大雷音宗皆已败退，三大教派唯余天魔教按兵不动。
或许他们已经出手了。难道暗中帮太学院击退道子、产子的是天魔教之人？天魔教，严康，一个是伪装成教派的国家，一个是伪装成国家的教派。如果联合起来，正好可将其余两教推入我手。道门、大雷音宗接连堵我山门，想必诸位也清楚世子与道子、产子的差距。人才与天才，天堑之别。论栽培人才，太学院远胜宗派，但论到天才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要因材施教，让天才和笨蛋一起学。等笨蛋学会之后，天才方能学习其他神通，这就耽误了修炼。你在世子居挑选了一个苗子，独自教导了几年，他如今怎么样？婉云还算争气，在世子居做了几年大师兄，可见单独栽培要胜过集体授课。这些年被太学院耽搁的天才不在少数，我就要卸任了。巴山，培养天才的难题只能交给你。我与国师商议，于太学院中选拔博学多才之士，授予太学博士，交由你专门授课。但你从博士身上寻到教导天才的窍门，便可推广至小学、大学。届时天才辈出，太学院将全面超越各大宗派。那老爷子选的太学博士是谁？这位太学博士与你还有些渊源啊！老爷子心可真大，居然压注在一个大虚人身上。大虚来的家伙，能同我有什么渊源？华山祭酒，你找我？哼，字儿倒是比华生阁那帮人写得好。哎，大祭酒把你交给了我，以后我和你住在一起，免得你又四处闯祸。你还记仇？你打了我，我只是迷晕了你。你见过像我这样的好人吗？你是对好人有什么误解吗？狐狸姐姐，小的是来给云雀少爷赎衣裳的，您看。嚯，好多钱，都是你勒索来的。怎么能叫勒索？公子打败了那些世子，我们这是凭本事大赚了一笔。我怕我收钱会手软，打出感情不好再动手。下次不许拿他们的东西了，等钱花光之后再拿，细水方能长流。这小子挺混蛋的，教他的师傅应该也是个混蛋。牛牛，咱有钱了，去买几坛好酒。酒，妞妞我也去。老爷子看上这混小子哪儿了？赶走道子、产子的，是不是你？道子输了我半招，产子没有交手过。你不是刚练成元气司吗？那你之前是怎么击败凌云的？一剑刺出去，他就败了。什么叫一次就败了？我自封神藏，你刺我试试。就是这样一次。我还以为凌云受贿了，难怪，换作是我，没有防备之下也挡不住。不过你左剑的功法好像出了问题，再多练几招让我瞧瞧。剑法不错，你师傅是谁？挺厉害啊！我的师傅也很厉害，前几日我好像看到我师傅了，没想到吧？我也有师傅，是战技流派的。我本以为师傅死了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他老人家的下半身不见了，却跑得飞快，我用尽全力也没能追上。没有半身的战技高手，难道是屠爷爷？然后我遇到一个瞎子，他把我揍了一顿，问我为何跟踪他，特不讲理，还非要逼我对视。爱对视的瞎子，该不会是瞎爷爷吧？他和屠爷爷什么时候离开大虚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
我就连师傅的影子也找不到了。他一下子就没了踪影，我翻遍整个京城都找不到他。那个瞎子后来去哪儿了？你小子怎么停下来了？接着练！剃刀出进来，策马轰如雷。哼！只身赴皇宫，手挽君王头，黄金错刀白玉装，夜穿窗飞出光芒，上负50，功背地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刀独立，误打荒，风雨如晦，一数一线间。师兄，师弟，原来师兄也是屠爷爷的弟子，也会杀猪刀法。什么杀猪？这叫天刀八法，是以师傅名讳命名的刀法。屠爷爷的名字叫天刀，世人都称他为天刀。师傅说他有个仇家，知人姓名就能用无法害人。所以他很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，能逼得屠爷爷隐姓埋名，这个大巫该有多厉害？大虚凶险莫测，他老人家又没了下半身。师傅这些年过得如何？可有遇到什么危险？生活可有困难？一切都好，屠爷爷可厉害了，双手疾爬如飞。你随毒王学过医术，如果我找回师傅的下半身，你能否接回去？能。等我用青牛骗来龙麒麟的宝弦，就能用它重连断肉，重接断筋，重塑断骨。他帮助牛牛，原来是为了师傅。师兄，屠爷爷的下半身在哪儿？200多年前，师傅杀上天穹后，与诸神交战，身体在空中一分为2。屠爷爷的身体是被神斩断的，下半身好像坠落到塞外，被一个宗派的弟子抢了去。待我查出那人下落，我们就去把师傅的下半身夺回来。好，不过大祭酒刚叫我安分点儿，我就这么跑出去。那师弟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啊！圣旨到！圣上谕旨，太学士子秦牧天资颖逸，抢学不怠，今量才着用，敕封太学博士，官居正6品，可登天禄楼3层，不受太学院管制。钦此。秦兄弟太厉害了。皇帝钦点所系甚重，博士是世子中最为博学的天才，也是身负名利求索之职的朝廷命官，更是太学院超越各大宗派的关键。你便是我太学院第一个太学博士，秦博士。秦博士往后只需去华圣阁、军机楼、镇元殿、天音阁学习书画、兵法、阵法、音律，其他的跟我学，我会因材施教。可这样单独教导，不将所学之奥秘传授给天下百姓，又与宗派有什么区别？所以大祭酒让我来探索博士治学之道，一旦确立，便可以推广开来，培养出一代天才，一代博士。凭何是那纪民做太学博士？凭他有资质，你们若不服，可以与他较量，
展现你们的资质，一样能成为太学博士。秦博士，快把你左肩的破绽修补好，别被其他世子越过去了。启民，你破绽已出，这次定要叫你从巷尾输到巷头。这位师兄叫什么名字？我输了之后，也好知道是输在谁的手里。你来自蛮荒之地，倒也懂些礼节。听好了，我姓叶，名清河。小哥，动静小点儿，不要让我们天天修。辛苦几位。破坏小点儿。你不去打？你的剑法里藏着真龙剑体，我还想借鉴用江龙宫那条幼龙的剑术。你知道那条龙？小猴宗师气，宗师个屁！狼奴和我联手就是无敌！启民的破绽，知道又如何？你倒行逆施，我要替天行道！这话太狠了，我不敢说的。魏兄，师兄弟间切磋是常有的事，更何况咱们是过命的交情，不如你我点到即止。来了！我好像领悟到国师的三招剑式。放牛的太厉害了，整个世子居无一人是他对手。他再厉害，也是个大虚器皿，而非我严康子弟。七妹，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，免得被人诟病，说你失了皇室的分寸。器皿又如何？英雄不问出处。他是父皇亲收的天子门生，太学院的第一位太学博士，我看好他。秦兄弟，为何大家明知你有破绽，却无法伤到你？知道破绽是一回事，能破解是另一回事。说是同境界交锋，能击中我破绽的，整个太学院加上大祭酒，也就2、3人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高出一线是高出一根头发丝儿，而他的本事比你高出一筹，就是比你高出一根筷子。他才是我世子居的大师兄。秦家的秦玉、小胖子、岳青红、云缺，再加上万云，都可以做下一代太学博士的备选。原来师兄故意揭露我的破绽，
就是要借机观察他们的实力。师兄，秦博士和我师出同门，是我师弟，你是我徒弟，以后要叫他师叔。原来沈师兄是师兄的弟子，难怪这么强。哼，你叫什么师兄？乱了辈分，叫师侄。沈师侄，沈师侄不习惯，就先消化消化，以后再叫。师弟，你用书牌去天禄楼借几册功法神通的经卷，去塞外的路上我教你。霸山老师，我也随你去历练。这次不带你，总是只带世子居的世子，皇帝会觉得我厚此薄彼，给我穿小鞋。除了秦博士，我会再带一名皇子院的世子，你自行修炼便是。是。我一日没有败在你手中，便一日不会称你为师叔。师弟，此行除了历练，还有一件事必须完成：夺回秃爷爷的下半身。我请你，我顾灵儿，就是假扮为异姓兄妹，还是异姓姐弟吧。好，灵儿姐。宁二弟，你这一身青皮和青龙很像，你有青龙血脉吧？这身皮一定值不少钱。小狐狸几坛酒灌下去，就骗来了一个小弟，颇有木耳风范呢。你还想在京城待多久？不长你的眼睛了？你呢？不长你的下半身了？不怕被你那个大嘴巴徒弟缠上了？承认吧，你也舍不得木耳。唉，木耳走出了大区，我们也该走出来了。秦二皇子，保举一人随我去历练，须是没有修成六合境的世子，修炼之道尚未固定，更适宜发掘潜力，因材施教。霸山祭酒在太学院的地位，仅次于大祭酒。皇子院的人若有他的指导，或可影响储君之位。国师曾说，我七妹悟性绝佳，资质不凡，就是有些顽劣。霸山祭酒教学严厉，可替我磨磨他的性子。我妹，哥哥要出远门了吗？下回跟哥哥出去耍一耍。什么妹妹？龙麒麟分明是公的嘛！别伤心，反正人家从没喜欢过你。牛儿，如果他喜欢你，你就更麻烦了。青牛，回来！我不会再麻烦你的。二哥，我真的可以跟着霸山祭酒去历练。我与你一母同胞，自然要把最好的给你。正好，也可以让你远离那个气。霸山祭酒，你们何时出发？还要等一个人。他来了。放牛的玉秀妹子，原来是你要跟我们去历练啊？是我，你不高兴？没有啊，有个朋友，这一路上就更有意思了。就是，你二哥怎么一直瞪我？感
感觉你身边总有一些凶巴巴的银康人。之前在香龙城，清风也就经常的。都到齐了，那就出发吧。霸山祭酒，我可否与七妹一同出行？二皇子已至七星境，修炼之道固定，我无法教导你。放心，七公主的实力一定会突飞猛进。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凶险异常，每一分提升都关乎你们的小命。七公主选的这本清霄雷饮不错，是道门正统雷法。你们皇室的九龙帝王功刚猛霸道，两者结合，威力更强。你选的倒是不随大流，颇为独特。七公主虽是武药境界，但根基不稳，发挥不出功法的真正威力。看好了，和战技竟然可以结合使用。我恩师的刀可以切开天地，斩破苍穹，一刀破世间任何法术神通。我做不到，所以只能另辟蹊径，自创战法河流。从今天起，你陪七公主休息吧。深处无残留，万古滔滔涌江流。深谷目中古春秋，忽有梦魇不知愁。策马陌路远康游。我信这一身霸体，破心中神仙无敌。斩上苍。踏遍天地，梦醒复思谢恩义，魂飞涅槃新生命，一剑开解辟天地，就随我对天射日见黎明，虚空早无比安息，一同我敲。世间不冷静，岁月静好心不息，岁月静好心不息。
这位小哥可是秦牧？秦神医赠神药纯阳连虫丹，救我庆门关无数将士性命。亲手边谋，你终将是一败。老将军，快请起！救死扶伤，原是医者本分。霸山祭酒，这次还是在我庆门关历练。我们要横穿草原，去塞外第一圣地楼兰黄金宫。楼兰黄金宫，就是他们夺走了兔爷爷的下半身。他们很厉害吗？比之道门，大雷阴宗也毫不逊色。楼兰黄金宫是塞外最大的巫将，也是草原诸国背后最大的倚仗。这次蛮狄国向延康开战，他们便派遣了许多大巫相助，用巫法搅动战场局势。庆门关将士死伤惨重。如今两国交战，你偏要带着秦神医与七公主出塞，倘若出点事，够你太学院满门抄斩了。有我在，不会出问题。我在蛮狄国也有自己的耳目。我关心什么？这是你们太学院的事情，即便出了事，也是由你们太学院担着。蛮狄国不认大封闭，只认金子，秦神医带着当盘缠。诸位，请通行。那是大虚的山林，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天然屏障，大家都叫它鸭舌头。我们要赶在天黑前穿过去。黑暗似乎在保护，或者隔绝延康。小心，蛮子在交战。放箭！绝壁天罡。蛮狄大军追来了，击刀丸，迎敌！雷、风、雨。老朽投降了！求将军给我铁耳部族一条生路！莫里木，是你呀！天下无双的武可汗，我草原上的王，好久不见了。霸山老师在草原的名声竟然这么大，多谢武可汗出手，拦住这群不知死活的叛徒。
帖耳目部族造反作乱，可汗有命，拒不受降。收了他们的魂魄，献给黄金宫。这些蛮子也太凶残了，就连我们大虚也没有这种风俗啊！武可汗不做我草原上的雄鹰，非要做延康皇帝的摇尾狗。这些年，我们草原好汉都等着宰了你，夺回武可汗的称号。这些年，我们草原好汉都等着宰了你，夺回武可汗的称号。我本就不是草原的人，只不过是随恩师游历至此，将草原高手打了个遍，百战无一败，被你们尊为武可汗而已。敢问武可汗，此番来我草原有何要事？我太学院的世子想要重走我当年的路，堵一堵楼兰黄金宫的山门。堵门？塞外第一圣地的高手，的确值得一会。哼，就凭他们，当年有天可汗在，武可汗才能堵门成功。而今你的实力比天可汗如何？虽有不如，相去不远。外迎雕狼，速禀黄金宫。吾尊，武可汗回来了。传令，放行。老师是武可汗，那天可汗是谁？我恩师天刀。师兄特意张扬堵门之事，是打算掩人耳目，伺机盗宝吧？不错，你们俩堵门，我去宫里偷东西，得手后我们立刻便走。偷圣地的宝贝，这么刺激！我们这一路走来，未曾见到一位大巫踪影，想必他们早已被召回楼兰黄金宫，布下天罗地网，等着对师兄下手。真到了宫中，只怕师兄分身乏术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跟着爵爷爷学过偷盗之法。他爷爷很厉害的。他是怎么瘸的？好像是偷东西的时候被人砍掉了一条腿，腿都被砍瘸了，可见技艺不精。楼兰黄金宫里机关重重，封禁密布，普通偷盗功法根本无用。
你们只管堵着楼兰黄金宫的门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但愿你用不上。妹，你这皮肤这么白了，俺是牡丹了吧？哎，不对，是公的还是母的了？是母的。妹，哎呀，人这辈子长得总是好看了。哎呀！圣地已至，吴可汗，前路多坎坷，请吧。这片湖叫做弱水湖，是通往楼兰黄金宫的必经之处。这些都是被巫教掳走的奴隶吗？是我严康的子民。严康也会击杀我大虚的子民，把他们当作奴隶。他们的魂魄似乎被人用去炼法了。楼兰黄金宫的无尊楼罗经讲究采魂修炼，使身体构造向神魔靠近，练成神通的就是大巫，到了天人境便叫做巫王。看来那位大巫应该吸收了不少阳妖的魂魄。吴可汗，巫尊已经等候多时了，请上船。不能踏水过去，绕过去吗？或者让青牛载着我们飞过去也行。圣地的弱水没有浮力，羽毛飘在上面也会沉底，绕过去则需翻过雪山。嘿嘿。能走出雪山的可不多，至于飞，这片空气是死的。上船吧。吴可汗修为深厚，更胜当年，请上山一会。
吾尊发话，霸某自然不得不从。只是我此番是来堵门的，不是来叙旧的。牛牛，送门上山。送门上山。吴可汗，你已经逍遥了这么多年，为何今天送上门来？送上门来，这话说得不错。牛牛，将门放下。当年我堵门100日，没法对强者留一手，只能打死他。倒是那些弱的，都在我手里活了下来，也就是今天在场的诸位。我们的伤早就好了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养精蓄锐，很想与武可汗再交手一次。有机会的。我孙恩师在这道门下打死过不少人，现在这门便交给你们了。这里的堵门规矩与延康可有何不同？道门和大雷音宗到太学院堵门，只分高下，不分生死，打过之后也和和气气。但在这里都是照死理打，遇到与自己兵家齐驱的高手，必得杀之。终于按照大虚的规矩来了。你们要是输了，除了性命，授予你的武可汗之名，我也会一并收回。武尊，他们是武药境界。楼兰黄金宫弟子听令，以武药境与他们对决，生死无论。谁敢超过武药境界，我要他性命！武可汗，当年天可汗带你前来我黄金宫堵门，天可汗的神通无边，自然令人钦佩。但你并不是天可汗。只要你们杀不掉我，就得按照规矩向他们挑战。老爷，不要叫人家打死了，回去别吃牛肉。两个胆大妄为的小子，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堵一个圣地的门吗？师兄，礼数是你们延康的东西，我圣地可没有那么多规矩。等杀了你们之后，我要吸了你们的魂魄，用你们这样的人修炼，可比用那些奴隶强太多了。玉秀妹子，这次我先来。对手太弱，
都不够激起战意啊！哎，你快放牛的，连我都打不过，能打过他们了？俺韩老爷在这道梦底下可是没了打败过。我是霸体，我是天生霸体，普天之下相同境界者，无人能胜我。什么狗屁霸体，没听说过。瞧瞧他那些，趁早滚回你的羊圈喝奶去吧！还不够，两脚羊也配称霸？我霸体，无双的霸体。青牛，你家老爷需要100天才能打垮楼兰黄金宫，而我只需要1天。1天，我就可以将黄金宫所有弟子的意志摧毁。将你们的自尊统统碾碎，将你们的尊严踩在脚下。练死你的魂魄，为师兄报仇！区区无毒，继续！可恶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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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40名巫就这么被他杀了？还有谁是彩魂修炼的？出来！我想杀一个。斯穆罗，他的破绽在左肩，这是他功法没有练到的地方。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只是没有看出确切的位置。多谢巫王指教。作为长辈，这样无耻有些不好吧？吴可汗，当年我败在你手上，痛定思痛，总得一雪前耻，请吧。这里的人修为太低，我怕你我交手会将他们震死，随我去雪山一战。
但愿你用不上。师兄引走乌尊他们，是想让我趁机潜入宫中偷盗。不过还有4个巫王留守，既如此，来吧！连战40余人，你的力量损耗不小吧？把运魂拘在羽剑中做剑灵，无法的确要险。日照阳魂，空中裂！禅宗猎魂法，伊斯瓦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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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过，要摧毁他们的意志。必一定会做到的。放牛的，你左肩的伤，那片羽毛上不是我的血。斯姆罗师弟还是嫩了些，不够沉稳。丹巴罗。
丹巴罗不错，心狠手辣又沉稳得很，是个大才。丹巴罗！放牛的死了！不可能，公子不会输，那不可能是他！不要冲动。延康国的两脚羊就不配活在世上。接下来，土门的人是我。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小女娃，等不了多久，我们便可以去雪山看看了。去向乌尊报捷。是。启禀乌尊，杜门的小家伙死了。哼，吴可汗，你很快也要死了。丹巴罗怎么不回来？多半是因为他也受伤了。丹巴罗生性谨慎，受伤之后肯定会立刻疗伤，不留下任何隐患。这也是他令人赞许的地方。此乃藏宝重地，丹巴罗，你在做什么？弟子击杀了前来堵门的延康恶徒，收获了一把宝剑，不敢私藏，打算献给乌尊。好灵兵，在我黄金宫中也找不出几件能够与他相当的宝物。你立下这等大功，又献上此等重宝，乌尊一定会大大的赏赐你。还望师兄行个方便，带弟子去宝库看看都有哪些宝物。待到觐见乌尊时，弟子便能求得赏赐。也好。记住，只许看，不许乱碰。一旦误触乌尊的封禁，里面的恶鬼就会被释放出来，将侵入者啃噬入腹。
兄，宝物呢？急什么？走近点再瞧瞧。兰巴罗，你这大功连我都羡慕得很呐。我从延康人身上得到了不止一件宝物，还得了一瓶圣药。我嗅了一下气味，美妙得很，似乎要成神了。兰巴罗，我提前带你来这里挑选宝物，你不孝敬孝敬我？重宝可都放在最深处、最珍贵的位置。生气。好香啊！这叫须弥香。重宝在最深处，屠爷爷的下半身应该就在那儿了。飞机还在外面堵门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第三丹宫的行宫图，可惜不是武耀境的。这半截身体金灿灿的，看着就不像屠爷的。宝库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半神了。这残留的威势，比巫王还要强大恐怖。难道是巫尊的身体？那屠爷爷的呢？是被巫尊炼成了灵兵，还是巫尊砍掉了自己的下半身，把屠爷爷的装了上去？或许他认为屠爷爷的肉身比他的还要厉害，是他毕生都无法企及的，所以。
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。若非熟知它变化的规律，哪怕拿着符宝也解不开封禁，反而会师徒出恶鬼。假设离开宝库的符文顺序是：再用紫微斗数推算，必须抓住风境变化的短短一瞬。滔天神腿和幻日神手本是一体的法门，同时施展，我的速度能提升数倍。不过这种事以后还是少做，免得像瘸爷爷那样。这古琴有一股血煞之气，倒像一头无比恐怖的大妖。难道是数经修炼成妖，又被做成了琴？禅宗的千幢塔也是个好东西，就是太大了。啊！神玉，这手骨大有古怪，难道是神的手？这口残剑似乎没什么威力，却被收藏在宝库最深处。难道它比神的手还要珍贵吗？我把黄金宫的宝贝都拿走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应该算不上过分，他们喜欢的邪物都给他们留着了。是时候带大家撤离了。
是失明香！啊，又来了！降珠子果是失迷香的解药，快服下。放牛的，你还活着？我是在做梦吗？不是做梦。又下药。难道真叫师弟得手了？好小子，师兄一定拖住他们，助你们脱身。老爷还在塞河里了。放心，我们能逃出去，他更能。而且乌尊他们发现黄金宫被我麻翻，定会回去查看，反倒能给师兄制造离开的机会。等乌尊和巫王们捡了失迷香，立刻就会追杀过来。青牛，能跑多快跑多快！我来抱着他。那头牛，那头牛！你们的牛快把我们村的水喝光了！老人家，我们这一路实在劳顿，所以我家的牛多喝了点，还请见谅。你家的牛真壮实，我们村也有几头母牛，能配种吗？我可不配种啊！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妖怪！不是妖怪，我是妖怪。你们是从隔壁村逃出来的吧？哎，隔壁村的日子过得好些，才养得起狐仙和异兽，却也免不了被抓壮丁上战场。天色晚了，你们到我们村歇息吧。那我们便叨扰一晚。我来帮您赶羊吧。哦，是。难怪小伙儿养的牛那么好，一看就是老手。放牛的，你这名字还真不错，牧牛牧羊都合适。哎，你还放过什么？别撩我了，老人家您带路。这小伙儿结实又能干，对我这把老骨头也是有理的很。姑娘，你真有眼光。老人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伴儿啊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再加几双筷子。哎，羊都回圈了，我来做饭吧。以前在村里，我经常做的。老人家，您家里就剩我和老伴儿了。几位可汗天天打仗，你杀我，我杀你。你来抓一波壮丁，我来抓一波壮丁，把村子都抓空了。
我们的2个孩子也回不来了。这小伙儿饭做得好，人也勤快，愣是不让我动手。姑娘，你们打哪儿来的？隔壁村逃出来的小2口。才不是呢，我们是清白的。都是过来人，明白。姑娘脸皮薄，姑娘人长得好看，身体也结实，小伙有福气。你们在外面逃1、2年，等打完仗生个娃带回去，家里有孩子热闹，父母也高兴。倘若我和放牛的生个娃带回去，父皇还不得气死？呸！父皇不会被气死，但肯定会杀他的头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村里好久没有年轻人了，一会儿你们自己挑一间空房子住下，想住多久都行。听老人家所言，恐怕塞外诸国内斗，是想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，来与我延康抗衡。这其中定有楼兰黄金宫的受益，只不过这塞外第一圣地仍有犹豫，担心培养出另一个延康，失去对塞外的控制。这宝钱对你身上的伤有奇效，你抓紧涂抹治疗。放牛的，有些地方我看不到，不方便抹。好啊，我来。哎，我来帮你抹，不劳烦公子。哎呀，你小子错失良机！都躲起来！提前布下了遮掩七夕的阵法，没被他发现。但在吾王一路搜寻而来，马明老爷们能阻挡。嘘。屠爷爷、夏爷爷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都怪屠夫，他嚷着要我陪他找下半身，结果一直走错地方，还不让我问路。放屁！老子在那儿堵了100天，怎么可能迷路？爷爷，木儿松手，我快被你勒死了。对了，刚才那个天上飞的家伙是来找你的吗？你又干了什么好事？霸山师兄带我去楼兰黄金宫堵门，如今只怕落入险境。我们快去救他吧！那个混蛋，嘴巴缺个把门的，我可不想被他吧嗒吧嗒啰嗦个不停。牛儿，别哭了，你家老爷的老爷来了。哎呀，你家老爷有救了。这位老爷开的不真厉害啊！这能救老爷？玉秀妹子，你和胡灵儿留在村子里。我们去就回，一切小心。这不是延康战船上那个丫头吗？也跟去堵门了，有胆识！臭小子眼光不错。这个袋子似乎是用饕餮皮炼成的，
能纳万千之物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楼兰黄金宫，我还捡了不少好东西呢。这是屠爷丢的吗？这是吴尊的，我与这老小子斗过一场，对他的血很熟悉。啊，吴宗的下半身在这，为他生下的。大概是吴尊觊觎屠爷爷的肉身之力，便自断身躯，换上了屠爷爷的身体。这老小子竟然仰慕我到这种程度，那他生的儿子是他儿子还是我儿子？要是他真给你生了一窝儿子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还是早点把你的下半身寻回来吧，也不知道接不接得上，总不能连个鸟都没有。老子可以用元气显化身躯。爷爷们放心，只要找到吴尊，砍掉他的下半身，我就能帮屠爷爷接上。去那边，我看到有人在战斗。啊！虾爷爷是我们村眼神最好的一个。大帅吧没死，咱们回去。可汗也是强弩之末，开坛作法。这刀法难道是？师傅，天刀，天可汗竟然还活着！最强的那个神乔竟死了，你家老爷再受点伤就可以杀出来了。师傅，果然是你。好，去楼兰黄金宫。啊，老爷不救老爷了？就他出来作甚？烦我吗？再啰嗦就吃牛肉。哦。大尊，天可汗来了。巴山这小子，这么多年也没有长进，连片胡都挪不走。有我在，天道不敢为难你。但是转世在即，我也不会轻易损耗性命来帮你。你将下半身还给他。是。加措师弟，你进来。大尊。弟子告退。
天可汗，你何苦呢？还得多谢你，替我温养肉身200多年。你的身子还未接好，我颇通医术，吴尊若是信得过我，我可以帮你接好。你想趁机害我？医者父母心，我还打算借他练练手，再帮屠爷爷接上身体呢。老家伙，还活着吗？放心，天刀还不曾死，我怎会死？哼，这老鬼竟然还活着，早晚要你死。我们走。里面那人很强，我与他斗过几次，这老家伙转世了17次，活了18世，寿命有10000年了，却还不死，着实不好对付。活了18世，寿命10000年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在大虚应该见过活了不止10000年的神魔吧？那个老东西，虽然不是神魔，但也相去不远。他知道许多往事，许多秘密。如果不是敌人，我也不会与他作对。莫尔，你现在还小，接触不到。这世间的确有一些可怕的存在，比如我的眼睛。我会把爷爷们治好的。原来龙麒麟的宝弦是要用在这里。会熟吗？待会儿闻到肉香味儿，便是熟了。我的身体神劈不死，岂会被一锅开水煮熟？摩尔，辛苦你了。我跟随药师爷爷学医多年，终于能帮上爷爷们了，算不得辛苦。
大了，从前我们照顾你，现在你已经可以照顾我们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屠夫，你那徒弟还有几百里地就要到了，再说下去，你可走不掉了。你的饕餮袋中有一个神之手骨，给我，我先帮你收着。屠爷爷怎么知道这个手骨？当年我从天上的神身上砍下来的，用我下半身换来的手，自然熟悉他的气息。这东西你现在还拿不得，那尊神还活着，你拿着的话，只会给自己招灾。万一他来找屠爷爷报仇？哼！如果他不想再少一只手，莫儿，记得回村过年。我一定回去。师傅，师弟，老爷，我们在这儿。没用的，他距离这里还有几百里，听不到也看不到。我们先往边关方向走，师兄寻不到我们，一定会去那里。我要你给我找的转世圣童呢？还没有找到。没有转世圣童，我这17世的转世岂不是都白费了？我距离成神只差半步，立刻给我寻到转世圣童，寻不到，你知道后果。弟子明白。班公错王子，圣帝有令，若是遇见吴可汗，不得让他出关。都说我的伤已经好了，连剑痕都没留下。你弄得我好痒，我那里有一块小肉呢。你忍着不要动，我帮你把这里的淤血化开，一会儿就不痒了，会有些疼。好了。啊，神医，人家背上还有几道伤口，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疤痕。你背上的伤口是我涂抹的，服药前我已经帮你挤出了淤血，不会留下疤痕。你爪子上的毛真软和，为什么没有试着变成人手啊？公子喜欢。你看你的眼头跟我们的不一样。公子喜欢。你怎么还不化形？公子喜欢。嘿嘿。狐狸精！师傅，老爷，你可是干啥来了？师傅呀，你可没良心呐！我想了你那么久，找了你那么久，你怎么狠心不见我？别哭了，他并非不想你，只是嫌你话多总唠叨他，所以就先走了。其实他很关心你，听到你遇到危险，便第一个冲过去。我从小就跟着他，他还嫌弃我。小时候我尿床都打我屁股，还罚站，还要我不得洗内裤，带着我去隔壁村偷鸭子煲汤，被鸭子追着跑。师兄，快到蛮帝国边关了。吴可汗岂能被人看到哭得眼泪鼻涕哪儿都是的样子？
吴可汗，圣帝有令，不得让你出关。你想死？你们都想死！放行！武可汗，我叫班公错。班公错王子，你要违抗乌尊的命令！武可汗神威无量，今日我等留不住你，但将来我一定能够击败武可汗，成为草原上的霸主。哈哈哈！有志气，你根基不坏，拳法大开大合，力道要比其他人猛很多，身体资质也很特殊，只要不死，定会成为草原上响当当的人物。多谢赞誉。武可汗，慢走不送。师兄和楼兰黄金宫的强者血战，伤势不轻。外伤有龙麒麟宝鞋，内伤就要靠这些药材炼制灵丹了。公主不必担心，师弟有要事要办，才先行离开。我知道，只是他需要这么神秘吗？有什么事不可以说？我们先回太学院吧，算算时间，大祭酒也要辞官了。你追随我，无非看着我老死。小道友啊，你自由了。老爷，我不追随你，能到哪里去？你本是自由身，何处去不得？道友这就离开了，不打算向皇帝请辞吗？不为皇帝而来，又何必为皇帝而去？你请我来的，而今你又送我离去，我很开心。道友已经可以直面生死了，心境要想达到你的高度，我还不知要修炼多少年。知道你要走，我心中突然便空了一大块。世间知我者，莫过于你。你们将武可汗放走了，是我下的命令。若是强行阻拦武可汗，只怕将士死伤惨重，再难抵挡严康大军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为何我从未见过你？我是蛮敌国可汗的幼子，班公错。近日刚被傅寒调回此地镇守。好资质！吴尊命我寻找转世圣童，终于被我寻到了。班公错，我走吧。
大尊，转世圣童寻到了。与大尊是同样的体质，草原上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天纵之才。徒儿，该死者不死，该活者不活，我要逆天改命，幽都府君定会前来拘捕。恭喜大尊！如今大尊得以重活一世，无论是天刀还是延康国，都将不足为虑。当年我要拜你为师，你为何不收？你想要做的事情，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，也是我毕生都做不到的。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，也意识到你比我好，未来的成就比我高。我愧为你师，所以不能收你为徒。但我最近还是有些迷茫。你说，我们走的路是正道吗？在所谓的正道眼中，
我们走的路不是正道。我们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改革宗派，集诸多宗派所学传授士子，让黎民与宗派弟子等同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离经叛道，罪不容赦。但是在我们心中，这就是正道。你不要管他人怎么说，对的就是对的，不会因为小小的狂吠而变成错的。你要做的事太大，前路便是荆棘。我寿元将近，不能再帮你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谢道友，这半生的扶持。既是同道而行，自然应当相互扶持。走吧，少教主该登基了。再乱下去，只怕天下宗派都要反了。即便延康国师能够平息叛乱，延康国也会元气大伤。秋风贴地形，不只是法术，也可以化作空剑术。战技，修炼的时候不要墨守成规，不必拘泥于他人经验。小兄弟，你真厉害！风堂堂主教我们这招，叫我们在农忙的时候干活赚钱，不至于饿死。等我们学会了你教的这些啊，钱肯定能赚得更多。说不定就能凑钱上学了。教得好，学得也好。祖师，执法长老，我现在觉得将大玉天魔经给你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了。前几任教主太蠢，只能开发出1、2种用法，你却能想出这么多，好，很好。他叫那个少年祖师，又叫那个老头执法长老，那他会是谁呢？他的见识比堂主还要高，一定是咱们圣教的大人物。